易经正式下经第11册四传要旨系辞传，总数四传要旨，宗主附注。四传原本错误甚多，前后倒置，虽有系辞上下之分，实皆混乱不成章节。即说卦传前数段，亦属系辞中所脱出者，均应校正。夫子当年赞亦有10义之称，今所存者，系辞说卦、序卦、杂卦4者而已。后人以文言彖象意凑成10义之数，实未当也。考夫子原来授门弟子者，即以系辞为重，而在系辞中约分10章，此10义称名由来，说序杂传，不在其内。以说卦者，原本下商各义之宜，说明八卦之象，非夫子所作。序卦者，则系周公本文王之意，明周易之序，亦非夫子所作。至杂卦传，则夫子变文王之序，参连归之规，更创一例以推阐卦爻之用，广大易道之理，以与夏商之治、周代之文，合而成卦序，故命曰杂卦。言参杂各义而别谓一序，则夫子之意也。原亦有彖象之辞，变动之力，以情火所毁，汉之如诗，仅存其序而已。商渠授义，原包各种卦序，后分传各家，如今废诸事，或招其数，或演其数，或谈其理，或者其战，所授不同，所说异义。此义自秦后存者，已非其全，而信周易犹或保留，大致不谬，则以卜筮所重，史官所存，不肯废也。而所谓10义，以为儒家文章，亦与他经同遭蹂躏，故残缺不免，错讹颇多。此系辞前后颠倒，虽后人欲为正之，亦苦无所效堪也。今夫子亲临政事，自可一一改正，虽限于10日，不得详为卜筮，总当顺其次序，理其纷乱，使各为章节，以便视之读者，人不失赞义之出至也。宗主书述1。上次所讲四传中之上下系辞，原有章节，系夫子阐明意义，发挥卦象辞中之精韵者，所谓赞义即此系辞，而前后多讹脱错乱，非复当时原本。以章节言，亦有不足原数，不读文句颠倒遗脱矣也。大概内分纲要、是名、是义、是用、是道、是术、是辞、是神、是化、是力，各章。以文中有子曰者，谓夫子之语；门弟子所录者，有谓家子曰者，则夫子所述前代之言，亦门弟子所传者，其意原无异志，不必过直孰谓夫子之文，孰谓前人所授也。纲要者，皆其大体；分事者，明其专科，亦教包举一切文化，有经义之才，有使臣之事，有天人之道，有民物之情，有数理之谈，有神明之论，有卜筮之力，有吉凶之战。此系辞所分，而易经之传也。称系辞者，谓言谓文章，有近于卦爻之辞，而别于卜筮之用，故曰系辞。以复系于辞，而非义之辞，又不得不引义以相贯通焉。如义中彖辞、象辞、爻辞，辞也，而有文言，亦类于辞，以其为文之发挥，言之推扩，
故曰文言，非异于辞，而有别于辞。系辞亦如之，而又别于文言。谓文言者，专言一卦一交，而系辞则统一全意全部，盖会通其意，贯穿其用，非系辞不能治之。上或下者，后人所分，以文过长，则别为一卷，并非上部是上经，下部是下经也。故上下之分，无关大体。况其文以混乱，其辞以重复者乎？故正事时，须一二辩证之。虽脱者难补，而错者可释，讹者宜更，而明者仍存。此正事之大旨也。前后章节，无妨少异，断续词句，或可相通，但提其往，撮其要，无分其例，乱其序，即可矣。原本亦有以谓之章节者，而多本于以义，被夫贯通，则不采取。精要者列于前，详尽者次于后，数读者易解，而传之可久。斯与易卦之讲义有不同矣。卦爻定于其序，文辞务其名。此系辞与说序各传，各有其用，而不与卦爻文言之辞相称矣。四传和序说杂卦言，有如易经之序或拔，而杂卦传，应另为一义，以其次序异于周易也。连山归藏之与周易，亦以卦序别之。连山下义也。首艮，艮为人卦，于时未寅，人道见寅，未岁时之正者。夫子曰行夏之时，又曰无说夏礼，岂不足真也？无的夏时焉，归藏阴义也。首坤，坤为地卦，得先于天，于时当丑，地道见丑，未岁时之冬。冬者中也，中则有始，此因亦反本之旨。原始反中，亦中故有之意。夫子曰：吾说阴礼，宋不足真也。吾的坤前焉，而周易则守前，干先坤后，天尊的卑之象也。于时当子，干为天卦，天道在子。11月冬至之节，一阳来复，复则归还于前。干者干替之意，周之敬天，乃以前为首，而离卦亦应之。子曰：周兼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是夫子于三义，皆有所取，取其同而通其义。此杂卦序所由定也。只乎其辞不详，其用不着，人或乎焉。然义道无穷，变化莫测。有此杂卦，足证明之。夏商之意，以成成机；周孔之意，方待变迁。是有圣人，必更推而广之，传曰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正式次序校正文章，人呆夫子自讲。宗主书数2，前所述四传之意，大致各有专指。说卦传者，说明卦象，以各卦取象，各有其道。卦者卦也，玄也。玄卦一物，以示其所类耳。卦之为象故一，而所包之类十众，即说卦传所举，亦不过10之1、2而已。在他意，亦有列举，较此所述者多出几倍，而于卦之所象，犹未尽也。盖天下为物无量，为事无穷，为利既繁，为变更惑，绝不可一一举之于书，亦不能个个述之至尽。
以世代有经古，地域有远近，民物有转移，风俗有同异，推之无数，数之难穷，则推举其有者，是其要焉。人所不知，物所易见，形所可及，事所可推者，则先列为其象。象同而物殊，列少而类广，此说卦传之大范也。且传所称者，以八卦为限，其他卦不得焉。即八卦亦以纯卦为本，其众卦不与焉，使所道者已多矣。然推而扩之，则为有本至末，由头切尾，得其一，足盖其余，明其大，足察其细，此所谓简易之意也。浅以易之，坤以简能。简易则天下之理的矣，理的则天下之物者矣，天下之事备矣。故简者繁之母，易者难之宗，此与道相通也。道出于一，而生者万；道始于无，而成者有。以一喻万，以无统有，此无不足矣。故卦止于八，而象守于天地水火风雷山泽，此其本也。举天则凡天者皆属焉，举的则凡地者皆属焉。以下六子亦如之。象虽无多，而位类无限，则卦之意也。玄卦其一以是则，苟合于是则者，皆是类也，更何所依乎？故易道本于一，易者太极，道之体也。系辞曰：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此追溯八卦之源也。八卦既自太极生，则八卦之象亦必自太极分。太极亦名太一。礼记曰：夫礼者，必本于太一。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，别而为鬼神。此与一传正相应正。礼之天地阴阳四时鬼神，亦即一八卦之象也。干天坤地，天地分于太一，乾坤分于太极，其意义也。而老氏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者，亦与义理之说同，皆是天下万物所由出耳。则卦象所象之物是，何亦非太极所出，太一所生哉？道之为体虚静而一，自其动也，则谓两。此一生二也。即太极生两仪，两仪者，阴与阳。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则太极者，道之本始；阴阳者，道之动用。故太极中分阴阳以成，万物莫外于太极，则莫不源于阴阳。此为类虽众，未始则一与二而已。卦其一与二，则无量无限者皆在焉。故象不必多，而类不可尽也。宗主书数三，序卦传者名周易卦序之意。全依上下经64卦次序，述其相继相代之道。周易与伏羲卦，谓先天后天之象。伏羲属于先天，周易属于后天，人所知也。而伏羲之序，久已荒弃，事多不讲。待宋少康节得之道家，始有方圆图传世。伐羲之外，尚有八宫卦序，与周易所有之序亦有不同，却以八卦为宫，一宫八卦，其相生相化，亦如伏羲之图。是则介于先后天间，而为后天中之先天也。其余如下之连山、阴之归藏，为序各殊，皆自伏羲卦序变来，亦可谓之后天。
以其叙事少传本，虽有存于汉魏丛书者，谓词记略，未用难明，考其生化之道，代善之情，亦大概与伏羲八功者同。其他则辟卦序，遂令10月相推，以合于1年之日者，如6日7分之序，则又类同于周易，亦以后天卦序为本，而特广其利也。知数序者，或存或却，或详或略，皆不及周易之明显而有条理，精细而多变化。故讲易者，必以周易为主，而讲卦序者，亦必以周易为重。周易卦序，既复存于四传，由此以读周易，自亦见文王治易之心。文王之易，既本后天，故一切象数名物，皆后天所有，亦皆3代所习之习见者也。譬如井卦，即井田之志；鼎卦，即火石之行；家人即家庭之事；大小处及财物之情，皆取当时风土人情、文物制度，为之说明，是其功用者也。天生万物，莫非人之所立；人具万能，莫非赖物之功。此周易之序，必资于人道，上以成天道，下以产物道。天人尽其理，人物视其宜，则生生之事必矣。序卦分上下卦，上经明天的生化之源，下经述人物孕育之术。故上经守乾坤，明天道也；下经守咸恒，明人道也。天道始于阴阳之交，人道始于男女之和，此上下经之大别也。宗主书数4，说卦序卦2传，皆传自周公孔子，有自前人所授者，有为文王所述者，其间文句不同，义理则一。说卦为说明八卦取象之力，而上溯伏羲，下契文王，为象故同，为名有别，则是其时代文物、朝野制度、人情风俗、物产事宜，各尽其职，而附于卦，不必皆自伏羲所定，亦不必皆为文王所称。除传本所有各名物事宜，尚有未备者，兼见于群经及专家之言。3代以下，更有推广之至无量者，则可知卦之为象，包者广矣。如干象天、象阳、象气之轻而上浮者，象剑、象刚、象物之间而有光者，则皆可依类推之。复属于乾，为干3化纯阳，阳之至也，则凡阳刚之性，皆干之属。干象天，天以积气，高明悠久，包罗万有，则凡为物为事之如天者，亦天之属。不得以传本为数者，是为非乾。故说卦传所举不过其一二耳。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有数，皆不得外于八卦所属。非干则坤，非离则坎，介乎两者间，则亦以其多者主者，辨其何类。其不得分者，则可求于64卦中之合卦。如乾坤合则有泰与否，坎离合则有忌未忌，其错杂者，更可推之。凡3阴3阳卦，皆太否之属也；凡水火交错卦，皆忌未忌之属也。如此类推，天下事物，莫不在易中矣。易本举天下之权，象天下之物，该天下之事，不少遗漏，则有名有形者，何非易卦所包之象哉？
此说卦传所不及载，而可由此推至无尽也。辟之人生，心离甚坎，此道家所定之象也。凡心之属皆离，凡肾之属皆坎，而五脏六腑、精神气血、皮骨筋肌，何亦非身上之物，则何非易卦所象哉？是在人善推其类而已。谓物如是，谓事亦然。善恶良简，行止动定，皆关乎数者，皆有其象。此亦可推而知其所属也。其有说卦传未尽者，则可由序卦传中推之。序卦传所示者，均属于事，如革去故也，定去心也。一故一心，一去一取，则行事之象已明，而天下之情可见矣。序卦传中所最要者，文王卦序之交替，各有其意，由卦爻相互，自成来往之象，以卦用相反，更招地善之情。故卦在对反为本，循环未用，有来有复，有成有衰，如一年之计，40之令，相生相爱，相反相成，各如其数，互尽其道。此序卦之大反也。其他则名卦之为象，爻之为德，以明人事，以静物情，既说卦之辞，推意象之用。故乾坤相次，天地相交，坎离相随，水火相济，太否反类以成用，咸恒易得以为行，损益有上下之殊，既为记明始终之意，屯蒙见创生之道，则复招发落之机，构决数进退之途，屡处张生成之道，诸如此类，莫不有道存焉。凡所推移，皆以合数之力，则天下万事万物，料于指掌，人民以尊以由，定于准绳。故说卦未尽之辞，引由其旨，参吾以变，则物无顿情；错综其志，则事有常轨。圣人设义明度，在律人以顺天；君子补数见己，在修身以四命。即文悔令依乎动，行止进退本乎时。文物制度存乎卦爻，顺逆正变，在于德行。此序卦传之精神，不下于系辞者也。学义者，不可荼读其文，而忘其理；补益者，不可仅求其术，而乎其情。变化在于自心，天人同德之谓也。利害存于所照，实为有守之谓也。顺天以利人道，天意不为；邪时以作事功，时必有合。天时者义之本，常变者事之情。乖时不祥，逆天得咎；安常未到，应变有失。此序卦传所举数次序之由，时有至精湛之旨，即为切之教也。苟能会而通之，终身之用不穷；果克神而明之，天志之道在握，故易道至矣。习世人罕知之也。宗主书数5，系辞之意，以见前讲。其中是明易道，即彖象之辞，卦爻之用，而追本溯源于易卦之自出，与天道之所合，神鬼之情，民物之性，皆不外乎易者，则道与气之别而已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气。气即物也，道之外皆物也。形者有名有直，有象有类，后天之所属也。形而上，则无名无直，无象无类，
则谓之先天。先天者，在天之先，亦在有之先。无生有，既有，即后天矣。后天者，天地以判，人物以分，幽冥以殊，神形以别。凡在天地间所生所存，所长所育，气于死亡，人反于无者，皆属之。故后天谓物繁，谓事众，谓情不一，谓用各殊。而先天则异也，亦生于无，既无矣，何以复言及之？则推本反始之谓也。生有其本，成有其始，无本不立，无始不达。此圣人讲义，必素于义之前，而明其自来。此亦有太极一章之大旨也。然太极亦已有矣。人非先天之纯者，盖由先天以入后天，自太极谓之本始耳。太极未动，浑元一气，此先天也。动而有阴阳，而两仪成，则以入后天，而为万有之母。母者生之根，亦可称为父或祖。谓先天独生，后天偶生，则出生者母也。其后始以父母同生，非父不生，非母不养。此义之必自乾坤开其端。干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父母既合，男女以生。此乾坤之下有六子也。干所生者三，坤所生者三。三则气尽，而数亦极，故以三为限。众三则天卦之三化者，出生之时，犹未合也。合则为六，故全亦各卦，皆六位。为干者半，为坤者半，亦如六子也。阳其阴偶，阳先阴后，故干上坤下，此生辰之序也。生辰之序，本于河图。天一生水，得六成之；地二生火，天七成之。是以合而同生，先阳而次阴，故出生者天也。天者乾也，父也。干之大始，则干有其始；坤作成物，则坤有其终。终始者，生辰之序，道之本末也。道故无形，而至后天，复于形以主宰之。此则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也。道之称阴阳，为后天生生之主，形而下之君也。亦即以乾坤当之，而存于卦之九五六二焉。干主九五，坤主六二，卦之主位，即凡生物之主宰，神之所存，精之所凝，后天之终，先天之真。此凡物事，不得失之。失之，则生绝而成败矣。生辰既息，乾坤亦亡。故乾坤者，义之门户，时以二五正位当之。宗主书数六，系辞中所谓是义教，不独为卜筮用，而卜筮亦系古人所视为最重大之事。国家政治，人事所不决者，皆资卜筮，以定其行止。吉凶生于动，不动则无吉凶可言。故凡国政，如军旅之事，祭祀之事，此其大者，所谓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则必先卜之，以决其吉凶，判其祸福。君民上下，均视卜筮为唯一决疑之道。盖神之意不可度，人之灵不能通，则假卜筮以讥焉。神灵者，天之主宰，无时不在，而其事义，喻于数，者于象。此义之为物，舍数向外，
无他存。象者卦爻也，数者九六也。卦爻变化无穷，不外一刚一柔，九六推移不进，不外一内一外。干助九，坤助六，此数之始也。阳为刚，阴为柔，此象之本也。推而治之，不胜其用矣。故谓数可治无量，而总括于一至十。天一地二天三的四天五的六天七的八天九的十，此象与数兼见者也。而发源于河图，变见于洛书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则神之道，因物而名，物不灵，而神以之灵，故用卜师归异物也。分师取数，着归见象，人乃因物以通神意，与义之象互相表里者也。故曰师圆而卦方，方以应地，圆以应天，此卜筮必兼备也。而义为卦爻者，由其一，以一名二，亦可得之。故辞赋于卦爻，卜用于义。卜义者，拈师可，用筹亦可，后人推广之，取金钱为代亦可，皆以物的象，以数名神者也。文王之卦重在变，凡占卜者必取其因。六爻三吉，以三爻为内，三爻为外，此阴阳之分，刚柔之别，而为进退之道，来往之机，不得外于六爻，亦不得乎其正阴。故二与五，卦之主，时间兵言，来者五为主，二为兵，往者二为主，五为兵，此不同也。五为全卦主，而失其正者，反退为兵，可见谓之不可失也。故进退之道，必是时位，时与位并，位当时宜，失位失时，强进则凶。故卜者必以时位为本，时位以定吉凶，吉凶以定动静，此义之最重要者。不吉则宜静守，吉则进取，此趋吉避凶之道，在顺天道利人道也。故吉凶毁令生乎动，不动则解。阴阳刚柔，皆以动变见其用，不动不变，其用不显。如天时，春温和者时也，寒冷则变也。变则利害随之，知其变而预防之，则保其利，免其害。此卜筮之所贵，在逆之来数耳。数往者顺，之来者逆，亦逆数也。逆者非逆天时也，乃知天时动变，不可顺行，乃反以求之，得其保全之方耳。逆与顺对，时之宜时顺之，时之否者逆之，是逆者迎其志，而避之也。必先探其本，溯其始，方知其来。不知往者，何以知来？往之过者，来必反甚。失其中者，偏于其极。如系物也，历始之东，其反也必西；历易之下，其反也必深。是失于往者，必人失于来；过于此者，必且过于彼。此天道无往不复，消息盈虚，相来往也。卜者必熟知之，知其以往，而测其将来，此即逆数之道。神故欲示其象矣。有未达者更卜之，卜之决疑，疑其未必然者，则卜于神。此卜之有发于心，有因于物，有猜于数，有失于时位者，然后用之，非遇事皆卜也。蒙卦曰：出世告，
再三读，读则不告，不告者，人不能以告神，神亦不以吉凶告人，此蒙也。谓人神相蒙，尚何事哉？故吉凶必决于时位，卜筮必本于诚一。诚一者，神道也。不诚则无以通其灵，不一则无以明其象。乱之与位，将何补哉？故圣人明义，在教人立其诚。至于一，卜筮之术虽众，而舍诚一，无可用也。宗主书数七，亦卦爻之为象，本于阳爻图、阴爻图及一阳一阴，乾坤之原象也。干之阳爻图、坤之阴爻图三化卦出于阳爻图与阴爻图之合成者，共八，故卦止于八，不得再有卦也。众之为六，六化卦亦由阳爻图、阴爻图组成，而本于三化之前三阳爻图、坤三阴爻图，其变止于64，故众卦亦64，不得再有卦也。阳爻图与阴爻图者，凡卦之源，即阳仪与阴仪也。加为三化，则以判天地之象，而为乾与坤，故称卦，不复称仪。此卦自太极生两仪，自两仪成乾坤，自乾坤变八卦，自八卦之众变成64卦。卦爻虽不同，其不能外于阳爻图、阴爻图者，则无异。故乾坤者，为卦之始，而有两仪生。两仪仅具单纯之阳爻图、阴爻图，无始终之分，上下之别，必合之为三化，始见出与中，中与外，其体既备，其用亦全。故三化卦者，易之本始。易者含三易，即易、不易、变易。三者，易止于三，其始谓不易，其中谓易，其末谓变易。不易者，先天所出谓合阴阳；易者，后天出成，以有生化。变易者，混先后天于一，而推其变，以气无尽，则全属生化之象矣。故三化之卦，以未言，分下中上，以时言，未出中中。中者太一之体，先天之真，其上下或出中者，亦属本始，亦属变化，而皆立于体焉。故中者永恒不变，而以喻万变。三化众之为六，亦有以三分，初二为下，三四为中，五上为上，以后天言。待天地人三才之象，初二地位，三四人位，五上天位，则凡卦皆如是分也。天高地卑，人在其中，人主万物，故能体天地之道，达生化之功，而不失其中者也。中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失中则本轻，将何以见其生化，成其德用哉？而在卦中者，亦必服于所自，或阳爻图，或阴爻图，非阴即阳，是即义之源，道之本，而寓于卦中者也。两仪既定，四象已分。四象者，即阴阳交合，而为匹配；即偶相生，而成变化也。故四象者，三化卦之前身，其位少于三化卦，而备于两仪，则以太少阴阳名之。太阳少阳，阳之属也；太阴少阴，阴之属也。阴阳既分，多寡自别，故太少之类以判。阳之大者曰太阳，小者曰少阳；阴之大者曰太阴，阴之小者曰少阴。
其实人不外一阴一阳，而由其所生所成，位类不一，故又分为二焉。天地如是，人物亦然。既有先生，自有后长。从阳者属于阳，从阴者属于阴。虽有四象之名，实为生成之序，非如卦之以具三位，兼备体用者也。阳由阳移而太阳少阳，统归于乾；阴由阴移而太阴少阴，统归于坤。故亦以乾坤代阳与阴，不及两仪四象，实则以纳于卦中矣。老氏所谓一生二，二生三者，两仪四象皆二之属，卦则三之属。众之为64卦，则三生万物之谓也。物虽万，而卦止于64，是亦以简喻繁难之意也。而守者于乾坤，乾以易之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之，简则易从。之属于神志，能见于行为。此后世之行分论之所本也。知之非奸，行之为奸。可见干者阳道亦明，坤者阴道亦变，而知之必有行以从之也。知不成用，行方见功。人道重实凭虚，故以实行为重。此亦教取人道利己，而必是诸所行也。行本于动，动见于变，故三四中爻，众变所由者也。而其之以计未计，9364，交际之道，利之皆也。6394，背驰之行，害之始也。人不外两仪之交错，四象之离合。得其道者必有功，失其行者必有咎。故圣人于此三至一焉。中爻者，天地之中，万物之本，名曰中行，或曰中道，为一切之所别也。刚柔服于正，则得其道；阴阳利其情，则成其灾。此凡卦必以是辨其吉凶毁令焉。三四既济，二五其正，则天地人道皆治矣。更何患乎不利哉？宗主书数8，袭人以讲义见天星，易卦地雷复曰：父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此与深觉圣人名义是交之旨。所谓天星者有二，一关于道，一关于术。道者不可见，而者于德，德以人为首，人以身为本。故传曰生生之谓义，生生不已。天地之德不穷，干主大生，生本于性情，成于功用。故前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用。利贞者性情也，元亨者功用也。元藏于中，亨者于表。利见其变，贞守其常。此生生大则，不可却也。何谓之人？则果实之人是也。果实之人，即人物之胎胚，生之本始，出成之象，阴阳之精，交合而后生，雌雄之情，互合而后育。故鸟之卵生，而必先有雄，无雄之卵，不能成雏。人之生也，父精母血，亦有鸟之卵。物之生也，雌蕊雄花，亦由人也，皆人也。人以为生生之源，则地雷复者，其被人乎？一阳出父，生机胎胚，其由胎卵乎？阳育于下，阴护于上。天地之和，初见其气，而未有形也。必至三阳交泰，生形始成，生物始出。故物生于春，春以人为德，生为用，合乎原也。
春元夏亨，秋立冬真，此一岁之令，天道之所见也。而首发于冬至。冬至者，日行至极，其气出回，故益阳生。日行于空，气阴于地，阳乃反在下。此包覆之机，自包而覆，必经坤之纯阳。9月未包，阳仅存于上。10月未坤，阳乃前行。11月复，一阳始生于下。天地之心始见于此者，明天道生生不已，不忍物之凋残尽也。冬至而春季之，包极而复阴之，岂非天道好生之心，永无尽哉？故易卦曰：父自道，不远父。夫子述之以称颜子，谓颜子3月不为人也。3月者，一季之日，而以秋冬之交，自9至11 3个月，谓最不仁，以其不生也。能于此3月不为其人，以畜其身，思得天心，而合天道。人由内存，无待于外者。体中之性，永通于天，即其象也。卦之纯乾，天之象也。父之一阳，干之性也。故人谓物小，而用莫可量。如果实之人，系物也，人多呼之。然欲言其种者，则必珍视之，谓其关乎身也。无人之果，不得续其身，是自绝也。天地不许物之绝，故果实必有人存。不以人生者，亦必使有其待人之体，由人之用者存，皆谓治其生生不已也。生生不已，天之道也，即天地之心，亦即生生之谓义。义以生生，则卦虽止于64，其用永无尽矣。所谓天数者，始于一，义者终也。五行之土，土为万物之母，河图天五生土，得时成之，时谓25，合之成时，时亦义也。故天数始于一，终于一，余得一人也。义之谓数不变，故凡数以一成者，其的数与原数同，以一除者，亦如之。此不变者，即义之不义也。不义愈义，不变愈变，变虽无尽，终归其本。亦生生不已之道也。生守于一，而终于一，其间千万，无改于一，则天数永长。忧，久无将之谓也。天以一事人，人以一合天，故人之修道，必本于一。一谓之中，中谓之诚，中宜不失，至诚不渝，而归于至善。善亦义也。有二则善恶并存，至善者至一，性之体也。在卦谓恒，恒者不变。雷风恒乃见天地之数焉。雷以明止于上，风以动于下。三阳在内，三阴在表。上谓两阴一阳，即地雷复之半；下谓两阳一阴，则地雷复之反。反为来，自复往者自恒来，而交易其上下，则来者往，往者来，复往恒来，巽往震来。干处于坤中，而得包于天外，此道之至妙，而寓于数焉。传曰恒以易得，得易则治，得治则道宁。此内功必循于一，以持其恒。虽瞬息万变，而中心不移；虽事物无常，而中亦不易。故恒自从心合艮，心艮于中，
更何变之患哉？故天心犹恒之，人心犹恒养。恒而益其上下，则为益；益之反为损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以成恒，宜其永存。故山则损，与则山咸同卦而异位。贤者无也，万有生于无，万数生于一。无者先天之真，一者后天之始。一之所自太极，极易也。太极者至易之象，浑圆无物，又无之象，动而后有生，其出尽也。传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信也。道也，信也，善也。义而已，恒而已，恒宜不改，生化不穷。故能见天心者，复与恒也。宗主书数九，杂卦传所示各卦之用，与说卦序卦传不同，则以杂卦之序以易，其交替代谢，以与周易书。如干刚坤柔，较周易之天尊的卑极有别。尊卑以位严，刚柔以德严。位重在上下，德重在圆周。如物也，位主立体，德主环形。立体见其规模，环形治其行动。是亦属于静，亦属于动，亦属于常，亦属于变。互参则尽其妙，分解各有其用矣。而其下最观人情者，则灵与官对举，灵官之意，或与或求，此名人情所不能无者，与求也。灵上坤下兑，官上巽下坤，皆四阴二阳，而灵阳在下，其势正盛，如物之常，故曰灵。大也。官则阳在上，其道将穷，如物之衰落，故曰官。官臣也。比之于人，则灵有负厚之象，官有清高之情。阳在下能生养，故富有；阳在上位高明，故清高。日月中天，无为不照，官之道也。阳和出地，无物不生，灵之象也。天既以灵生之矣，则当推天之心以会物，故以与。天既以官明照之矣，则宜因天之道以复物，故宜求。求者有求于物，以其不足故有求。与者分与于事物，以其有余故多与。由人之富有，则宜推施济之心；人处清贫，则恒抱甘求之志。此天道也。人亦如之。当与不与，谓之令。令则必受其害。当求不求，谓之悔。悔则自疑其忧。此与与求，皆自干见之。灵九二在内，干之得失朴也；官九五在外，干之大人造也。天道者贵则不富，富则不贵。九二在下，富有而能施与之象；九五在上，尊高而必为求之象。故天子无私产，必取真于民；臣庶有私财，必公富于上。此灵之与官，与之与求，道合天地，情通人物者也。备之者灾殃必生，推而言之，皆是人也。而贫富各异，非天之不平，乃物之不齐。为人道能平之其之，故妇人应时畜贫者，有余之财。天正欲假之以济时之穷，故亦以太见其止去焉。太之交泰，正在剖多益卦，无贫不卑，无往不富，不过亦无不及。多益与少，富益与贫，
故六四爻偏偏不复以其灵，亦言清高者，风度翩翩，而不复亦无害，以其灵有妇人也。小处之妇以其灵正同此意。灵之妇，即足祭灵之平，故古人重在救灾续灵，何不言续难？而曰续灵，以灵尽也。尽则清，尽之不续。遑论远者，习贤有云：近者不亲，不敢求远。周公曰：不持其亲，皆续灵之意也。近而不续，徒言博施，此物民之善，虽善无足取，而祸生肘腋，性起消强，害且不免，更惜福利哉？此求与之情，故观天道，而续灵之意，犹洽人情者也。灵之与观，皆有所偏，故不免于与或求，唯太卦以平均矣。夫子曰：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均平之道，大矣哉！宗主书数十，灵观之意，求与分明。而曰或与或求者，以灵重与，与中有求，观重求，求中有与，原为因果。如损与益卦，损下益上为损，损上益下为益，是益中有损，损中有益，原相通也。损益两卦，益以巽对上下位变，与灵观同。山则损，则与的则灵通下卦；风雷益，则与风的观同上卦。是灵之用，通乎损；观之用，通乎益。损有与也，益有求也。与人以物，在与者自谓损；求人之财，在受者自谓益。此一义也。而与人虽损其物，却益其德，是损而益也。益人虽谓之惠，而受者或伤其廉，是益而损也。故灵观之用，或与或求，正与损益同道，不过灵以与，而观可求。在下之富以自损，在高之平以有益。天道故以明示之矣，各尽其道以济之乎？此义之旨，人不外交泰之意，即济之功而已。宗主书数11。64卦之用，无不本于乾坤。干主阳而其用刚，坤主阴而其用柔。故得乾者，阳刚之道；得坤者，阴柔之情。道以信言，情以物者，如杂卦传比月师忧，皆本乎坤，而重夫情，忧与乐。情之最易见者也。中庸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，此性道之真也。乃其既发则属于情物，而喜亦乐也；怒与哀犹忧也。是七情可以喜乐两皆括之，而在亦可以施比两卦明之。施与比者，均由坤变，上坤下坎为施，上坎下坤为比。坎离阳卦，而后天代履坤位，河图天意生水，得六成之。天地生成初见者，即坎为水之象，阳在显中，于亦未现，故坎象阴现。亦如水之流于洼泽，诸于深渊，其地下陷，其德藏显。小者如井，大者如阳，皆同具此用，故推为陷井之用，险塞之功。国设险以护其疆，家设险以葬其父。此用之得当足以保安。如设井以陷禽兽，设计以害人物，则利之所在，祸亦随之。此用之不当，反亦招有假祸也。施比二卦皆以坎合坤，
坤敬顺而坎显现，坤安贞而坎侵害，是相反也。而何以比月失忧？情各不同，则以卦之本末，行之进退变之。失以坎在内，内因外顺，内兼外急，如内多忧于，而外事无事者，故失未忧。92在下，刚居柔正，忽于柔而进于刚愎，此宜其多忧矣。若水的比，则反是，水在外，的在下，内安静而外险阻，中贞固而表慎防，则中心无疑惧之情，而遇事有预备之道。95在外，得其正位，以临天下，莫不服从。此宜其多乐而不履于为，克安而不害于己，故彼之为乐，情所使然，而弗魁于性道也。若以性道言，则两者之用相反而相成，失之忧，正以保其安全，此之乐；反以至于败乱，则由人情易过，不能如中庸发而终结，则失其和。失和者尽于思，思之与和，所差异间，正己以中，持公皆物，则不过。即和也。论语曰：和无寡，为其不和，则急于思，而成一党一派之争，则群下朋比以欺其上，此彼之得名。有五因朋比于下，95孤立于上，君无贤辅，下臣朋党，此乱之阶，则乐反生悲矣。失卦亦然，以其多忧，则处心积虑，务求其安，见于时世间为，介于内外领伍，则愤免图存，不敢自抑。在下之贤者，出以率众，众乃从之。如军旅之师，必有师也；如学校之师，必有尊也。尊师而后教行，有师而后兵强。命令无二，行动至一，则万众之心，其于一人；天下之事，正于一身。此92在下，能虑有众，以听于上，而保其邦国，安其民物，故失之忧，反以成其道。所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者，失彼之谓也。故圣贤在位，先求无益，终日兢兢业业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戒之恤之，卧薪尝胆，以其保其社稷，安其人民，皆谓于彼之乐，而至于失之忧也。易卦与失彼相类者，上有谦豫二卦，谦以劳谦为吉，豫以抑郁为防。故能谦者，尊而光；知喻者，戒于待；信誉而忘于备。亦有彼之乐而荒淫，因谦而尽其劳；亦由失之忧而振奋，则以谦与喻，亦以坤用为基。坤和更为谦，和正则喻，皆情之所发。得其正则吉，失其中则凶。故比与失，乐与忧，非一定不义者也。由于彼之乐而忘其害，则乐足为忧；由于失之忧，而知所惧，则忧足成乐。此坤之志在臣前也。前以朝干细替，自强不息，使臣其刚，以大其道。彼之与失，所以义者，必远于前，而失近也。谦与喻亦如之，更善之止，故能自反，正好升腾，故亦失足。此动静易得，行止殊方。君子必先止而后行，内静而外动，思于远，而守其耳。
至于大，而胜其细，不随众以迷，则独立不居，不逐物以驰，而中心永臧。故下无朋比之行，外无阿父之志，出有干替之戒，守有安贞之心。此虽时事或非，而无形有素，欲何或困，而我心自殊，则亦教所示人者，正在本乾坤之道，悉刚柔之用矣耳。宗主书数12，杂卦传所示卦用，亦有与说卦传同者，以其次序相同，功用不异，故互参更可证明卦之本意。周易乾坤之后，即为屯蒙。杂卦传屯蒙，则宜在彼失灵官之次。易卦屯为男生，蒙为蒙昧，往来之象，皆万物出生之情。杂卦传则曰：屯见而不失其居，蒙杂而者，则周易以物言，杂卦以事言，是物原相该也。屯见者出见之象，显也；蒙杂者混乱之象，不分明也。而屯则不失其居，是不动也。蒙之者，则又有动作之机矣。故屯如物之身，出现其形，不异其地；蒙月分居之际，可显其情。由卦象言，屯为水雷河，蒙为山水河，亦如比喻师，以水先得天地生成，故乾坤之后，即皆言之。而周易主静中生动，水故以见生成之功，雷山更合动养之用。雷动而山止，是屯之用，重在动；蒙之用，重在止。与比师二卦略别者，比以水上于地，师则地中有水，坤静而坎动，得止而水流，则师有如蒙，比有如屯。雷出水而登于天，气之生也，即物之生，推之为事之启发，情之动作，皆本夫气也。山止而泉流，山下出泉，止中之动，与师之地中之水，亦由山下之泉。言水者泛指诸水，言泉者专指地中之泉，泉亦水也。而必自暗出明，由内达外。若湖池所蓄，沟渎所处，不得明泉，以其来可知，去可见，无所隐藏，则无明与昧之别，蒙谓草昧之事。正如泉之由暗流明，其源何从，其流何往，不可确定，故曰蒙。蒙蔽也，有所蔽而不甚分明。如泉在山下，流出必非一派，又非如沟井之水，所流亦见，所行亦知。泉故多清，亦有泽者；泉故多寒，亦有温者。井卦井列寒泉，则可见泉之性，已非一类，故曰蒙杂。言杂处于山中，非如江河之汇流，非如湖海之聚处，故曰杂。言其来源不一也。而曰者，杂则不着，分则难明。然泉既自山流出，则以由分而明，由杂而者矣。故聚于后，亦若失，而乱于出，则谓蒙矣。彼之人也，蒙同之时，知是混沌，是昧也。既成同矣，父兄之教，师保之训，以益其心志，开其毛塞，则又明于一切，得其归趋，是谓之者矣。故蒙与师相关，师教之，则蒙者不蒙，昧者不昧。故杂卦之意，与说卦之旨正通。以卦言，
震动而为阳之出常，其势迅奋，其志飞腾，在坎水之下，坎未显现，而阻其进，故有难生之情。而阳之上，与九五阶，其行至绝，则屯之为动可知。而杂卦传曰：屯见而不失其居，居有止也；动而不失所止，是动中有静。亦如得水比，水流而得静，护志以成其德，以其动而不溢出，故其静也区区。此屯之能不失其居，谓其有守，而不远于所事。一阳在下，本始之道存焉，因其中动外阻，则虽见而不变其本始，见止其至深。深者如草木之芽，必曲者以舒展，非一土即长者也。越深越缓，缓以至其燥，正燥卦也。象雷之行，不有治之，将何所止？故屯之能止，为正艮往来之用矣。正反为艮，艮善止，由进言为正，由反言为艮，此一卦而颠倒之耳。屯不失其居，由于正之反，艮则蒙之者，即由艮之反正，蒙本艮在上，内陷而外止，止而陷将何者哉？者也者，者其动作也。蒙蔽而暗昧，不义者其动作，故曰蒙。而传称者，正以其艮止反为正动耳。艮既为正，止反为动，则虽杂乱不可辨，而其行反分明，是指中有形，阳在外，失其本始，则顺以动，而静无疆，不守其故居矣。故蒙之功，重去其久，而谋其心，开其闭，而急于光明，去其塞，而成其亨通。此蒙之须于教养者多矣。教之养之，使得其正，则静而有成；行而益善，则蒙者不蒙，昧者不昧。岂非造物之功乎？愚人岂非师父之意乎？以屯与蒙往来，屯往蒙来，往为难生，来则善育，互为生成之道，尽其化育之功。此两卦之意，于说杂传中皆同，唯其辞各有之耳。以此正比，乃弘其用，不可逆而失之。宗主书数13，乾坤二卦，为64卦之母。无论何卦，不能离乾坤，则9与6爻是也。9为干之数，6为坤之数。是阳爻者皆称9，皆干所出；阴爻者皆称6，皆坤所出。而乾坤不明，以9、6代之，此即所谓简易者也。干之易之，坤以简能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谓乎其中矣。此系辞之文，证明是各卦成谓之由，即在9、6，亦即乾坤易简之意。易简能得天下之理，即能扩天下之数。理数者，表里之谓也。理在中，而数在外。知其外，得其中，故知爻之为9为6，即知理之为阳为阴。理者条理，理出于性，成于命，见于情，者于物。性命得其理，物情分其数。所谓分阴分阳，选用刚柔者，此之谓也。阴与阳，天下之至道；柔与刚，天下之至情。故理指阴阳之道，数名刚柔之情。成之者，性也；者之者，物也。
由之而有的者，德也；虑之而有成者，业也。皆不外乎乾坤，皆不离乎九六。此九六之数，包天下万物万事而有余矣。九六之外，则是其位。位也者，卦之体也。自出至上，六位成章，此即所谓天下之理德，而成位乎其中者也。谓之与理，亦有体与用。体存而用变，体义而用疏。出二三四五上六者，位也，亦数也。而与九六之数别，九六是所受于乾坤者，而定其名位之数，则凡卦皆如是，不问其为阴或阳也。然亦自有其阴阳，则奇偶之意也。出三五者，其也，阳也；二四上者，偶也，阴也。阳者三，阴者三，亦合于刚柔之德者也。再加以九六之爻，可知其过与不及矣。故阳爻阳位过于刚，阴爻阴位不及于阴，皆失其中，斯见其害。故必取于阴。阴者六位相应，此众卦之相合，必有否也。上下各三爻，而是所应。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皆异其一偶，交相否也。再合其九六，则明其得失强弱焉。如太与否，乾坤各半，刚柔相当，而太则互交，否则皆悖。如既未既，坎离各半，阴阳相对，而既既有既，未既相阻，此则爻位之意。亦以阳与阴之时位变之。交既者，得夫时，当其位；反之者，失其时，离其位。此即凶利害所由分也。明乎此，斯明乾坤易简之意矣。乾坤为易之门，而各卦由此出入。吉凶祸福者，即所由之道，有正邪也。升降者，阴阳之道；来往者，卦爻之机。卦皆自下上，而阳道升，阴道降。卦皆有内外，而内卦往，外卦来，来与往为循环，升与降为消息。周易各卦，一卦自有往来，两卦亦成往来，合之四卦或八卦或16卦，复谓亦往来，皆本乎天地之数，无往不复也。天之道，无升不降也。一则由日月见之，一则由岁时知之。日往月来，冬升西降，寒往暑来，秋杀春生，无不循环，无不消息。人物生于其间，长于其处，亦不得已之也。故一荣一脆，物固者兴，一壮一衰，人老者死。如其数不可易也，亦以象之，则知其情状，明其原因矣。精气未物，游魂未变，故人之于气不灭，而鬼神已存；性之真灵不泯，而仙佛已正。此道也。本乎太极之先而上之，原始反中，以归于无极。修持之绝，所由传也。生之者，必有杀之者；长之者，必有衰之者。气使之然，而形随之者，形也者，物之生；气也者，天之载。形气合而生见，形气分而物化。故逐于造化者，无逃于造化之术；明于性命者可，夺于造化之门。不由此门，则不逢其害；不遵此道，则恒益其行。
故修道者置身物外，运神太虚，不存于六位之中，不安于六合之内。此仙佛之真超乎象也。亦自乾坤始，乾坤既具，天地乃分，则在其中者，不得逃于其门也。故圣人世上至之大道，溯源太极位在乾坤之先也。自太极而分两仪，而为四象，而成八卦皆有矣，皆后天生化之象也。为反以求之，有有而无，有无而虚，方脱乎循环之圈，超乎形气之外。然其亦言哉？不有苦修，何来真道？不经大会，何成大觉？此仙佛教人千万言而不可尽也。越高越难知，越为越不测，谓其极深言己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世人图见其然，而忘其所以然，则茫茫焉以生，从从焉以死。又何知天地之外，六合之余，果何有乎？故得业者，渡人之舟，登岸则弃之矣。夫利者，载人之渔，治家则治之矣。亦称乾坤易简，仅止于贤人之德业。不及圣神者，其意志可生谓矣。有亲者不失其亲，有功者不废其功，则可大可久者，皆人间之所是矣。虽推其极，同于天地，比于乾坤，亦为循乎变化，要其始终而已。何以与于仙佛哉？故亦教示其门而已。由此门而进乎？见此门而退乎？则在乎人。所谓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者，指行而上之道也。然亦故尽其能事，是其典要矣。各卦爻中有超乎象者，圣人亦言之矣。人不知察，则将西游。干支六龙，皆足成以御天。至用九，则群龙无首，天之极也。果生言此理，即知乾坤之运。故今粗备具，形神两存者矣。何哉？一上一下，一进一反而已。圣人恐人犹未达也。特于系辞皆出太极极行而上各章，其免人于修者，亦至矣哉！宗主书数14，性命受于天，即天地之中也。刘子曰：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，则性命之源可知矣。中庸守节，即曰天何之谓性？有可证性命自天所受，天无可言。强名之曰道，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信也。义教所示，恰与上说表里。谓义则溯其源，义则就其成。义如往来，上而下，下而上也。继道为善，成道为性。性命原无不善，故大学之道止于至善。善之与性，善以用言，性以体言，义以贯之。中业，中业者，太极之本存，动而生阴阳。故太极无动，则无名。性之本亦无名，动而生喜怒哀乐。此中之用以见于物者于事，物事之所感者，亦即阴与阳也。必中其节，互相环抱，互相牵制，而后不过。此即中节。即和也。和之与中，亦有体用。中则无名，和则有象。故性生情，情感于物者于事，非物事之所为，乃心之观之所处也。故性静而情动。礼曰人生而静，
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至而知之，而后好恶生焉。此一传所谓仁者见之谓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仁与智者，性之德也，而成于智慧也。智慧之比物类事而尽其用也，故之不属于性，而出于情。先天知之，谓之灵，或曰慧，以其不平于物，不发于事，而自明也。此性之光，后天永不得显。果有显者，必诚然无物，精然无味。浑元太极之象，即中也。中有其名，不假于耳目，不用其心智。此先天之真，超乎人智之上矣。人智自性出，而非性；自情见而非情。情亦动于邪，有之以辨之，有人智以正之。斯常保其中和，而不逊于物欲矣。故性也，天也道也，形而上也，情也物也事也，形而下也。处其中者，人与智也。还反于始者，太极之光，无动者也。动则非其就矣。故为善得以归于原，反其性，道义而上下行。人之修道者，务求其上，此逆也。义者逆数，逆者盈而归之，非背道也。阴阳万变，盈而归之，则人还于一。太极也，太极永存。何物不明？何事不知？谓其先天之灵慧，不可量也。宗主书数15。义道以神行分两大类。神也者，不可见，不可知，不可测。亦曰阴阳不测之谓神，又曰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与于此？神之为象难明，而其德则可见。神之德，即由天之命，大道不可见，而命数则可验。故神与形，亦隐亦显。隐者以显明，鬼神之为德。经书多言及之，皆源于义。亦曰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精气隐而为物，则显矣；游魂隐而为变，则显矣。故神无方，而义无体，谓神之无在无不在也。神之无处不至，无时不隔者，正以其隐。隐则无志于物，无碍于方，彼之气然。气上有轻浊轻重精粗纯杂之分，神则义也。故曰神者，聪明正直而义者也。正直者，神之德；聪明者，神之知；而义者，神之精妙通乎天也。无高下，无远近，唯感思通，惟诚以灵。中庸曰：至诚如神。至诚者，由至义也。义则不二，不二则不分，不分则不至于物，不居于方。此义之体，义所谓太极也。太极者，太义也。至一不二，必动而后分两仪。神之至一，必感而后通天下之故。最义则最精，无不可入；至义则至大，无不可包。故通天下之故，莫之逆也。义何以必素本于神哉？其果如观卦，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推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以之言，乃尊神以立教哉？非也。盖天地有其本始，人物有其祖先。生生之源，自神出，则太极之先也。太极之先，天地未见，所有为神。神无形，而居无方，故太极之先，无天地也。
而天地由兹出，人物由兹生，则溯其本始，为尊乎神。尊者尊其身也，尊所自身且推而上之，尊人类所自身，尊天地所自身。故在太极以下尊天，太极以上尊神。神异而其德不可量，故至尊之神太乙及太一，亦太极之主宰，无极之真宰。始终乎道，包罗乎气，则形而上者，神之体；形而下者，神之用。神用无极，故至细之物，有神主之；至微之事，有神思之。非神乐谓之也，其生生之源，不可断耳。故物物有太极，事事有至中，在其中央，统御一切，无时不至，无方不临。此则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者也。人之生也，神藏于心，先天之性命，心之灵之，神所主也。上通于脑，下系于肾，则三宝之和，精气与神来往之道。故上接于天灵，旁通于物灵，而在后天，七情乱之，灵乃日浊，知乃日昏。此人生恒情，而不悟者众矣。故圣人以神道设教，将以启迪之，匡正之，彼充其故有灵之，而曰其物欲情事，情事与灵之，亦属后天，亦属先天，判然两途，实相妨扰。故灵之日泯者，行上之道日亡，则去天远而居地近，久则越陷越深，深堕地狱，不可复拔，皆情欲之害，而罪恶之所为也。修持之事，慎宜戒之。宗主书数16，四传最重要者，即系辞上下篇，原分10章，后人因颠倒错乱，章节全失，无从整理，遂会为上下篇。实则上篇中有下篇词，下篇中有上篇词，语气不接，文意难贯，兹记正事，即以改正。唯以残脱者，或加补正，或略修改，以符原来之旨。不过不欲过为更易，有其后人之疑耳。其校正之方，应按原本逐节讲明。如全节无讹者，人其旧而异其次序；如一节中有忏他节文者，则宜分别，重定编其次序。故校时颇费事耳。大抵一节一节先念，念后由谈批明，应在前或后，似宜改之后，再形成谈校定，应一次校正，恐有疏脱也。在原本有出于宣圣所示者，类家子曰：有属文王周公之仪者，则无之。然宣圣亦少数文周之仪，而引申其意者，读之不必强分为孰作也。本来孔门十义之说，传之者，商渠氏，至秦汉以后，始分多家，如今房费氏之类。虽出于儒，而杂于道，及诸子百家之言，因周太时称伪之说风行，其旦之谈日起，遂不免附会于义，以神其辞者，则战验之说，所自心也。然义道不废战验。关于左传国语国策所述，即可知之。战验之术，即本于系辞以诗为补，而其数则自天一地2，至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诸语，人不外河图洛书之文，图书之术，实易经言数之始，亦古代言数之源。
天亦生水，是谓数之始生。一与二阴，即阳与阴符之象，阳其阴偶，亦为其二位于奇偶合而变化出，此即天地生成之本数，亦即老氏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之说也。三者奇偶既合，而变化以后所具之数三亦其也。奇偶合人为奇，故阳长于阴。若两偶合，则人为偶，以阴偶属，不能统阳也。然两其合反为偶，则阳之至反为阴，此阳能出阴，而阴不得阳，不能生阳也。故得中天一地二之数，不独言数，实观天地生成变化之力。凡其皆阳，皆天数；凡偶皆阴，皆的数。而大衍之50，偶也，而只用49，则其也。偶者以变化之数，用其则中反于始，得顺承天，由此可悟修持之道焉。由行入神，由命归性，皆50而用49之道也。49者77之成数，天道7日来复，则49亦还于天之行，而50则合络中数也。中央为土的之数，5与10，5与10圣之所得也。可见物生于地，终归于天，用与体不同也。不同者异数，亦即天之原生数，此数永存，恒久不变，此道家报义之说所本也。易经正式，系辞传，总数系辞大志，宣圣讲义。系辞者，系于义之辞也。义有象有辞，象是其数，辞明其义。得夫象者，不及辞，不得于象，则求于辞，辞以明义，非谓圣人之义也。圣人以作卦矣，义在象中，而象有所现，故名卦名爻。卦以卦之，爻以效之，皆具义以盖百，指义以包余。而人不知尽之，则有是夫辞。辞以尽卦爻之意云耳。辞自卦爻出，则经中彖象文言之所谓也。而系辞则又系于彖象文言之辞，以其系也。不称经，而曰传。传者，传经者也。经中文辞，或详或略，或多或寡，以其于时，不必详则略之，不必多则寡之。而周易文王作也，时丁纣王暴政虐民，心非而口难说，乃委曲及卦爻以示其意，则有宜详者亦略焉，宜多者亦寡焉，以明者保身，言文假货，所必审也。辞不能尽其意，而亦不克达其用，故周公补之。周公得诸口授，揣诸心运者，申之以己见，参之以旧闻，故象辞较明显者，皆其作数也。而有谓权者，丘窃取其意而被谓之辞，此系辞之由来。盖本诸文周，而促成于丘，所少数者，夏商之夷，古义之意，重演其意，推广其言，以其有弊于义耳。义者义也，犹不义以变义，此一生二，二生三之道与数所者，故以义名，而自太极始。然太极不在卦爻内，则易经中无其名。经无其名，传述其本，故素易之始，不得不自太极。易者言数者也，数虽见于卦爻之位，称呼九六之名，而其所先，谓之详也。易数之先，河图也，洛书也，
今不及河洛，传则追溯之。是传之有弊于今也。为其制度有疏，体裁不类，则今不载，而志为传；今不详，而系以辞。此系辞传者，义之于义，卦象之详解，而辞文之序也。系辞之文颇多，今已失其半矣。原本首节前，尚有数节，系数义之所示。今仅存后亦有太极一节，若移之于首，则文气不合，以首有事故二字，原承前节而来者也。苟更为之补出，则尚须录及以前数节，兹拟旧所存者，顺其次序，约为章节。其已确者，可于讲义中补述其意，而不加其文，则较易于正视耳。原文上传与下传两首节，本连贯为一章，竟错作两传之始，是亦使读者有难通会之处，以皆总是大旨也。译之为书各节，即叙事易经作者之心，而追溯圣人志义之大。其关于明天道者，明鬼神者，明卜筮者，明政治文教者，明性命者，明用力者，明得失人事者，明为时卦得者，各有分类，亦各言述与溯源，不相混也。易之有彖象，有卦爻，即为易之体用所存；有吉凶，有悔令，则为易之得用所在；有时位，有应变，则为易之常变所分；有趋避，有顺逆，则为易之人道所重。故易者天人合道，十位兼备，三才济聚，六位周流，有阴与阳，以定其刚柔生成之权；有往与复，以辨其进退脏否之道；有人以常之，义以治之，礼以齐之，信以易之；有元以先之，亨以通之，利以继之，贞以正之。是以有道以大之化之，有德以归之犯之，有类以别之，有辩以达之，则无用不疑，无形不脏，则天者亦无为，神者亦无忌，显者无漏，隐者无藏，皆归于中，抵于和，主于情性，成于道德矣。故系辞者，言文之精，义教之宗，不可不读者也。第一章，第一节，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德成形，变化见矣。宣圣讲义。此系第一章提纲，以明易卦设象之纲要，立辞之大旨，而见周易成规，有一夫前易者也。盖古代易，本有三种，今犹存汉魏丛书中，易连山易，艮未首，易归藏易，坤未首，易乾坤易。乾未首，文王所仿者，即干首坤次之意，故系辞首是其要。干为天，坤为地，干上坤下，故曰天尊的卑。乾坤定矣。定者定其位，位者八卦方位。干上坤下，原系伏羲氏所作八卦方位，而传至文王，使更创立离南坎北方位之序。后人以此称前者为先天卦位，后者为后天卦位。实则无先后天，乃正变立耳。先天者正立，后天者变立。文王推伏羲之变，而为势利，
名义之为义，包各变异，不变不为义。变越多，义越妙，用越神，故一变而伏羲方位，成文王方位，变其序，而名未改；变其位，而德不异；变其用，而体仍存。故文王八卦方位，虽以离坎代乾坤，而64卦次序，仍以乾坤观诸卦。此用变而体不变也。体不变者，一生于一，一生于无。无极而太极，无极不可说，太极可说，而不可分。太极生两仪，始由一分二，故一之先，不在一中，故曰一无体。无体者，卦不得列其体耳。体不变，则不得名义。以义者变义也，变义者生之又生，故曰生生之谓义。由父生子，子生孙，生生不已，方谓之义。而义原本于义也。义者极也，极者终也，终极者，道之主宰。推而下之，谓之天地；肃而上之，谓之太一。故礼曰：夫礼必本于太一，分而为天地。故就义言义，当自天地始。盖天地已分，万有以具之象也。天地既为其常，则言方位，亦以天地为主。天尊的卑，不独服役卦位如是，文王卦位亦当如是。而关于宇宙自然之象，故亦当如是也。天地既定位矣，则义之谓亦定。义之谓虽有变例，而其原来之谓不异。是以文王64卦之序，人守乾坤，亦如上士乾坤义。干向天，坤向地，凡独义者无不知之。而周易之守乾坤，不以离坎始，与八卦方位有殊，其中奥窍，人多不知。故系辞特接之曰：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盖天居高而自尊，的居下而自卑，此宇宙不义者也。不义者，所以主宰其变异者。乾坤既定于上下，则各卦皆由乾坤生，故一定字，名其为位而不可移。虽以后亦未有移之者，谓之变例则可，谓之亦定例不可也。乾坤者义之主，如一国之君后，君后之位，不可失也。失位则国乱，失乾坤之位，则义道混沌矣。故周易自乾坤开其端，亦如伏羲也。方位虽殊，定位不乱，此系辞首一句，盖是其要义矣。不然既称周易，胡不以离坎位哉？离坎故是代履乾坤之位，而不可称为定位。以君后之位，虽可假于辅弼处二，以摄行其政，监理其国，而不得视为及君后也。故乾坤定位，实由天尊的卑自然之象来，互卦的天交泰的反居天上，以成交福之用，此其德也，而非定位。若天地否者，方谓定位，而以其德用，否格不通，反失于生生之道，是谓与时之异，正与变之分，而体用之不一也。亦故众变异，况在后天者乎？故乾坤定于上下，乃天地自然之序，由此以往则变矣，变则反其序矣，异其位矣。故离南坎北，而乾坤居于四隅，干下坤上，而天地成为交泰，此卦用不可尽也。
而系辞则溯其源，反其本，本源不失，得用思招，故曰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卑者的也，而在先；高者天也，而在后。是即的天交易之象也。不然乎不曰高卑，而曰卑高哉？且臣者，言如军伍之阵，必参伍相错，行列相交，有序而不分，有法而不治。在前者，或后之；在左者，或右之。进退有度，行止有节，则可见其贵贱矣。贵贱者，有主与从，上与下，由木之根与叶，水之源与流。贵者尊，则寡而统众；贱者卑，则众而奉寡。此贵贱由于其位变之，而彼位自，则异乎定位也。定位不移，此谓恒矣。盖换言之，即贵贱由资别耳。卑者且上，高者且下，则贵者自贵，而不以贵骄之；贱者自贱，而不以贱辱己。皆变于位焉，其余等焉，而不可乱矣。动静亦无碍矣。盖交服者，有其常道；升降者，有其常数。故曰动静有常。动者阳而静者阴，阳刚而阴柔，阳与阴既明，刚与柔乃绝。断者绝也，亦辨别之意。故曰刚柔断矣。贵贱以位言，动静以行言，刚柔以德言，而皆始于阴与阳。阳贵而阴贱，阳动而阴静，阳刚而阴柔。推之阳升而阴降，阳高而阴卑，皆以乾坤为本。干阳也，坤阴也。理所谓转而为阴阳者，即天地也。天阳之基也，的阴之基也。斯二者两仪之象，而生于太极。故一者以太极所生所变所分转者，则在先天也，后天也，伏羲也，文王也。何非同出而异名乎？同者不异，异者谓之异。异以不异，不异以异，则异之大纲要也。故常者与变对，有常即有变；断者与异殊，有断即有异矣。异同而断异，长久而变速，系体思义，自明系辞之所至。方以类聚二句，数义之为类位别，亦由前贵贱之位，刚柔之德，各不混也。总括之，皆阴阳所生，阴有其类，阳有其群，亦非一二物与事也。越分越重，越深越繁，生生不已，则义之为类位群者，亦日见其多。而德之为刚为柔，性之为阴为阳者，自日见其象矣。义道不可量，而有位以辨之；义用不可穷，而有方以别之。义之为象，不可尽举，而有物事以包纳之；义之为名，不可备数，而有数度以统计之。故自天地既分，阴阳既判，卑高既异，动静既殊，则谓名者有其称，谓象者有所指，谓德者有可数，谓用者有能知，则皆如列之以方，序之以次，纳之以等级，齐之以规范，而无不明矣。方者天地之所定，谓日月之所循行，名有东南西北，四正四余，谓之八方，而非一定不异者也。盖由方定位判之，如在东向西历者，亦夫由南向北者矣。
以天地言故有定，以人物言则无方。言方而执一者，将不能通义之得用矣。然方虽无定而类可有记，则在一方者，必其类也。方之赤道尽者，气候必热；为物者亦皆其地宜生。如寒带尽者，气候必寒；为物亦必皆其地宜生者，温带亦然。虽所生物多于寒热带，而其为类自明，宜其地则不良于生长矣。故类以方位居，天之道也，德之宜也。而物之以群分者，亦由是焉。祥者所共生共存，相得相爱者也。如陆地居者，必乐于陆；水中居者，必乐于水。水陆者的之意，而物亦以群分属焉。是物之生，情性使然，未可强也。方有其象，物有其群。方与类者，相生相至，而各有其情；相爱相仇，而各有其志。则所好者所恶者由是变焉。故吉凶生矣。好恶出于情欲，吉凶明于实用。此义之道越变越分，而各有其去何矣。盖莫不怨于阴阳焉。阴在好静而悦柔，阳者好动而目刚，则所恶者，及其所反；所仇者，及其所及。如人之有善恶也，物之有良有也，气之有成与也，事之有正邪也。各视其事，而非其非，则皆谓类聚，谓群分。非其类者不得尽之，非其群者相与聚之。故爱仇相因，生杀相应。天之有寒暑，德之有高洼，其事也。术之所成，理之所至，而莫可易也。故吉凶由此生。好之者吉，恶之者凶。爱之者成其吉，仇之者成其凶。皆相反相贼，不得止之。此由二气而生五行之始矣。二气者异而已，五行则相生相至；二气者变而已，五行则相好相仇。故水木火土金相合，水火金木土相贼。合者吉，贼者凶。不得其情则疑，疑则忌，忌则恨，恨则仇杀之心生。苟反是者，其情相近，其志相投，其行相亲，其所谓相慕，则类也，群也，痛也。同则谓吉，否则类谓非类。群为难群，则异也；异则谓凶。不必求其果，但审其因；不必见诸行，但明其志。此吉凶之生，非时非位，而莫达于时位；非数而时成于数，非道而分于道。盖自两仪计判，有其一必具其二，有善思有恶，有爱思有仇，不可免矣。而德不孤，行不独，故曰类聚，曰群分。以在两仪后，偶而后生成也。偶者阴也，阳众亦偶也，则反偶者非阴即过阳，过阳由阴，过阴由阳。故干上九亢龙有悔，阳之过也；坤上六阴移于阳，阴之过也。过则反其类矣。故吉凶生于异同，成于过反。而道贵德中，中则元吉，元吉至吉，无不吉矣。吉与凶对，元吉无对，则由至善，至善无恶，此性也。性至善而道元吉，故圣人不择乎行而下也。
夫物有象有形，而数有生有化。此天地既定之后，所可见者，所可言者，天地者亦有其象数，有其生化矣。而最明者，天之日月星辰，风云雷雨，地之水陆山河，木石动植，皆是也。而皆有其常与变焉。常者谓之季度，变者谓之运数。季度者变而有常，运数者常而有变。盖星移斗转，岁时寒暑，天之变也，而有常。蓝烟潮汐，高洼疏湿，地之变也，而亦有定。定于位者变于时，常于道者变于用。故日月者升降待明，风雷者震落来往，山河者滞留分明，卑洼者高下流停，皆变而有其数，常而不失其用。在天有其象，则万物亦象之；在地成其形，则万类者亦行之。此义之为义，以喻于卦与爻中，而其变化，由各爻可见之矣。卦有阴阳，爻有刚柔，数有奇偶，形有升降，列有时位，序有主宾。三吉定其刚，六位敏其行，十位主其德，消息变其情。故生也有其象，成也有其形，出也见其化，终也见其变。是所谓义与天地准者也。天地尚可由义见其变化，况其下者乎？故义者象形之事，象该乎数，形该乎道。形象者道数之别名，名乎道数，即知其变化矣。宗主父主，系辞首节，天尊的卑，即指先天八卦方位而言。尊卑对举，乾坤分位，非天在地上，乃天包的外。以尊者广大之辞，卑者爱细之辞。由天地分立以来，乾坤自太极出，两仪始判，无所谓尊卑也。后以渐化渐分，天者轻轻，地者重浊。轻则生阳而凌空，所包者广；浊则凝固而坚定，所成者爱。故德在天中，而尊卑乃定。故八卦之象，亦以干之阳爻图为最尊大，而坤之阴爻图次之。阳爻图者，阴爻图所自变，变则较小矣。如人物出生者，必小于其母体，然见长亦见大，如其所生。是坤之德不能如干之大，而义之谓遂有尊卑之分。尊卑既分，乾坤思定，而后天以生化为本，定则不生不化。故周易卦序，以未既为中，既为定。生化将绝不得序，则义之用穷矣。道永不绝，义道永不穷。故定不足以尽义之用，而既定者动也。动则尊者卑矣，卑者高矣。故曰卑高以成。尊与卑对，高与下对，卑不及尊，高不及下。使古文简略之例，称卑即盖尊，称高即该下。言卑者反上，尊者反下，互相交符，以成太卦之用。不交则未否，天道否塞，世道为乱，人道思灭，更何义道可言？故未从于先，而用交于后。交则干反下坤矣。高者自卑，则贱者反贵。贵与贱非定名，在上者贵，诚实者贵，得位者贵。故太卦的反比天贵，为天自降，以就地之下，
此干九四或月在渊之用，而其道未革，故曰干道乃革。革为去故，以对在离上，未相对出于坤，而离待前。干降则离亦不得不下，坤升则对亦不得不上。此革之象继承太也。太为正，革为变，变革之数，当时之必。故革命者顺天因人，以人计时。此卦用重时，而其得重动，故贵贱者以位名。正位当时自贵，非位为时则贱矣。故前以95位至尊至贵之位，而革反以62当之。62者坤之正位，故不足与95比。至革则反胜之。此汤武以成而克桀纣之君矣。桀纣非不尊，非不贵，失其得位，为于天时，遂反为贱。此贵贱之位，非定位也，与上乾坤定位不同。此一人多呼之，以为先天后天之殊，乃伏羲文王之意。不知此乃易道原有之用，体用自有之。伏羲者其体，文王弘其用耳。正如人在地下，是日月在天，以为日月之位高于人与地，而不知夜间日反入人的之下，会朔月反行人的之背乎？此地火明夷，明入地中，日在地下矣。日在地下，人反在上，天亦如之。天反在人的之下，则观天之定位，而谓永无变异者物也。故后天八卦，乾坤反在四余，而推理坎主其上下。此贵贱之位，非原定之位也明矣。动静有常，以卦主动而动前有静，动后人静。动故属于变，然变不失其常，则以天道变而永不失其尊。如1岁40变也，而年年如是，终而又始则常也。一变一常，刚柔乃判。刚柔者乾坤之德，故杂卦传首曰干刚坤柔。第二节，刚柔者立本者也，亦指乾坤为权益之本也。权益卦爻，皆本乾坤，皆以刚柔判其得用，则由其动静言。动者成乎刚，静者成乎柔。老子曰静为躁君，躁即动也。在卦分属艮震，艮者止，震则动。艮止为静卦，震动为躁卦，而两卦皆阳。阳在出则震，在上则艮，而颠倒之，则一卦也。皆两阴一阳，阳在出者主静，故谓动；躁在上者主退，故谓静。静非退，而退终必归于静。此动静皆由阳言，阳之静也，谓刚之长；反而谓退，则谓阳刚之消，即阴柔之长也。故刚始于父，终于包，而柔始于狗，终于绝。此六化卦也。刚柔一进一退，即一长一消，虽阴降阳升，而卦自下始，则在下者无不进，在上者无不退也。进退之间，刚柔之道以判，正谓刚之长，艮即柔之静。故艮者陷也，陷于其极也。若就阴卦言，则巽为进而兑为退，巽兑亦由正艮，皆偏刚偏柔失其中和，为离坎得中。故离坎足待乾坤，离刚在外，坎刚在中，以爻言，少者为贵。故阳爻少者卦为阳，阴爻少者卦为阴。此贵贱以多少分，非重阳轻阴之力也。
故刚柔之判，必是卦爻之动静。阳动于下则刚长，阴动于出则柔长。皆动变所成，不动不变，则无以别之。动变故有长度，则刚柔亦有致德。如干纯刚，坤纯柔，刚柔不得相产，则虽动亦无变，以其为定中之动也。果谄则动必变，而消长以明，越动越变，消长之机越显。如太否是也。太否半干半坤，而上下各异。干下坤上为太，乃为阳长阴消，而刚柔得其平。否则反是。盖刚者君子之德，柔者小人之行。故太谓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否则反是。所谓道者，指其行也。若指则与之亦成反正，指与行对，即艮正颠倒之象。顺夫正则刚日盛，顺夫艮则柔日加。故柔在外者道之用，柔在内者道之贼也。为柔一味呵顺，失其真固之德，则无所守。此小人之贪禄位而行险之象也。故否者小人得志之时，刚柔虽各平匀，而内外异，是其失位与时之差。故谓时者，吉凶之柄，利害之殊。果乖未时，虽有智勇，无所失之。故卦本在位，爻本在时。位见其变，时见其通。通于时者，永享其位；变于位者，恒失其时。时位故相因也。6295，谓之位也。9265，谓之时也。此易卦待用存焉。读者视之。首节在天二句，谓易卦爻取法之本。后文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诸宇，正为此注脚。因卦象物，首自乾坤，干象天，坤法地。故在天者属诸乾，在的者属诸坤。亦即后文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之意。天在高，而日月星辰皆天之象，的居下，而山河动植皆属地之行。是以日月之行，星辰之度，天道所见也。山河之状，动植之情，皆地道所真也。日月星辰，天时不移，则天者亦见其变矣。山河动植，无的不有，则地者亦以明其化矣。盖变化出于天地，而因于人物。天地垂视其范，人物依循其行。此亦之所谓变化，即自然之现象。不以时而书，不以方而易者，天地之道也。随时而动，因方而变者也，天地之用也。道与用有体与用，各尽其妙，而不相违。此天有常变，的亦有常变。常变之术，盖在卦爻中见之。故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皆人物之所秉受，所虑循，而亦随其变化以至无尽。故亦谓人道立。人生天地间，舍法则天地无以为生，无以为养，无以成，无以化，义之为义。义法则天地以示于人而已。故阴阳刚柔者，为天地而定名；仁义者，为法则天地而定人道之名。此人道重在仁义也。天之显阳，的之刚柔，故必知之，必循之，而非如人义之必身体力行也。故天之象，为人垂视，的之行，为人见履，
而变化者，为人法则，为人律循，以变其常变，守其中和，义之以仁义而已。故变化之见，吉凶之所判，而吉凶之名，得业之所成。得业者，仁义之所谓条目，身心所奉行者，行也止也，处也出也，莫不由之以见其德者其业。此人道之于变化，非炫其神奇，招其怪诞，如方士之以术惑事，异端之以计于民也。仁义之道不明，则变化又悉用哉？天之象，德之行，又悉谓哉？故日月之行，人不得而易之；星辰之度，人否得而改之；山河之势，人不得而侮之；动植之身，人不得而灭之。皆自然生成变化者，人知之明之可也。不得视为神奇，目为怪诞，则变者异常，化者亦归于正。此魁卦之所示，与小处欲与则吉，群夷往也之所至，足以见人道别有众矣。见所未见，此见之隔阂；欲所不欲，此行之蒙蔽，非义也。故义是变化，正欲人知其正常，非屈人趋于变化也。此教祖立教之旨，务使人守其一，保其真，明于物，而见其性，以驱除昏惑，戒绝淡忘，则人亦长存，而与天地同其道矣。第二节八卦陈列，象在其中矣，因而众之；爻在其中矣，刚柔相推；变在其中矣，系辞焉而命之；动在其中矣，吉凶毁令者，生乎动者也；刚柔者立本者也，变通者去实者也。仅按此节，系经本下篇第1章第1节。宣圣讲义，八卦陈列一节，即陈上节，而明述易卦之志，由八卦推至64卦之得用也。卦以八卦为纲，而始于干上坤下，此首节方位之所由定，变化之所由生也。方位既定，则八卦陈列；变化既生，则众卦成体。所谓八卦者，只谓众之卦，即直卦，或曰元卦，以初化卦时所至三化之卦也。所谓八者，乾坤坎离，震巽艮兑，而在伏羲之时，有此八卦，亦即有众卦所成之64卦。故名前者谓元卦，后者谓众卦。元卦止于八，众卦则八与八胜，共得64。而八卦亦有众者，如六化之乾坤氏，则名之为纯卦。盖卦由本卦所众也。若其他各卦，则皆合两元卦而成，如坎震为屯，艮坎为蒙氏。然纯卦亦有非本卦所众者，如宜中孚大小过，则非一元卦之众，而为两元卦之和。其亦称纯卦者，谓与他卦由一卦颠倒成两者异，则颠倒皆同此卦象者谓纯卦耳。故八卦之众，乃必为64卦之象。众则变化见焉。首节所谓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变化见矣者，故盖指天地万物。而由易卦言，则可视为在上成象，在下成形。上下者，众卦分为两，自初至三爻，下卦也；自四至上爻，上卦也。下体夫坤，则的也；上体夫乾，则天也。由爻名之。初二谓地爻，
上五位天爻，三四则人爻也。然变化之大本存乎天地，故三四虽谓中爻，而非正位，必以六二位下卦之正，九五位上卦之中，则人以天地分主一切，而见变化之源耳。八卦陈列者，言首节方位，由位言位列，由图言位圆。圆者取天之象，列者明的之形，意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之意。故八卦自有方圆之序，圆法天，方法地，而陈列，则本地位，以推其次耳。因列而见其先后，明其始终。此所谓象在中者，象者卦爻之统称。而此处则重在卦，下句以明言爻矣。卦以象物，而先自有其象，则亦由卦之陈列见之。盖既称列，非独有也，必连接上下，交界左右，则由上而下者直列，亦谓之行；由左而右者平列，亦谓之五。行五者皆聚众于一，有其地位，有其等类。此即首节卑高以成二句之意。成由列也，位则分也，分者现也。如人立于其处不移也，故约定。分首分不失，则其列不乱。八卦之列不乱者，以有天生之序也。故象由列变，位由方明，而以卦言，则所谓爻也。其出名夷，即阳夷阳爻图，阴夷阴爻图也。阳爻图阴爻图相列，则卦成。斯即卦之象。卦不得外阳爻图阴爻图以为象，既有阳爻图阴爻图之列，即可见卦之象，故曰象在其中。但此指三化者言，则三化者，阴阳故分，而未交。天地虽定，而未合，则其所象者直也，所卦者原位也。故用不昭，而得不广，必因而重之，而后可尽卦之道，推义之情。重者加其一象，合为两耳，则如前者，原为阳三爻图，重之则为阳六爻图；坤者原为阴三爻图，重之则为阴六爻图。是重者，三化重为六化，而阴阳始合，天地始交。盖三化集于三位，位其者二，位偶者一，一与二不能交合，以不匹敌也。重之而为六化，则成六位。六则为其位偶各半，则相匹敌而能交合矣。故卦之六柱者，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皆为阴，则原相配也。出其而四偶，二阴而五阳，三刚而上柔，皆合夫匹敌之情。不问其为爻何属，而以位言，则以服于一阴一阳之道矣。然位者体，而爻位用；位者主，而爻位宾；位不易，而爻可移；位恒久，而爻多变。故以六位之交合，而卦用以彰；却以六爻之随从，而十位以变，则谓原体与变用之意，不称其位，而重在爻。爻者非统称，每卦中之六化，乃分称一位中之两仪，即所谓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为阳爻，阴爻图为阴爻。不问在何位也。在初则阳爻图者谓初九，阴爻图者谓初六，是九六之名，谓爻之名。而初上之名，则谓之名。故谓以重而后爻可名。若谓重者，则虽有阳爻图或阴爻图之象，
不得称9与6之名，以其未交为合。不得有生有成也。生成者，河图之数，天意生水，得6成之，由1至10，未生者5，未成者5。若仅3化卦，数及于3，将何生成哉？盖天意生水，必得的6以成之耳。凡卦之称象者，自4象始，称位者，至6位中。而爻则虽有6爻之名，实仅阳与阴，即9与6，则统称卦爻者，亦乎此处之卦爻矣。故8卦之众，而谓64卦；一卦爻之众，而谓384爻者，乃后人统称权益之卦与爻，而非此节之卦与爻。此节称卦止于8，称爻止于阳9阴6，以其为卦爻之本体耳。64卦，反其本始，仍归于8卦。384爻，反其本源，仍止阳9阴6二爻。故众者卦，而爻在其中，象也爻也，皆包于乾坤。干之为爻名9，坤之为爻名6。不问在何卦也，名乾坤之用，即得9、6之用。此干卦有用9，坤卦有用6，其辞实贯全益各卦爻，而言卦爻者皆必素之，故系辞首皆乾坤，以明全益之主宰。乾坤者，故谓8卦之父母，亦即64卦384爻之本根。而其为类，则阳与阴；未得，则刚与柔。阳与阴无不相求，刚与柔无不相推。求者情之和，推者用之敌。以其义也，义则相求；以其痛也，同则相惧。痛义之间，乃见其变，故曰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。由卦象言，则阳爻图与阴爻图之相交，互相抵排，相匹以为偶，相敌以为仇，总不外刚柔之推荡耳。乾以交夫坤，坤以胁夫乾，则8卦生，64卦成。阳爻图以匹于阴爻图，阴爻图以敌于阳爻图，则384爻出，皆其变也。不变不生不出，而不推不变，如水与火不相制，不见其功用，相制越急，生变越繁，此一定不义者也。故变见于刚柔相推，而用成于阴阳相当。卦也爻也，不过因而象之，象虽可数，而其志也无尽，此义之所明。以变易未到，生生为利者也，而皆本乎阳。阳者动，动则生以变矣，不动则何生何变哉？故观义者观其变，观变者观其动。而动之先有静焉，知其静则得其动矣。动变不居，静常可守，此形而上，形而下，所以分也。系辞焉而命之二句，谓一生为，人多谓名。此系辞非指传，乃卦爻所系之辞，即经中彖曰象曰之文也。然何以称系辞？则以义之为道，重在变易，变必有常，易必有宗。故8卦成象，必本于太极；6爻成形，必出于两仪。而曰卦曰爻，皆是其有自来，如往之在刚，一之有令，万变不失其宗也。卦者卦也，玄之也；爻者交也，合之也。言如以神贯物，以线串珠，有其类也。卦以示其有端，
交以明其有阻，卦为单举，则皆其总端，而以下皆顺然成串，爻者合成，如纠绳所逃，则顺其始阻。以下皆交合离然不乱，皆有本有末，有合有分，故义之为道必如此，而谓象谓辞亦必如此。是以辞谓之系，系由卦与爻也，系其一端，而知其他端，系其始阻，则得其中尽之统序也。故凡义之辞，皆系辞也，皆系于太极，阻于两仪，而辨其何始何终，孰分孰合也。是之言文章者，必以起承转合，谓始终定式。天下之事物理数亦如之，有首必有尾，有开必有合，则后天道数自然之力也。一辞更不得有为此力，故辞者指其所知，知者自此达彼，自始气中之所有所行也。辞以记象，象不尽者，辞以序之，则义之辞。卦爻之所推演而延长之耳。故系辞于卦爻以弘其用，系于义以大其道。而经外之辞则又系于经，系于原有卦爻之辞，此所以亦称系辞。而经之系辞二句，实为是经中之辞。明卦爻有不足者，则有辞在，辞之所指，正同于卦爻之象。卦爻辞三者异也，而皆出于道数。道数者自天命之，则系辞亦命之一。命者分辨之，审酌之以为之明耳。明与命应尽而异通，故称明曰命。明命者定也，命之者定其名分也。以卦爻成于手，辞文出于口。命者口之所呼，明者身之所视，故自从口。明与命皆有口在下，可见其所发者口也。系以辞而定以明，则其动便可知矣。动故对静言，而义用重在动，静则非义，以非观辨义之道也。动而后阴阳分，此太极亦以动而生两仪，动而后四时辰，此天时亦以动而分节后，动而后吉凶明，此人事亦以动而见利害。故不动则无义，义以动成，而动者本乎自然，终有其利。无利则不动，义之动，则由刚柔相推，推则利生焉。刚者至健，柔者至顺，顺以无利，不知以顺于健，其利亦大。此则反动之利，如以石击水，水虽不阻，而波四溅，所备之广，较石10倍。此柔力之胜刚也，而刚为原动力，故不推不见其利，越推越明其功。卦爻者一夫动者也，有爻则有刚柔，有卦则有阴阳，而相磨相当以成动，则天道以明，地道以生，人道以显。故命其名而别其类者，动在其中，类之相及，有同有反。同者动于内，反者动于外，如两间相及，其动者本体。若以间系萃，则动在被系者，是皆动也，而谓变不一。动则有变故矣，而变必属动则未然。盖变有自变者，有为外力所变者，有非变而中变者，其情各殊。故动与变，亦若主兵，其地位殊也，而义在明变。变大律因于动，此命名所观，指其动之源而已。如春夏秋各名也，因而知天时之变。
由于日之动也。其他事物亦皆如是。天时不得无变，即由日月星辰不能无动。动在变中，体会得之，而后有其名。名出则人皆知之，而以命之，则凡习义者皆知之。是亦垂象是义之旨。垂象于卦爻，是义于系辞，则有名可名，有用可治。而命字又含有天命之意。天所命者，亦从而名之。如乾坤天地也，天命之为天地，亦名之为乾坤。如冬寒夏暑，日明夜暗，皆天命之，而人名之。天命之非果有所命令也，不过自然如是云耳。自然如是，故谓之天命。盖非人所为，物所使，则必有谓之使之者，则归诸天。故不曰名而曰命，言以速定也。速定者，人不能移易之，意亦不能更改之，此则命之意也。命而名之卦爻，而系辞焉，则义之动皆在其中，而吉凶悔令皆由之生矣。吉与凶对，事之顺，而成于利，发于善，而得其功者吉也；事之逆，而成于害，发于恶，而得其祸者凶也。悔与令书，行之正而有名者不悔，悔则先见其过矣。行之大而有造者不令，令者先者其必矣。必者不明，过者失终，失终者无论何过，皆必疑后悔。不明者无问何事，皆必有所令。令自勿言，谓色，谓小，谓暧昧，而悔则谓误，谓谦谓鲁莽，皆义之所不取。若以修己言，则悔胜于令也。吉凶悔令，皆以动身，不动则无吉凶，亦无悔令。而悔与令者，心之所感；吉与凶者，身之所逢。是吉凶在物，而悔令关乎己。悔则圣人所重，令则愚人所畏。盖悔犹不失为善改过者，令则忠于恶矣。故卦用内真外悔，皆谓常例。真谓守正不失，悔则知过能改，以在内其志未抗，其情上约，则能自胜；在外其志易骄，其情自傲，故恒于咎。咎者不知悔，悔则免咎。故曰无咎者善不过。若令则虽似习之而不甘于自忏，闻过是非，矫辞强辩，以重其咎，则为道之所忌。故悔为尽善，令则临恶，此其别也。而在未动时，君无知，以其成于行，起于思，偏于情，欲误于辨识，则由之与世之殊也。知者良知，性中之灵，不以物感而惧。是者情事，情欲之始，则由物感而生。故礼曰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致知之，然后好恶行焉。此可以明吉凶悔令生乎动之意。动由物感，不与物缘，则心不动；而好物不生，则何吉凶之来？悔令之见哉？唯其有动，则不免矣。亦以动变而后吉凶分，悔令明，此由人事立言也。盖吉凶悔令，为人道有焉。若天地万物，虽有生成变化之术，而无吉凶悔令之分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也。山高水洼，
寒凉温宣，此地道也。物在其间，或生或杀，顺其性而已。故无吉凶，无悔令。为人则于天时，变于地利。审夫务情，魁夫数理。是有吉与凶，悔与令，以应之。亦为人道利吉，亦以吉凶悔令定人之行止，别人之良友。此亦道利辞，首重在此，而关乎义之用者，虽重吉凶悔令，却有其不义之道存，则超乎吉凶悔令之上。为人道之经常，大道之纲要者，即所谓元亨利贞，与人理异性，亦属天者，亦属人者。其详见讲干卦文中。干之四德，转为人之四德。德之不施，术不能干，是以吉凶悔令出乎术也。术由德生成变化，德之不充，术乃生焉；德之不备，术乃成焉；德之不长，术乃变焉；德之不脏，术乃化焉。故不充者，出有失也；不备者，既已过矣；不长者，反为恶矣；不脏者，沦于就利矣。此吉凶悔令，必是所动战之，所谓言、行、思、志所致也。如自前替，则可免咎；自争故，则可无悔；自顺时以乐道，则吉；自为天以备德，则凶。皆以其动变之，而必有一定之规，至极之道，以示其本始。彼守正而不屈于邪，向善而不离于恶，此义之为交，有其本矣。其本为何？则传所谓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德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三者义也，总括之，皆刚柔也。故曰刚柔者，立本者也。刚者，干之健，阳之尊也；柔者，坤之顺，阴之卑也。而仁以达之，义以齐之。仁义亦阴亦阳，仁合天，义法地，而推之，则仁如春无不生，义如秋无不成。生成之道，仁义之别名也。义以仁为重，故略阴阳而详仁义，而以天远的近，人道失地，先立真，故以刚柔为本。举刚柔足该于天人之道故矣。而就易卦爻言，虽有阴阳之分，未明其德。若以刚柔论，则显然于其用矣。刚者坚权强固，统民之见；柔者和义软脆，统民之顺。见者上举，顺者下沉；上举者轻轻，下沉者重浊，是其德相反相成。如金与土，金刚而土柔，金以化气，土以吸水，故至真之体，越见其非阳；下坠之直，越显其如至。则顺之极者反至于身，见之沉者反复其下。此刚柔之德用，足包形上形下之类，而以定其中和之道焉。谓刚不离柔，柔乐偶刚，思尽其生成之功，全其变化之用矣。故亦以刚柔立本。本者如木之根，水之源，出于先而成于后，发于上而推于下，如太极也。两仪之判，即一刚一柔之分，阳刚与阴柔，互相合抱，而各周流不息，此所谓本也。盖两者不息，越重越深，越行越变，故万有皆自此始。
万类皆有此分也。而以象言，则人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者刚也，阴爻图者柔也。阳爻图阴爻图合则生息无穷，阳爻图阴爻图分则生化乃绝。故义之道本于事，而人与物之用亦本于事，二者不可缺一也。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，刚柔亦然。用之于事必兼该，错之于物必并治，合之于术必具备，魁之于礼必同进。此如夫与妇不可不齐，男与女不可独贵，而义道阳阳亦阴，故先刚后柔，先后者序也，非分也，类也，非有宣制也，别也，非有贵贱也。名此则明刚柔立本之意矣。天地上不能不合刚柔以生成，而况人乎？人物之性，故有偏于刚与柔者。然不得其匹偶，则不良于生成，不达其变化。故言人道，必其其不齐，平其未平，未虚既盈，头多易寡，束缚于义利本之旨。故义之言刚柔，非徒因其数而治之用，必先辨其性而适于中和。中和则无偏无过，则达乎利本之道矣。盖中和者，性之正，情之事，刚柔恰如其分矣。喜怒哀乐者，刚柔之所发，而恒亦偏过，为其图顺夫情，未审于道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言二者等重轻，其多寡，由一夫一妻之欲也。一刚一柔，莫谓增减，则生成之德不尽，而变化之功无量矣。变通者去实者也。此与及补数亦重变异之旨，而非如前述与提纲挈领重要。然以一言，则为明数之本，义之为用。原为明天道以立人道，因天数以治人事之宜，及地利以变物生之通，则所重者一曰时，一曰位。六爻之极，时在位中。干卦首称与时谐行，是时者义之必重，而言数之必知者也。时者首谓天时，即春夏秋冬，一岁40。推之则日月运行，寒暑化业之意；更推之星辰禅次，日时始末之度，皆时也。而官夫试运者，有治乱之时；官夫导运者，有隆污之时；官夫方宜者，有行止迁流之时；官夫修养者，有出处显隐之时，皆时也。而其及于平民日用、家族社会及凶庆调，各有所宜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变也。又如乡村生息、农工贸易，各有所利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别也。则自皇帝始作甲子，将年月日定之于干支，以五行分别其生克，而后言时之道以备，则时之数弥精。此亦道言时亦恒用之。如谷之先耕后耕，巽之先甲后甲，革之己日，复之7日，及魁卦之癸，震卦之辰，皆干支之所宜，为吉凶之所判者。是时者自天时始，弃人时终。人时者尚书所谓禁受人时，是即皇帝甲子之类。而李王制月令更告人民以时，无非明时以示人行止，因时以指人趋避而已。去时去字，即趋避也。趋古通作去，去时犹随时，亦即与时偕行，与时偕吉。所谓先时者杀无赦，
不及时者杀无赦，皆上士重时之令。亦即易道去时之教也。去时而曰变通，则以变见于天，通成于人，人以顺天。何曰变通？天视其变，不可易也；人求其通，有可去也。故前半言变，今更即通。通以应变，则击凶主于我，利害成于人，而时不畏哉矣。在卦大处时也，无妄哉也。知其哉而戒无妄，哉亦无审。得其时则尊大处，时亦有功。此亦卦爻辞所明示者，总不外为此时之用。明其常则知其变，常变皆得，则可会通之。去以必则行止皆服于天，出处皆合于道矣。宗主复注。八卦陈列，列字不可居直干一对二之序，以为伏羲八卦依次为列。后文王八卦则变其位，是八卦之陈列。若依前者，则与后异。虽有位，但从伏羲先天之序者，不知皆谬也。此位列者，乃卦爻之陈示，如三画之前，上中下皆阳爻图，坤上中下皆阴爻图，离则上下为阳爻图，中为阴爻图，坎则上下皆阴爻图，中为阳爻图，震则下为阳爻图，中上皆阴爻图，巽则下为阴爻图，中上皆阳爻图，艮则为震之道象，兑则为巽之道象。此八卦之象，由其列为势而知之，故列者排列也。一阴一阳，上下排列，而成一卦，则卦之象在所排列之中，故下句即曰阴而重之，言阴所排列之势而重叠之。故干重为干六爻图，坤重为坤六爻图。以下六卦皆然，皆由三爻变为六爻，爻纪加倍，爻用乃名。盖三爻之卦，阴阳难云，交合不均，则生化莫见。爻者交也，交自下为爻，故交合始见爻之用。六爻既交，爻用乃者，故曰爻在其中。言爻即在此众卦中见其用也。众卦者，三才之备，而阴阳之和，三与三合，故为六位。后文有详示之者，而三位变六位，则爻与位自分。爻有刚柔，位有奇偶。爻之刚者干之九，柔者坤之六，而位之奇者初三五，偶者二四六，以其分也。故定名各异。下不曰一而曰出，上不曰六而曰上，即为房爻位之名称混也。如初九初六，若曰九一六一，则一与之混；若上九上六，曰六六九六，更不能辨矣。故初与上之称，实为爻位之异变，且又含有时与的之意。时者初位始，位者上位高，皆三段，则时分出中中，位分上中下。举出略中而中自见，举上略下而下自明。故出位下，上位中，此以一名兼两用也。由此可以知刚柔，别变动矣。刚者阳之数，初三五位之刚，九则爻之刚，二四上位之柔，六则爻之柔。如是柔与刚皆可判然矣。以其位所加之爻刚或柔也，则相推如既济位济之力。既济者爻位之刚柔同，位济者爻位之刚柔异，是两卦所生之用大变。又如太否，刚爻皆在上或在下，为爻位之得失所凭。
故谓反类之卦。其他刚柔相错，则皆相推。如9265未最，6394次之，以92反乎坤之62，65反乎干之95也，63反乎既济，94亦然，而反同于未济，是相失也。故失与得，交与分，各有其利害，而正与变亦然。凡相异者相得，同者相聚，一的一聚，变化自见，此即卦爻事变之概也。系辞二字，即自名词始，如卦爻彖象之类，皆此也。凡卦出未有名，仅者其象，如干未干三爻图，坤未坤三爻图，未有乾坤之名也。后圣始以辞名之，名之而曰命之。古人命名之意通用，如大学见贤而不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命字即名字，名与时对，称名则不得其时，故有名即可见其情，而知其动变。如有干之名，则知干之为用，干阳也而至于动，一动一静，变化生焉，故动变由名知之，而吉凶由时伴之。名以象情，时以明变，此相因而生者也。有天之名，有日月星辰之名，则知天之道；日月星辰之行度，见于天道，变于行度，则时以明。时明则吉凶定，吉在的时，凶则为时。亦以趋吉避凶为用，则必去时。此谐时随时之意。为权益最重者，时以变动为本，不变不动，则无时可言。岁有40，气候之变动也；日有12时，日月之升降也。人亦以时行止，依时作息，此名时为人生不可忽者。吉凶故自时变，得也。亦以时成，虽有智勇，不得失时。失时则为灾审，此大处之所贵，而无妄之必胜也。大处处其德，后其机以待其时。无妄介于欲，斥其行，以赎其身，此亦道于人行脏进退之要也。故自卦爻陈列，刚柔分明，天下定于时，人道顺于变，而不失其本，存其仁义者，圣人也。性与道之所见，莫外于阴阳，莫过于太极。人道应之，以诚以善，善则性命永保，诚则阴阳不贼。故立真上矣。无妄者真也，诚也。大处者利也，道也。偏于情则害于性，偏于利则利于真。故亦以干守皆其旨，为欲正性命，保太和，而后民义，而后不为于道，此一贯者也。系辞之意，夫子以事名，而关乎辞字，上有最重大旨趣，人多未解。古人称辞不读文章，言语亦辞也，而要以名辞为本。亦知辞义自名始，如卦也，爻也，彖也，象也，皆名也，皆谓之辞。有辞乃有名称，有名乃有分类，亦由人物之名字也。名者时之宾，有时必有名，故名实一体。卦爻之名，有卦爻之实用；彖象之名，有彖象之真意。此命名为义第一事。干之名干三爻图，坤之名坤三爻图，有阳三爻图、阴三爻图之时，乃有乾坤之名。其他各卦爻皆然。故圣人治卦爻，
先命名，如父母生子，先命以名字也。名字既定，族姓已分，后人之姓氏，皆由前人名字来，此亦生生不已。如天之生物也，名故谓辞之要，言亦谓辞之本。圣人重言，如重其名，盖言由名也，必与实行相符。言者表也，行者理也。言行一致，则观其言，即知其行。行以成德为治，故行与德，本末也，始终也。言辞之所贵，即由其实行及所成之德业为准则。德业不治，言辞希用。孟子曰：我之言，与浩然之气并论，而后闻列举之言之道，必辞之其所必等语，正可证明言及辞，而辞即义之所谓辞也。以辞之出，必有其行，必者其德，或善或恶，必见于事，昭于物，或利或害，必发于外，存于中。故非徒言也。言之即以定其是非，辨其曲直，故贵乎观，而众夫之。知与观者，亦属己，亦属人。知在己，观为人。如人之有言，我观而解其意，是观也。如我对人言，先自审查，而出以示人，是知也。知言者，言不为行；观言者，言必有止，则尽己尽物之道。中庸成己成物之意也。成己则能知言，成物则能观言。知者仁也，观者智也。不仁则言无可取，而害随之；不智则言无可存，而乱随之。害止于己，乱及于物，皆生之灾。如孟子所谓不动心者，一则养气，一则知言，此之与观并极也。由我言谓知，由人言谓观，与佛之指观有相似，皆道功也，皆观修养者也。故养气能定其心，而知言克格于物，故心不动。以不动欲动，则万事万物无不了然矣。亦之命辞，亦与此相同。亦欲人以不动察其动也。故曰动在其中。言之辞则变其物，知其变动而我以不动待之。此即佛家定生慧之旨。定者不动，慧者察于一切动变而自明也。故大学曰：致之在格物，格物以去其弊，则物情可尽；致之以审其言，则心智自宁。此表里功夫，即在一息间见之，一呼一吸之时，万事万物同极。苟不克自定其心，将何以待其分而辨其真耶？不动心者，定之至也。定至则会矣。故名辞者，乃喻的物之情；命名者，乃喻尽物之性。得其情，尽其性，则物我同成。人至并至，则何动变之虑哉？此系辞命名，非仅为名其称谓已也。动变之源，由于生化；不生化，则无动变；有动变，即有生化，此天道也。动变既见，利害自分，而吉凶毁令，即自动变中来，此天数也。圣人明道以成己，明术以成物，则物我同尽，物我同性命也。性命行三者，人物之身所同具也。而命行无不殊，性则异也。情生于性，即由动来，未感于物而动也。
故性永定，而情时动。情动则好恶爱增生，七情六欲皆出于情，皆感于物，而莫非生于动。有好恶之心，爱憎之念，则有喜怒之志；忧乐之情，则有利害之分；祸福之变，则吉凶异数，悔令书行。此皆心感于物而后生，非心自有者。故不动心，则物不感于我，则好恶爱憎不发于中，则喜怒忧乐不异其志，则无吉凶之别，悔令之盟，则利害不关怀，祸福不迎念。此修道之哲，能格物致之者也。孟子所称养气，亦为求其长保中和，而非如养勇之徒，奋其刚戾之志矣也。然修道者，亦必刚，如一之甘纯刚，不为物所役。夫子所谓正也阔，焉得刚？可见刚必寡欲，必不动于情也。情欲者柔之类，以其生于物好，发于事欲，而甘心中正气，乱人之真知，惑人之灵明，密没人之性命。此养气必先戒焉，戒乎柔之害刚也。刚以主动，则动不被道，谓阳之行身。轻乎上者，气自清自净，则情欲不能害，物好不能侵。此修养者以刚致柔为本，然柔亦不可去，也柔之为道。随刚则尽其利，夺刚则见其害。此阴必从阳，阳必先阴。一之干主坤坤顺前者，正为人道立本，而以人之动静之相成也。刚动而柔静，动则易失，静则有常。故纯刚则虑其，失纯柔则忧其害。二者得中，而有先后轻重之分，则尽善矣。故刚柔为立本，由不动至动来。不动则柔可养刚，而不夺刚，虽动亦常静。此道之极则，在内能刚，在外能柔，在先以刚，在后则柔。然后本立而道生矣。故亦谓教世人，以动静刚柔四字，所谓本也。然其用则在能通，变而通之，则在能辨识。识与方者，辨之大则，识在辨中辨之，知识则知变矣。必有以通之，通以应变，变乃有常。如40之变，必以岁通之，岁有常也。时虽日益，未岁则同。此变通之道，必随时为法，不独趋吉避凶矣也。时故有疑否？行自有吉凶。然圣人非徒以此为教，必以时之变，明天道之有通，以人之通，因天时之多变，方不随生化之数，消长之情，而与物同进。修道者依时制宜，则有功；随时定行，则有德。而不为时，不失时，则有道。为者逆天，失者过物。过物者，何过不及言，皆失中也。则理所谓人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，以仁孝皆能尽其性也。尽己之性，成物之性，则不过矣。故不失时。如农民春耕秋获，谓不失时，则五谷成熟，物尽其力，此不过物，即能成物之力，遂物之生，而以成人之力，养人之身。如天之雨露之功，温宣之力，皆时则为利，非时则灾。故大处谓时，
无妄为灾。灾之与时，即有失与不失见焉。不失时，则恶者其用，而乐其利。此变通之道，在于趋时也。时自天定，而人能明之，以义之所适也。亦以时系于爻位，知爻位则知时矣。成刚柔之用，知时谓之则，所谓变通者也。变由数来，通则理也。理数相得，变通之能是义矣。第2章第1节，是故亦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仅按此节系经本上篇第11章第5节。宣圣讲义。是故法象以下至末大乎师归止，因分出，其后亦有四象。至所以断也亦分出，指录前后2节，此名义之本源也。原上有数节在前，已经遗失，但就存者，即是故亦有太极起第2章。盖第2章系承第1章而来，第1章提其纲要，是权义之大志。第2章则溯其本源，明义之所成。是故云者，承上之辞，以义之出无义，无义则无卦无爻，而无义可也。亦无所始乎？无所本乎？其本始何也？则太极耳。亦有太极一语，至今至为，在亦有字，有与无对，而一与一对，一生于一，有生于无。故义者变义之象，而有不变不义者存焉，即太极也。不变不义，非太极之权，乃太极之先。先者无名，或名之无极，此道之所传述之词。而实则太极之体与用耳。太极之前无物，有何名哉？无极之名，不过状太极之本来面目而已。盖首章以示极动静有常矣。动之先谓静，静即太极之体，而有静则有动，动则太极之用。太极何以动？以在后天生生不已，必先动而后生，而以静亦必动，谓图静无静之名。有其一即有其二，则动者静之至而必异也。静即生动，谓气使然。气渐则已有动矣，故谓渐气者，永静不生；既渐气者，待动时生。动则谓异，生则谓有，故曰是有。有则非复无矣，亦有则万有皆成。自此有字以后，则谓有者不可尽数矣。而此有字，实最初之有。有者何？太极也。太极之体用，皆自此有字。言有用即有体矣，有动即有静始，有义即有不义者矣。故有名即有无名，有生即有无生，有与无乃分。而天地乃自此有出，阴阳自此有殊矣。故义者，言其有而略其无，明其用而藏其体，推于上下，而诉诸一，引申变化，而立其极。极者中也，义也灵也，浑圆而精明光其中，包罗无穷。大之则弥六合，小之则藏于无形，故曰极。以其至也，至极无以加，谓之太极。代与太同，太者至圣之辞，而太极者物之母，天地之本气也。故一动而阴阳分，亦名之太一，元气之胞也。道书作气，称为纯刚之气，佛所谓金刚不坏之身也。
而为气至刚，为物至柔，以其以含两种因素，谓之元直。元直者，亦名之玄。玄者，不为世间所有之直，而在虚无恍惚之间。若有而不可尽，若无而有其形，若坚而非，若脆而精，此元精之所见也。而该神用，用无根，故在卦不得象之，在易不得名之。象其所生，名其所成，是曰太极而两仪分。象有之本，天下之尊，万物之母，阴阳之神。神曰太一，至清至宁，尊严无匹，为道之宗，浑伦之体，光耀太空，炼于至高，立于至中，包于无量，或生或成，达于无根，可忧可明，望之不是，救之不亲，远之亦近，分之亦真，故谓道体。玄妙未明，溯源返本，万化同清，真空两忘，倏忽有成，故太一者，神之至神，天之真灵，细入人物之身，大包天地之外，而无在无不在也。故曰物物有太极，而莫非此亦有之太极也。夫亦有太极，以明是易卦之所自出矣。而后人尚以为太极不见卦爻中，遗传所称非易经之旨，实未溯其本也。易卦自乾坤始，而乾坤自阳爻图阴爻图成，则阳爻图阴爻图何自来乎？推源其本，即可知易之有太极矣。阳爻图与阴爻图者，太极以动之象，阴阳以分之时。阳爻图为阳，阴爻图为阴，合之则一特殊图，故太极未动，无以见阴阳之形，亦无以得阳爻图阴爻图之象。卦既由阳爻图阴爻图组成，则可知各卦皆太极所生出也。乾坤之象，初为干三爻图坤三爻图，以合阳爻图阴爻图而三之，更重为六，则成干六爻图坤六爻图，则合阳爻图阴爻图为六爻矣。三六虽不同，而其本于阳爻图阴爻图则一，则皆出于太极，亦无不同，故亦有太极一句，乃名易之。元而推卦爻之所自出耳。且天地间万物万事，莫非有也，有则有所始，始于太极，无始无生，则不及太极。太极既成，则众有以明，故事有者，必自太极。而太极者，越动越变，谓有越众，则太极为天下一切之本源，不独一之卦爻也。一之卦爻，则盖其大者而象之，自太极之动，两气已分，而非纯乎气也。有气则有形，有形则有质，故不曰气而曰仪。仪者，拟仪之辞，两仪者阴阳也，而以化象之，即阳爻图与阴爻图，谓其出自太极出，故曰是生两仪。是自有自是始之意。全意64卦，384爻，其辞中于未记之有弗失事。此事自与是生两仪是字，恰成一中一始之象，其为意至生为矣。盖未记之失始正指全意之中，既失所始生之太极，而复于混沌之前，而是生两仪，则正指全意之始，时由太极之始生，而成以后变易之象。故易字不独为文字之用，且为易之用，亦始于此事，而终于未记之事。此事自下记以生，名生生之谓易也。
谓记事字下无序，而前有失字，名义之中。终于失此生生之道也。生生不已，乃见义之用。不生奚有义哉？故太极一动而后生两仪，两仪之生，一切生之始也。以前无所生也，以后则生生不已。故义之用，自上而下，自一而众，自无而有，自无生而众生也。皆自简而繁，自寡而数，自微而显，自神而行。故曰义无义也，简义也，始也简也，终也义也。此四字谓全义之枢纽，而存于乾坤二卦。干之大始，成此事生者也。坤以永终，结彼谓纪之失事也。乾以义之，推此由义而众之道也。坤以简能，本此由无而有之情也。故义之用为乾坤者之。以卦爻不得列太极，则必自其既动之阴与阳，以分之阳爻图与阴爻图，谓之别焉，则乾坤之所自成者也。故义有乾坤，亦足推义之太极，素义之始终简义之意矣。两仪既判，越动越深，越分越繁。故两仪之后乃四象。四象者亦阴与阳，而有交合之情焉。四象为万物组合之始，生化出者之时。盖两仪者一阴一阳，犹未交也；一刚一柔，犹未合也。变动既平，交合思见，以阴与阳异类，异则相慕，同则相酬。此以见情之用矣。情志之间，分离以类，组合以辞。所谓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必由其情志变之。无情志者，不生分合之感，不成交互之用。太极本动谓道，动则情志生焉。故好恶之心，爱憎之念，皆动之所为。动则七情者矣。故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即太极之原体也。动则非原体矣，而情欲因之，故中也。义也，极也，异名而同体，唯有其异。斯分于中，中分则为两仪，两仪分则为四象。四象成则交合之情见矣。四象既判，交合亦多。四象者，太阳太阴，少阳少阴，以天地生物，越生越重。其为阴或阳者，越交越杂。故四象之后，即生出八卦。此八卦系三化者，为伏羲所出制者，即由太少阴阳，再加其一，共成三爻，名之曰卦。为其变化，恰得其八，故卦亦八，而为四象之备。盖天地生化，皆自其生偶，有偶加备，故太极其也。两仪偶也，四象则备两仪，八卦又备四象，非人所为，本乎自然之序也。若以次论，则当如老氏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之说。所谓太极生两仪者，一生二也；两仪生四象者，二生三也；四象生八卦者，三生万物也。然八卦不足尽万物之象，故必众之。众之则成自成之数，而64卦已生，384爻已出，而后万物可以象矣。不过万物万事，是包物中，谓数甚多，而亦何以盖纳于64卦384爻中，不见其不足。
则所谓象之而已。象者，象夫阴阳之气，二五之精，以溯其本源，而推之可无尽也。故卦止于64，爻止于384，而天下之事物皆备矣，备其象而已矣。故卦爻不以物名，不以事称，称名者寡，取类者众。天下虽大，生物虽多，谓名虽众，而其象则止于此卦爻之数，则所以谓之义也。义者简易，简易者执其端而推之，撮其本而顺以治之，则义属足以尽天下之物事。故太极上焉。太极者义也。至太极之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其生生之序，变易之情，以见手卷图象中，不必再述。读者按图观之，自明其生变之由来矣。八卦之序，以伏羲所定者为本，即由四象所生之定序也。四象既生八卦，则四象在八卦中，亦有两仪既生四象，两仪在四象中，溯其本始，则自太极两仪四象无不在八卦中矣。八卦既列，而太极两仪四象皆消，非消也，纳于卦象而已。故卦有太极，有两仪，有四象，而统之曰义。此义有太极数语之真义，人多乎焉。八卦为众前仅三爻者，可见四象，可知两仪；而继众之后为六爻者，则不易见，不易知，为其根生更变，遂见迷其本来矣。然六爻人以阳爻图、阴爻图组成，则所谓以与象者，人在卦中，不过非两与四矣耳。两者备为四，四者分为三矣。故六爻之卦，有三才之称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，而皆偶之，则一阴一阳之道不偶，不生不成，不变不化，生成变化，必自偶来。故卦爻皆偶，六也八也，偶之本数。四也谓之始，六也谓之终。此卦爻之数，以偶生变，以其名本。故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皆顺序而无疑；而阴数2、4、6、8、10，则交错成4、20、8、6，亦尽其变化之能事。不变不足以象物事之生化也。生化既繁，谓偶者亦随之变，变异其本来，而天下万物皆可得之。万物之生有其类也，有其方也。方与类者，皆以偶合，合而后生，交而后化。此八卦之列，动变之成，而天下之吉凶定矣。故曰八卦定吉凶。吉凶者，生化之基，所谓顺逆也。顺者吉，逆者凶。然其变也，则顺者反凶，逆者反吉，则以时的变之。所谓位也。位者，六爻之位，皆该时。时有三，位六而合之亦三。时分去来经，位分上中下，皆三也。而合乎三才，则亦如初与二为地爻，五与上为天爻，三与四为人爻，二五天地中，备刚柔之德，兼阴阳之道。故人有性情之别焉。性情者，力争之本，力为用，争为体，内外之道也。而吉凶由此见焉。盖数者，天时所定，地利所宜，为人事应之。人外无所谓吉凶也。吉之谓利，凶之谓害，本于情言。
则力之所包也。力者行之所见。若真则以守为本，守正则无吉凶。而亦有之者，欲夫实谓之变耳。变则反常，非常之时与位，其德皆与常者异。故太否二卦，谓反其类，以反乎正也。正谓太，反正则否。否之为刑，小人之利，君子之害。太则反是，故吉凶之定，由卦爻定之，非一定不义者也。必是时位之所合焉。八卦虽有常位，而无常时，以其动变，则反其常。故常者由人之恒情，变者由人之病态，不可痛也。八卦故以交合矣。动之则交合亦多，则其动变亦大。动变者三位之阴，以其本三爻也。过三位则位之阴，有主与客也。亦往来，下卦往，上卦来，其行异也。如主与客相向而行，或相背而驰，其行皆异，其所感者亦殊。此吉凶之定，必合时位变之。时位者卦之代用，而以位为贵，下位与上位，或曰内外，皆包主与客，来与往之情，则得正者吉，失中者凶。此吉凶于常时亦有异也。吉凶既明，则所行为者自有所责，则其宜而就其变，则事半而功倍。故曰吉凶生大业。大业盖一切得业言。与后文圣德大业对举者略异。以大业包括至大之谋为，即大功大德所成者。大之义，义之为用，原众人道，以人和天，斯谓得业之本。而凡百位，莫不由是治其成焉。故国有事必先补之，下此者亦必择其时日，辨其方宜，明其利害，欲知其得失。故吉凶之术，必先审焉。吉也则动，凶也则静；吉也则进，凶也则退。行止之师，居出之范，皆以卦测之。此义之贵夫战也。而其要人在时位，时位在夫常变，利害之别，在夫先己，亦以教示之，则动定有其则矣。故吉故关乎得业，凶亦有所备焉。治其成功则天也。谓时位不可失，失则为天。天之所与必成，天之所否必败。圣人乃以易卦示之。卦爻之动变，天之数可见矣。宗主附注。第2章系辞指明圣人作易之所本，以太极之变生八卦，以河图洛书之推衍生术，以神物师归之利用，生卜筮之术，而兼观察天地之德，象日月之光明，四时之变通，万物之成用，以定为易之卦爻辞文之志，为器用典则，以作礼乐，以明道德，以兴事业，以者正交，皆有所本源，非圣人自谓之，而必圣人方能取法焉。故象形以为物，象气以为术，象道以明用，象神以通灵。凡天地已有者，皆象之以卦爻，生之以辞文，演之以卜筮，教之以道义。精粗具备，明用以变，大细兼者，人道以立。此义之作，圣人之功，义之成，天下之利也。天地不为人生物，而人必赖物以生以育。物虽赖天地生成，而心依人之选择取舍，以见其利。
此天地人物四者，相须以生者也。无圣人，则天地之道不明，物类之用不显，神明之德不昭，而人生之不全，物欲之不达，神用之不大，则德业不立，性命不固，生化不备，则人道苦矣。故圣人者，人道之师；天神者，圣人之师。此三者皆尊。天尊于自然，神尊于变化，圣人尊于智慧。谓其先乎圣人，不得知天神之妙；后夫圣人，使得明意象之精。是圣人之功在义，其教在卦爻，其义在辞文。中有术与理，道与德，行与神，性与命，而皆存于物。物表也，而术者在理。故卦爻亦物也。物相杂谓之文，故辞文物之精密者也。谓易以易简阔繁，难以一统无尽。以明察幽，以尽孝远，则必有所始。始者何？太极也。极者至也，义也，忠也。故亦有太极，而后八卦生，而后64卦成，而后384爻出，而后吉凶定，德业成，而天道已始，物情已者，而后人道已立，民生已备，物力已宏，而后国德而治，天下德而平，世界德而恒永不坏。此义之太极，极乎一切矣。极乎一切，而无不备；反乎原始，而无所余，则贯通上下天人，含如万事万物，莫不在此极中矣。仪者行也，象者象也，卦者卦也，爻者交而效之也。皆会意之名，而非定名，则以意之所向，皆取其类而名之，有统名也。阴与阳曰两仪，以阴阳非物也，非气也，非有定名者也，而或谓物，或谓气，或谓术，或谓形，或谓神。凡在后天者，皆分此二者为类。如干谓阳物，坤谓阴物，其谓阳术，偶谓阴术，男谓阳形，女谓阴形，神谓阳神，鬼谓阴神，皆相对而成名与类者，故谓之仪。由形也。模形者作以象物，非真物也，故两仪非名，而谓拟仪之名。象与卦爻亦然。此前章所谓命之者，命之名耳。有名以便称谓耳。天地既判，阴阳既分，则生化之机已显，则所谓仪者、象者、卦者，皆由此生化不已，各成其类，各谓之群。故曰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言莫不属于两者、四者、八者之所同或异而已。天地之先，浑然无有；天地之后，芸芸并成。是其本始者，必极简，至单纯。此即太极。此太极犹未动也。动则分而二，则两仪生矣；再动则又为二，此四象生矣；三动又各为二，则八卦生矣。自太极为齐，而其后皆以偶生。自八卦以上，谓一阳。一阳之和，则皆生二，而其后则由八之自成，以一变八，而64卦成矣。故八卦未生，64卦未成，以其分合日繁，谓以与群者日离。故一卦八变，而取卦六爻。六爻者众卦之体，八变者变卦之用。是由天地之后，
万物生生不已，不得复如前之纯以简易。阴阳既错，五行已生，生成既分，奇偶兼具，故数之始为一。而合图之生成则异与六合，盖不合不生不成，生之而又成之，物乃有形气之权。生者气之存，成者形之具。苟生而无成，如人流产，如物夭折，不得谓之生也。故数必有奇偶之和，而生必依天地之和。和乃见生化之功矣。故变者生于动，动则异其原形，改其本相，而又生出一类。此天地生化，皆由二五构精，而所生化者，皆被二气五行之元素，形与气亦拟仪之名。谓之气者，以对形言；谓之行者，以其流走无定也。故五行行于天地间，欲之成物，合之成数，而微妙复杂，以与原生时大异，则以其动必变也。故一卦六爻，周流无已，非仅限于六位也。故卦有八变，六位之外，于一变已非原体所生，故称曰魂。由魂归魂，皆气谓之，而自有其方，则依气之所合耳。物中反是，道行反本，故有者必归，归而后复于原体。此行之极必止也，动之极必静也，正更往来之谓也。而属于八宫卦序，则全依洛书之方位。洛书九宫，中央之外，所周流者八宫，故八变而复合中宫。此太一之神所立也，亦即太极之象所包也。故极之始包天地，极之中立于中央。人物各有此极，事业各具此中也。推而演之，其妙不可尽数。第二节，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；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此系经本上篇第11第7节。宣圣讲义，义之所使，有仿于天者，有仿于神者，有仿于造化自然者，有仿于性道本来者。故首节是其所使自太极，以推八卦之由成；次节着其所法自神物，以尽理数之变化；后更本天道与性命，以阐义之玄微，且旁及鬼神与精魂，以广义用之神妙。此皆圣人之所取法者，而象之于卦爻，演之于图表，示之于文辞，使后世之义之道。大以备矣。上观天象，俯察地形，明镜人物，幽及鬼神，推其变则六合无外，反于本则退藏无形，故义之为用神矣。而其大焉者，天地日月，山河动植；其妙焉者，性道精魂，奇偶变化，故无论矣。就其本始，则八卦之出，卦爻之成，外有其象，中含其数，内存其气，为通于理。此形象精气，有表里之分，而道气理数，有为显之别也。故自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，始见义之为表者显者，更由神物变化，河图洛书，亦见义之理者为者，则数有所本，气有所行，理有所欲，行有所成，精有所记，神有所灵，非徒谓吉凶祸福言也，而吉凶祸福在其中，
非图为占卜推测用也，而占卜推测复焉。故法象者义之所重，图表者义之所宗，天者义之尊，神者义之灵。为接者于卦爻，达于文辞，推之于术，验之于气，玩其理，则得其道，明其奥，则知其妙矣。是故天生神物以下，均指天人气和，义道以明。天佑其神，人息其臣，臣民所至，乃通乎神。故人之灵者为圣，圣之至者为神。天也神也圣也，其灵异也，而行异焉。圣人天所生也，有其本来之汇报，与神通之灵，至其性中之灵，达夫天地之真。此拔于萃出于类者，非尽人所己及焉，故以圣称之。而天道自圣人明，人道依圣人成，故有其本始矣。亦特述其原则，可见义之治，非人之功，天所起也；义之成，斯人之利，天所事也。天者至尊而无位，至高而无形，至神而无情。为者于物，以见其所为，显其所行，达其情而启示于人，昭其灵而复济于物。故有神物之初，而天可通。神物者物之神，非尽物皆神也，亦由人之圣耳。人之圣，使能知物之神，天生之矣。为人则知，圣人之治，合乎物之情，而基于人之道也。神物者非怪异之类，目言实语，怪也变也。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，不与怪变同，故显其形不为淡，视其象不为奇，以其合于理，真于术，其气至和，其精至纯，无害于人，无毒于物也。故圣人不相害益，不畏惊惧，且得之为宝，敬之如神，则以其与性命痛焉。天道义也，由龙凤之祥也，知草之瑞也，必与圣人齐而后出焉。故曰神物天所生也，而其为用，亦必有造于人，有功于事，有益于时，有重于物。故圣人取则焉，而其罪者，即河之图，洛之书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非龙龟之所为。天之命也，神之灵也。故圣人观之，而定义之术，而成义之用焉。此河图与洛书，皆术之所本，天地生成之所虑寻者。正如太极生两仪四象，有其自然之序，发乎自在之情，动乎无畏之形，不可易也。易则失其用矣。故曰神物天所生也。天地变化者，风云雷雨星辰，山河水陆，一切变动，皆是也。而圣人效之以卦爻，爻者效也。因交而生变化，以爻为交，又为效，效其变化，以明阴阳消息之术。此天地之所事，人道之所感，有关乎行止者，故义之道以此重，重其动变，明其吉凶而已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则40寒暑，风云汉辽，星辰之度，日月之行，有其常变，见其灾祥者，皆关乎吉凶祸福。圣人象之于象数，视之以变异，则卦爻之推演，皆以位明时，以数明气。气有盛衰，数有消长，
时有善恶，未有当否，皆义之所者。为人道之所施者，是以人道必本于义，义必本于天，天必变，而变见于物。人随时，而事因其变。故术者，是业之本，德也，道也。依术以立以达，而术首见于图书。此图书谓言术之始，太极谓名相之源。象与术者，义之代用所存。64卦，384爻，无非象亦无非术。不过象中有象，术中有术，推而演之，不可尽矣。河图洛书谓术，本体用之纲要，详深化之根源。以见首篇图象讲义，不在术。第3节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变通莫大乎四时，玄象者明，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，被物致用，立象成器，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，探则所引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吉凶，成天下之伟伟者，莫大乎师归。是故师之得源而神，卦之得方以知，六爻之意义以共。仅按此系经本上篇第11章第6节与第2节前3句。宣圣讲义，法象者前所谓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即第2节天垂象见吉凶诸语，所指以其形有法度，指有常经，行止之间，者其变化，皆可象者，故曰法象。天地之大，无物不备；天地之气，无时不周；天地之术，无处不招；天地之道，无事不有。故言法象，必自天地，而其下者，则莫能过之。而法象之所重，亦即义用之所先，义之卦爻象也，而必取则于法象，取则于天地之法象，为其变而有常也，义而不二也，通乎一切而可知也，合乎万物而能神也，而莫非道也，器也，术也，理也，形与象也。形象乎其外，器属附于中，道则行于其间，理则存乎其变动。盖理与道，体用也。言道者是其总名，言理者述其条目。圣人言道不言理，后人言理不及道，不及者不能通之为义耳。故一言信道，即后人之信理。理者如人之血脉，万脉并行，而其为血义也。然自有其义焉，则所谓文理也。如木之身，或干或业，皆有其文理。此文理者，生生之源，上下之所系也，消息之所由也。谓之为道，亦无不可。若与术同谓，则宜称理，而不宜称为道，以其为物重，谓类多，密而有章，往而有复，果谓之道。恐人疑道不若是其反也。故理无尽，术亦无尽。术之所成必以理，理之所行必有术。此合于法象者也。若非法象，则术不及理，理不服术，异端邪说，神奇怪诞，徒以术害事，而忘其有理存焉。此后人言理以正术，实儒者之宗法也。道之末流，及其他不正之教，则昧焉，谓其原备于道也。道以生理，备道无理，故术象不可谓法，言辞不可谓典要者，失义之意。义之言术必该理，义故重术，
而有重理。元亨利贞，理之刚也；仁义礼信，礼之明也。皆附于道，见于信。信命所由昭也。命者数之为，信者礼之纪，行者气之行，思三者人之身，物之欲，谓其本也。故气至则行利，数定则命见，理明则信成。所谓一阴一阳之道，推而演之者也。诚信存，即指此三者。故二存字，一指存命，一指存行。后人无能视之者矣。夫义之为道大而备，皆仿天地自然之象，万物生化之情，而犯之于卦爻者也。故天地之法象，即义之卦爻，而四时之变迁，即数之变化。数象本乎造化，变通因于四时。此本节首称法象与变通，皆仿自天地四时者也。天地之道，变动不居，由四时知之，而四时成岁，周而复始，则变者复于常，动者有其静。何言之曰变通？变指其动，通言其常。通者通于一切，谓其简易也，谓其一也。简易则适于变，易则归于常。此四时中始，永如斯也。春夏秋冬，温凉寒暑，天不二也。人物感之而有异耳。故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乃物之生，非天生之长之收之藏之也。而人亦因之。人与物复于地，以生以育，以衰以死，虽数之修短，
不同，而行之生化则一。故一岁者天地之纪，物之为变而不息；百年者人之期，天有其命，予以数而不可为，谓其变也。然有不变者性也，理谓之主。故气有消长，形有壮衰，命有夭寿，非天谓之，乃自感于时也。如草木感春温而着芽，夏暑而繁秀，秋而成实，冬而枯凋。其所感者天时，其所变者物体，此皆变与通所包。通者变而不失其本，故通于性命，通于天道。守其一，执其中，则不随时以生死。此通自谓道公所重，即达也。达乎一切，不囿于静；达乎变化，而有其常，则天地同纪，岂时之能与易哉？故时也者，顺之谓生，逆之谓害，知之为利，通之为道。所贵在能通耳。前章所谓变通去时，正是此章变者时，通者一时，时乃天道。用天之时而不为道，则时利于人，此德业由时利也。因时以生，备夫天道；反时以行，利乎性命，则时者贼也。草木同腐，鸟兽同进，一时谓之。故去时者变而通之，为时者徒逐其变而无以通，以立于岩墙之下，而不知壁；设于险境之旁，而不知止者，就不在墙与井也。时亦如之。时之宜者，康庄平地；时之不宜，岩墙险境。合则合从，贵乎能通。通则远其害，受其利，行于善，止于恶，以长保其道，正其性命，保和泰和，则前之所谓干替者也。故变通者以天道之变，是人道之通。通与变皆道也，皆义之用也。日月运行不息，有朝夕明晦之分，有冬夏寒暖之意者，天也。而人因之以定其时，此人之时，合天之时，以天之象，合乎人之象，义之所谓，即在于世。故法象不空玄也，变通有时用也。知之者圣人也，圣人则知，非为己也。将以有事，言如天之生物，不自私也；德之载物，不自令也。故义道以人道为重，天地之道，垂而不用；人之道，用而不穷。故三才之称，备于卦之六爻。六爻之极，天人之道备矣。天以神启人，人以物明天。此法象之必因物者，因人明天。人则有而不知无，物则知而不有，此虚实之意也。神在虚实之间，谓之导焉。如图书者，物之显，而数则神之所示；如师规者，物之用，而灵则神之功。名图书之术，知师规之用，则为圣人耳。天垂象者，曰日月谓之纪，星辰谓之列，风云谓之动，寒暑谓之用，皆因天时，及于物，显诸数，统名之法象。故曰玄象者明，莫大乎日月，谓日月之象，在其明也。明生于日，而备于月星。月星之明，即日之明，在卦为离，如火的镜，谓明出地上；的火明夷，谓明入地中。
可见天之明以日明，羿之明以黎明。干谓天，而干非有明也。天以日明，此后天离代前由来，离由前也。何其时谓之坎，乃成日月代理之象，故民间日月言。月则象星之一也，月又近于地，比星之明大，是夜间之月，有如昼之日，不过有热。
与无热异耳。离为火，故日有热；坎为水，故月无热。无热则无生化之功。此月之名，不关乎四时寒暑，而万物生长收藏，不随月之圆缺硕晦。可见天之明独日者其功，月则为有待明之力。待明者，人亦能知，如灯烛之光。时至今日，更用电火之照，其明于暗，公教月或过焉。而在古习，则以月为夜明之最者，习有朔望之分，圆缺之别，不可如日之永不暗也。然月之圆缺亏盈，亦有因于人与物者，如海之潮汐，人之血脉，鱼之聚散，花木之疏密，皆随月而生其异同。此则明之用也。明有其力，如灯之光，亦有力在。射风袭之，则失其力；物障之，则失其明。如日月之时，及云雾之蔽，烟霾之隔，皆阻其明而失其力，是变相也。变与常反，此所谓玄象者明，指其常者。如卦之既未既尽明夷，其最者，既既离在坎下，成其蒸腾之用；未既火在水上，成其交际之功。尽以日生地面，见其光明之景。明一日入地中，成为晦昧之象。此时之所意，明亦随之。故天象之于时，为常变之所本，不得执其常而忘其变，更不可害其变而失其常。此法象云者，必有法度以成其象耳。卦爻者法象也，而亦欲常变之行，亦一意间，常者变矣。此太与否谓反类也。太否皆一干一坤，而上下疏，其象乃反。诸卦多如此，故以卦象日月。正如人在地上视日月，日月之升，人见其明；日月之坠，人见其暗。日月未改，而其行有殊，则地上之人有向背之意也。向背也，远近也，皆不类，则直不类以谓日月。又恶之日月哉？故变者贵乎通也，则变异常矣。此时用之所先，4时也，12时也，皆不同，则其成用自别。然为时故多变，而谓天者有常。朝夕虽不同，而今犹昨也；春冬虽不一，而后犹前也。此君子通变之有道矣。观日月之明，知昼夜之有异，验日月之力，知近远之各殊。此玄象之可贵，而在人之能会通耳。崇高莫大乎富贵，此与至关重要。人以为富贵之人，崇高于众，为人所仰望，此世俗势力之见耳。其义之所谓哉？此所称富贵者，富指大业，贵指圣德。及后文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？所称既名圣德，则其贵已达乎天绝，而非人间禄位可知。既已称为大业，则其富已备有万类，而非人世财产可知。盖位者德之所寄，有位必有德，无德而有位，此窃天之命，位害必大。故位非贵，德乃贵。贵德以为人，行人以立身，此天道也。亦如之。有才者必有用，无用而有才，是贼物以利，未央以多。故才非富，用乃富。
此一节与后文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节正相表里。首谓以人，天地之生机所存也；具人以财，天地之利用所在也，故称为崇高。此亦见于太与同人大有大处数卦。太之财成，同人之余也。即
大有之丰于物，大处之誉于德，皆明天之以为贵人，为其能人民也；天之以物妇人，为其欲物也。操天地生成之权，握人物发育之柄，则其崇高，孰与比哉？故辞特皆出之，则以富贵者福也。天所与也，天与之者，将以待天，而大其生生之德，共物而成习习之功也。生生不已者，天之正；习习相通者，物之利。此富贵之所能为，非富贵则有志未逮。故欲挂见其旨，无忘明其意。欲之愤欲，而重治理作乐，以有为也。非有其位，不得以礼，不得成乐。中庸一言及之，而尤重在德。有德始称其位，而称贵。贵以位为表，以德为内。内之不充，表将息存。无妄之物语，而重在阴历之宜，与太之府相天地之一正一义。有物则有利，有利则有用。用与民同，利与物共。不思其财，则财皆生利；不思其利，则利尽合意。利用集于万物，物亦同成，此成物之至也。亦见于中庸成己之人，而后贵；成物之至，而后富。富贵之名，乃服于崇高之欲，非为图居高位为贵，图有财物为富也。且夫天下之所以运者，有其动力，或曰是焉。所以推行之以无限，进展之以至速。其力为何？曰位与财。位者在上，命之以顺，如风掩草；财者后积，散之以方，如水行舟。以圣人不轻视之也。有位以先重，则天下从之；有财以养民，则万事举焉。故谓之贵。贵在能令，有财之富；富在能用。守位不失者，必有恒德；守财勿散者，必有令心。恒德为德之大者，令心为害之先机。故令于财者，亦必令于德。令于德者，虽有成也，图益其久，则被夫义之道也。贵而有德，则能下人；富而善用，则能成物。此一往一复，恰相应也。尊者以自卑，积者以自散，乃服道用，合天时者也。天之寒极而自春，暑盛而自秋，以成其平，此能散其机也。道以虚玄而在于日用，深为而通乎人情，此高而能下者也。义之为止，正失此理。天之生物，非为人力，而人因之成立。此人道合天之德，而克充其用也。然必自圣人始。圣人为人中之灵，其性不为天，情不悖性，命不立数，行不贼命，心常清明，志勇宁定。故顺乎天而无畏，乐乎道而无求，行乎中庸而自深远，通乎常变而守其极。故取物之责，以为人之用。因物之利以成器，物有其利，而人用之；物具其利，而人弃使之。此人与天地齐，圣人之行也。圣人非必富贵也，而富贵应属乎圣人。盖非圣人无以成富贵之名，非富贵无以广圣人之德。古之易事，故多淡泊名利，遁隐草木，不求闻达，与物浮沉。
其胜者恐富贵之污己，去之勿速。房事谓之败德，避之勿远。为胜故同，而其为德则异。以其昧于天道成身之德，又于一世独善之说，自屈于寂灭而忘人，图了其生死而小道，斯非义之所称圣人。义之圣，仁分为大仁君子，德未并至者大仁也，有德而位不逮者君子也。此所称圣人盖二者，而多属有谓之大仁。有所作为以为后世师，
有所见数以为天下法，不以难而自化，不以苦而自修，则天之生生不穷，日月之旦夕恒明，星辰之钟古今空，4时之历岁迭迁，寒暄温凉如其时，风雨霜雪如其岭，无畏而无不畏，故人物生焉。兹习凡欲，正骨如斯而无绝焉。此天之心，圣人亦以为心；天之功，圣人亦以为行。故有天生之物，则知其德而备之，以治其用，览于物之灵，而通其神，取其象以成义，取物之利，以为天下利，本物之用，以成无人之用。天不虚其生物之心，德不废其育物之力，人则不负天地生育之功，及物之生长化育之性，而后人以治其德也，物以达其利用。此圣人之为圣也。圣人而富贵，斯不备崇高之好，大哉之赞矣！圣人之德同于天地，公合于日月，用尽于万物，利普于天下后世。此自义教见之，而其为义，非图画卦志爻系辞命名矣也。必有其实用昭于众，有其大业明于物，有制作文物采于天下，有正教礼乐垂于后世。斯推义之道，即义之用，仿于卦爻，拟于名辞，而后者其所谓，抵于有成。此后文术庖悉是制作权章所指者，莫非圣人以义成用，以象成器，以卦爻成立者也。故彼处备物致用，立成器立自下，应托有一象字，言立卦象以成器之形，如火风鼎，取鼎卦之象，成鼎之器，而以为烹饪之力是也。其他各卦立象成器，大都类似，又不独成器为利益也，更推而成用，至为事功。如水风井，因井卦象水在木上，以为集水之器，且因集灌之力，民众同集，又推为事物之用，以便民交易之行，增民生养之力。此事功与器物同其理，皆圣人取义卦爻之象，参诸天地生成之德，万物生化之情，而尽其用，治其利者，圣人之于民物，其功德莫与大矣。然圣人不自谓功，不自谓大，而立其志于卦焉，起其意于名辞焉。此义之成，必圣人在位者，盖天下之物众，美丽无尽，用意无尽，就物以心力以备用，或有难尽，故必设象以总括之。有一象足该万物万事之行情，足容万物万事之利用，谓卦爻名辞皆其类而已。凡此类者，皆可通而易之，不为其繁多，不逾其复杂，不胆其幽邃，不计其巨细远近，苟以象衡之，无不触类旁通。此所谓易简之道者，即在以一喻万，以寡包多，引而生之，有不尽矣。故记之曰：深则所引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伟伟者，云云，皆述圣人之于义，将以网罗天下事物，提切人物德业。凡有名有形，有身有成，及一切作为行止，利害祸福，无不以义治之，而其所宜一则师归也。师归一生物，天生之以为圣人用，圣人通天之神，明物之灵，而后置之于用。此义
之所本，而卜筮之术所由心也。卜筮故非义之待用，古人则有赖焉。以决疑，以则行，以立德达道，以治世立公。故卜筮者，义之士民以神道断人事者也。所谓探则所营者，亦几乎此。则者凡所分云之谓，营者玄为奥妙之谓。探之以达于一，所之以及于民。神者为而人则显，事者杂而道则易。易与显的，则天下之理尽矣。即以师归之灵，卜筮之术，足以探之所知。是人之灵有资于物，人之智慧有合于神明。为之显，凡之一，思义之道也。而钩深致远，亦有此意。深者不可测，远者不易达。幽邃谓之深，辽阔谓之远。而钩者钩机，如以钩钓鱼，鱼处深渊，人不得而捕之，则赖钩钓以出之。钩之如玄物之具，举其端领，则纷杂皆成条理矣。智者诵而达之，来而尽之。如运物于异地，遗弃于他处，必有以致之。故智者自此至彼，由远而近之谓也。大学治之至自与此同义。智由智也，而必有所及，谓非自智也。自智曰智，待于利曰智，人物之利，治其谓智曰智。智远由达远，言使近者达于辽远，无所阻也。钩深则不显者亦成，智远则不近者亦至。必有所异，异于义，异于师归，义起其道，师归是其方。人与物合其智力而已。为何以必探则所引？钩深致远，盖将以明，是物之以否，与行止之吉凶，而成其德业耳。故下记三句，即言义之所重。人与第一节吉凶生大业相应，大业生于吉凶，则吉凶必有所定。吉凶既贵先定，则所以备未定吉凶之师归上矣。师归之功，足以探则所引。钩深致远，未能以物明神，以灵与事，即显其不显，明其不明，达其不达，成其未成。而神用之所使，及圣人得业之所者，皆有赖于义，有待于师归。是师归者，义之待用所存，而谓义言术之本源，与河图洛书有同重也。下所谓委委者，委委二字之意，即委曲进制，此古人常用之词。如诗委委文王，委婉曲折，无不周到，从容绵密，无不契合之象。盖天下事物多矣，各有其情性，各具其功用，各极其繁杂幽深之态，各别其生化动变之形。有不可据之，不得骤明，不能尽悉，不堪盖举者，唯亦能明之知之，悉之举之，为其有师归以达其情，决其奥，搜剔其毫末，陈列其端绪，为其能探以所引。钩深致远也，为其能委曲于事理之间，婉转于物情之内，而得视其利害，辨其祸福，以定其吉凶，彼成其德业也。故师归之用大矣，而不依圣人之能，而必本义道之简易，而必合乎天，气乎神，致其灵于物，昭其理于术者。此义之象，包夫术器，行以利用，通乎天道，合乎神明，
而自圣人取法为始。法则虽起于天地，规范虽存于图书师规，而取以为用，因以为利，则圣人也。故伪伪者物也，亦人也神也，亦术与理也。文王有其不以之德，亦道有其不习之功，故皆以伪伪称。斯古人命辞之为止也。诗与规皆天生神物，而特具灵性，虽物也，而通乎神。人之欲通神者，必极之以探天之术，知神所示，明人之命，知时所合。故诗之用见于事，规之用见于卜。卜筮者，人与物合其灵，以皆于神之气也。诗草生而有文，自成其数，如图书然。故亦图书之序也。规本灵处，遇水源归，洛书之所显，而其为类非指原规。凡天下之规，皆有其灵性，者其神兆。就规而观之，则得其所示之机；治规而补之，则明于所因之数。故义之道，必以师规而后大其用，谓物以数告人，而能弃于卦爻也。叠诗之法以见后不坠，而关乎师卜各数，是有传者，由来久矣，非尽规之灵耳。以人之诚，托物之灵，通神之德，三者为一，则天命如会，天数如列，一切可指诸掌上。盖诚在人，诚则明，至诚之道，可以前之。所谓见乎师规者，诚之者也。诚则一，一则神，神则无不知，无不能。此人性之所存。真之必依诚而后显，不诚则蔽于物，障于事，发于七情，训于六欲，而莫能治其一，则不灵，不与神通，不达于物，不感于术与理，不顺乎性与命，则气先逆。气逆则灵敏以薄，知觉以乱，则心失其载，而外见诸行。故曰诚于中，行于外。外行者善，则显其善；恶则显其恶。五官百骸四体，皆有其为，斯谓之象。气象恒相应也。气正则象安详，气乱则象昏塞。中外之相即也如此。故圣人先固其中而立其诚，诚中义也。由体言曰中，由德言曰诚。故诚者生之终始，始于诚者天也，终于诚者人也。人皆有其始，而先克有终，则圣人教之，始复其性，而归于诚，则明道未极。明道者先明术，明术者先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。此之自合经粗表里言，故通神之前知，知之至也。佛谓之神通，即论语之命耳顺，从心所欲是也。皆会也，灵也，不诚则不能治焉。故圣人述义，以师规补人之知，匡人之不逮，及物之灵以益人，施神之德以解惑，则义之补是上矣。师规之用，皆义之所属，而以明乎术，知乎者者也。义之象卦爻，亦谓明术之时，而不可尽天之道，则有待乎师规。师之取术，非如卦爻，故别有叠诗之法，而取象于岁。周天之数360，岁之为日，亦360余。是岁之数，即周天之数，以日周行天一度也。
周者圆周，天行圆，故包一切。得之为象则非圆，虽在天中，有若卵黄，谓行圆而非真圆如天也。盖其成用有缺，则其位数不圆，圆则无缺，如月之望圆也。而前后皆缺，月之体故圆，谓名则有圆缺之意。得之用亦然，谓体若圆，谓德则方。方者本乎洛书，似于四正，谓方者八，故曰天圆地方。方亦非四方也，如洛书八方。又如方形之气者六面，其数皆偶，天圆有其。故周岁之日，300又6旬又5日有其。而合之下利，则有润也。师之法乎天，故曰师之德，圆而神。卦之法乎地，故曰卦之德，方以之。此师与卦之用，一圆一方，一神一之，互相因也。合之乃得天地之全数矣。不曰数或体，而曰德者，正以其为象耳。象则非其物，而卦之象地无以用。言的体不可量也，的数不可得也。故以卦象其德，而自成方。此地方之说所本也。方也者，以方定宜，以为民用，则水陆之意，南北之殊，高下之分，气候既差，德用自别，形式既异，数理一分。故圆者得其浑然统名，方者纵其个别属名。此师之数圆而神也，卦之数方以知也。神也者贵乎通，知也者贵乎悉。师合乎神，故达天德；卦合乎之，故明地利。天高不可及，所达为其神，而统称之。的卑可辨利，所知可尽其方宜，辨其生物，而悉明之。此其意耳。神以取无形，知以察有质，神以通为，知以气显，神以尽形上之道，知以极形下之气。故一神一之，天地之道备矣。此师归之用，与义之道相以相成，不可却异者也。亦以爻成卦，而卦爻各有其用，合则卦之用，分则爻之用。爻虽分而分中有合，则实位之所观，主客之所别，来往之道之所变，消息之数之所明也。故六爻有其异焉。异者与德，同而不同。德者同名，异者异类。故卦曰德，爻曰义。义由利也，用之宜曰利，理之宜曰义。此理数异名，理曰义与利，用义也。六爻自初始至上中，中始之外，位位者4，位时者3，时3位4，乃爻之要义。位体乎地，故偶；时本乎天，故奇。非仅指3、4两爻言也。凡六爻皆有时3位4之变，而其实用则自2至5爻，3、5同功，2、4同用，亦其一偶，而3、5合一偶也。故谓多于时。时以去来经分其序，谓以上下左右分其别。上下或亦称前后，且曰上下横前后数，其实异也。时位相随，方宜以变；时位相失，利害以明。故得之者刚柔协和，失之者阴阳乖戾，谓先后天不同也，主客往来不一也，升降消长不类也。而爻皆有以象之，象其用耳。象其用使之所宜否？
而定其进退行止，是其吉凶毁令。故曰六爻之意义以共。此意自与前简意义自有别，言褒简意变异，而重在明其变耳。变则无常，无常则难明。而文爻有以明之，明之者共之也。共由公也，公诸大众，民告之也。古者献纳曰共，赋税曰共，皆以己公诸上之意。六爻以所有实位，明示其利害，以公告于卜筮者而无隐。此则义之所以通神明，天以示人，有必资于爻者也。六爻初上无位，故人不及。自2至5，人道始终。3、4中爻，人道表里，刚柔消息，于此见焉。故察其所占，观其所处，立其所因，则行止进退之道必矣。盖束缚于爻，气存于象，理喻于上下，用为于实位。补得其一，则知其余。故曰义以共。言自下而上，自近而远，自卑而高，如共也。而各尽其变，变而不为于爻，不利于象，不失于实位，则共者得其利，有其功，大其德也。如国以共而富足，民以共而安和也。本乎自然，出于本心，则无怨无恶。据之以道，取之以度，则可大可久。此六爻之用不匮，而全卦之德无穷。卦以爻成，爻以卦据，如明与君，如仆与主，各尽其职，各守其位，则卦爻皆是乎道矣。宗主父主，法象二字，最为精要。凡有象可观，皆象也，而非法象。法者有定有则，永久不易，有纪有度，可以稽计者也。如人间法律，有一定规范，使人皆能知之守之，遵行之也。故法象自天地未始，举凡天之所属，地之所有，如日月星辰，风云雨露，山川草木，禽兽虫鱼，亦皆有象可记，有数量可稽，而附于天与地。是天地者，法象最大者也。然既曰法象，自非以其象贵，而在因其象以为无人法，则何在？在于义。义之取法何用？用以明道术。道术者，大之迷于六合，小之藏诸一心，以人物之身，而有性有命有形，皆法象也。皆仿于天地，适于阴阳，合于鬼神，通于上下。故心谓之载，身为之辅。心身者，由天地包罗万有也。五官百体，气血精神，无非心身统之。亦以人道为主，则取法天地，以明人身。天地分于太一，人身分于太极，义也。阴阳者，生活之总纽，而大细无不有之，则由天地之有日月山水也。气之所行，行亦见焉；数之所负，命亦记焉；性之所存，道亦喻焉。故道者通天人，性者达鬼神，行与言者则该夫礼，体与用者及其数。数也者，与身俱身，一定而难易。然气有一改，数亦变焉，则由轻乎上与轻乎下有别也。天地即二气所结，轻轻者上升，重浊者下沉，则以善与恶为变。此分阴分阳之欲也。阴恶而阳善，故上下易其去，
而龟速易其位。龟者如水就下，恒易动于恶而趋于阴。唯有圣之之事，知性之宜高，道之贵上，则逆行之，逆则为反。龟言反其龟趋之道也，故曰易逆数也。既逆其行，亦逆其数。逆则超乎数，而达于无生之身，此先佛之戒，必由修治之。易之逆数，自其象见之。即一卦六爻，不自上始，而自下始，由下以上，越进越高，此为反天道之行，而以求是于性命之真也。物之为用，人用之也，而用有其利，知其利者为圣人。故重在圣人之能发明，以为天下后世利耳。如上古穴居也安，有巢氏始发明巢居之制，则仿于鸟而利用木之。上古如毛饮血，生食诸物，遂人氏始发明取火，则因木生火而得熟食，即取宣之利。后继教民稼强，使有五谷。皇帝教民公事衣裳，使得安居蔽体。神农尝百草，使之药物。其博论病理，使之医方，皆所谓备物致用，立象成器，以为天下利者，而皆先得之于易，后闻易以详述其原本矣。此圣人之能，而取法乎天地，因利于物者，故得业日大，富贵日隆。富贵得业易也，故谓之所瞻仰崇高。如日月经天，山岳至地，微微乎莫与并矣。故亦取象于卦，艮为山，兑为泽。天地定位之后，即既以山泽通气。通气者，通天地之气，以成生化之用。艮亦阳在颠，是天之气下降，而为山；兑亦阴在上，是地之气上升，而为泽。山泽者，富贵之所出，物之所处藏也。故山天大处，泽的萃；处则物处，萃则物聚，皆富贵之具。而谓易卦取法乎天地山泽之利者，天地主其生成，山则成其发育，则物之用不可尽，力不可穷。故则无水曰困，山有火曰履，是毁其处居，而败其物之利，失其物之用也。故备物者，天地自然之功，而致用则圣人之利也。立象成器，圣人因易卦之治，而为天下利，则人类之福也。故本节所讲，皆推本圣人法则天地，利用万物，以易卦示人，而明教天下后世者也。宣圣所讲为止，自易皆出道之本体，世人始知道之为道，并非模糊场晃，莫可就结之物。此时中国言道最初最精之化，与老氏所说互相表里。老氏称道曰无名强名，正是由无入有之扭，亦即由太极而两仪之象。太极无也，两仪则有矣。有其气而后有其数，有其名而后有其形。故一阴一阳，气也亦数也，名也亦形也。而后微妙不在气数形名，而在一道字，以名之两仪，名之阴阳，皆有偏颇之弊。唯以道明之，则通贯上下，切题万有，会合神形，推运一切，无不可也。故道者发于太极，至于无尽，日用寻常不能外，今为奥妙不能分。大之包天地而有余，
小之入无间而游戏，以其名之顺乎礼数，行之达乎天地也，而其用于人也。有修持之谓焉，有行止之谓焉，有处世皆物之楷模，有成仙正佛之阶梯，则是其人之所遵行，所彻悟，所抵制，所成就，而异焉。故言道万端，而循原则一。义者何？一阴一阳而已。阴之与阳，以为后天。既分之后，非复先天未动之时，故人物之生，必自阴阳交合始。合则生，离则死。则阴与阳者不得孤立，不得独行，而合以修炼之事，成功之日，不复有阴阳之分。此非阴阳之孤独也，亦非其分离，则为功夫火候化而异之也。虽化而一，仍有其原质，如化学之物，虽已变为第三种，而其原有之物，仍不得失其一。故化合之功，即修道之欲，修持之妙，即有还无，由二反义之象。此即以出者入之，去者归之而已。阴阳自太极分，其成也，仍归于太极。故曰道者反本复始者也。夫道既以精粗巨细通乎一切，则凡有者，举不能离道以生以存，以育以成。此中庸所谓道也者，不可须于理也。而推之于人，则自生始，与生俱生，生之所有，即道之所复。然道无定形，无定形，亦特生之曰：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此二句即足代表道之定形。定形，行谓之善，行谓之性，性也善也道也，三者异也。而亦分为前后三段，即初名曰道，中名曰善，终名曰性。此三段乃人之一生，始终具备，不得或失。失则失其身矣。失其身者，失其命也。故中庸曰：天命之谓性，性命与身，皆自天赋。而天者，该神行气数，谓之主宰者也。非如天地之天，天地之天，指上之苍苍者，此之谓天。发于无形，统乎有形，包诸生成，主其欲养，而直通于人心。凡心之动，天即感焉。此神之所照也，理之所因也，数之所服，命之所立。莫不由天，亦不称天者，以有太极代之也。太极太一，天之至尊，神之至崇，生成变化，莫不主之。故有生者，莫不自此出。气也而有非气之属，数也而有非数之类，名也而有无名之名，行也而有无形之形。斯造化之至神，宇宙之至精也。于人亦因之于心，通之于性，命之于善。第三章总数全章大致，故义之三句，实以人为准则焉。举人足以概括万物矣。人为万物之灵者，以其神能通天，性能合道，善能治数而已。故举人凡天命之生者，皆可由是推之。宣圣讲义，此章谓阐为，阐明天人性道之奥，即人天修养之要。因自一阴一阳之谓道起，下至成之者性也。其下将后文成性存道义之门以来，为第一节，皆明性道本始，有合于义者也。其后因将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节，
皆作第二节。最后则仁者见之谓之仁等语。四顺讲至此，在于何定？以道与性有名而无形，形在于德，德有四，以仁为首，仁礼义信，达夫四德之德，通夫人生之心。而在义则以位为主，实为用，物以为利，人以生财，皆本末一贯者也。而又分内外两大类，即中庸臣己人也，臣物质也。术语所本，在义不言志，称之为用。显诸人，藏诸用，用也者，智也。智藏而不灵，则明德归后。故不讳言利而讳言智。中庸皆出智字，以申述一词不尽之意。所谓智者，人之效也。有人始有智，人不见，无以至称。是圣人虑后世图逞聪明，好行奸巧，以欺民罔物，致天下纷争，而莫之所戒。故老氏曰：大智若愚，智而若愚，足见智之一藏矣。藏者谓修持秘诀，与前讲逆自有异曲同工之效。盖藏为退休，谓隐遁。如文中圣人，以此喜心退藏于密，正是藏之要者。书曰：夙夜积命又命，亦退藏之事。不独隐居独善，所贵极秉国君，礼万机，正位诚实，亦必有退藏之道。臣以一动一静，天地之枢机，一进一退，谓时之橐越。有其一，必存其二，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耳。显之与藏，仁之与智，相环承抱，永不远离。故智者无畏，无畏而无不畏。无畏见其藏，有畏见其显，斯道也。自古甚受人心法，有如尧舜兴传，昭垂万世，不得已也。而二者合之为中，即太极也。中者包动静，该显藏，被人治者也。故执中无偏，则显道也。藏亦道也，仁德也，智亦德也。在人为性，在身为心，在物为情，在妙为神，皆合此二者以成之。上圣下愚，义也。而身性同，刚强柔懦，义也。而心情同，谓自天命无或加减也。能明此，自明天道性命之学矣。义虽始自太极，太极不见其用，必至动而分阳阴，两仪既判，得用乃彰。故在周易言道，必自阴阳始。周易未记以前各义，推演其变，故略体而重用，先有名而后无名。盖阴与阳者，以天地谓之表率。阴阳而在义，则谓乾坤。干阳而坤阴，卦自乾坤始，则乾坤以上，推义所包举。然不得不溯乾坤由来，更不得不明天的法相。天地既定，乾坤陈列，则所谓生成变化，皆自此分别繁衍。此所谓道也。道由陆也，由木之干，草之根，有所始，有所终，而共达其生存之道，舍此不可也。故数天地间万物万事，皆以道范之。如人之有形，必由陆也。陆有来去，道有阴阳，义也。而兹所谓道者，故从圣人为所生所成所变化之路，却直探其源，尽求其本，谓义之为义。故以义喻难，以义明众，通其原本。
故自异而一，则所生成虽不可及，所变化虽不可知，而采之于初，所知于始，则不过一阴一阳而已。此两一字，一则是其本，一则明其量。本始之一，即自二以下皆一所出，分量之，亦即两者，等量其观，无多寡轻重也。故两一字含有深意。不然胡不曰阴阳之谓道哉？明阴与阳，不孤身，不独成，不自变化，必与其一合，而后者其功用焉，则一之所上矣。一之与一，合而为二，其而成偶。如人之男女，物之雌雄，原相匹配而克协和。苟有多寡则不和，有轻重则不匹。以分量为数之本，数始于一，而推之无尽。知其一则知其余。自太极生两仪，以见天地有其应运之气，人物含其孕育之情，不可苟也。而天地好生，人物重续，皆自然之妙，不得强也。人物未言其宗性，凡其族类，以求生存永久者，皆气盛而数至，理备而情同，故名之道。言其不变也。道之不变，其用则日变。谓不变方谓道变，变方谓情。人之有生，亦本是利。故此道字，谓之天地之道，谓之人道亦可，以其无差殊也。一阴与一阳，日行而不止，相报而不离，则生成越多，变化越广，以其中不被夫是义也。备则害之矣。何以先阴而后阳乎？此循旧生成之源，必自因为载誉。如人物必抵于地，而后能生成变化，故出生之时，阴在阳先。阴先非尊之也，以太极之动，阳自分为阴，其先元阳尽也。动则阴出，非阴以含喻之，则阳越动越飞。孤高独拔，不得与阴偶，则不生不成不变化。此何图之术？天意生水，必得的六成之，无成则生亦徒生。先不能生乎？故天一地六的二天七，以下五行之生成，亦即此一阴一阳之匹配孕育也。而数有大小者序也，非量也。以生者在五之前，成者在五之后，或以为有多寡轻重焉。然天地应以定其上下位矣。天先的后，亦序也。此阴先阳后亦序也。男女雌雄，各有其位，明其分，别其尊卑，而不得谓之尊阴一阳者，亦道重阳不以此分，其分位也。一阴一阳，出生之机，以后生成，皆如此出，推演日繁，生化日急，天地无位，人物自分，合为太和，利益终极，顺逆来反，皆循势律，故名曰道，永不变易。背道之生，生亦同灭，生生不穷，息息相及。此天地造化之行，而人物凡数之机也。故太极者道之本体，初无合相，精明浑圆，精气场晃，有动则分，有静则长，如轮之转，乃运万象，由无入有，自简而众，一阴一阳，互神其用。道本无名，名其所动，以人为则，乃得生成之正者。父母构精，生育以定，有阳以息之，
有因以辟之，两者相助，思见所违，背夫势利，逆天为性，善恶之分，性情有正，故明道非徒明也，习亦有所成也。卦爻之和，始于乾坤，生成变化，包夫阳阴，此人道之本，物情之根，系是辞止者见其精矣。第一节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诚信存存，道义之门。宣圣讲义。按此系经本上篇第5章前3句，与第7章末2句。一阴一阳，道之大则，而道无名，无形，无形。明之道者，以其有是道耳。欲知其行，欲得其行，必求于德。德自道生，如物之有功用也。德可验诸行，真诸事，以明其所谓所成。故曰继之者善也。此善自德之总名。凡德皆自善生，仁义礼信，善之一也，义德之一部，而仁谓之首。然仁者即善之见于外而出者其用，存于中而先立其体，故仁善义也。而有大小之分焉。道之者也见其善，藏也归于中。大学指至善，即直中也。中与善一体而异名，则一体用也。而何以谓之计？则民夫所自之意。道原善而人不能见其善，必待善以成形，方可知其为善。则太极既动，阴阳已分，道行既昭，善恶已判。有善则有恶，亦即有阳则有阴。阳善而阴尽于恶，反不得不用之以相成。恶者成善之具，无恶不见其善也。而亦为人道立则，不敢干于恶，唯求于善，故道之推演，或不免于恶。而人之明道，则必止于善。此大学之教，实本意此节既自来。言既道者善而已，虽道不偏废阴阳，而人必就正于善，善以尽阳，未素其本始。原如是也。盖太极未动，纯乎元阳，出无阴也。则人之至于道者，亦必本太极之未动，保元阳之永存，则为善以明其行。有善则恶亦与俱化矣。善恶皆泯，阴阳复同，是由众而一，由出而成。人太极之象，亦中之本相也。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，则即此善自之境。寻常善字，均与恶对举，唯此善字，纯善也。即大学之至善，至善上何恶哉？故纯阳无阴，纯善无恶，此不义之理。然何以人取与恶对之善为名哉？此后是争论性善性恶之症结，谓不知先天无名，有名则当从其善者明之，绝无以恶名者。且此中尚有经为之指。前讲性善时亦曾提及，兹更详述之。气也属也物也，凡有人体如阴与阳，其与偶之类，分则各存其名，合则独存其一。所谓义也。人本太极之初，两仪为判之象，故阳与阴，合人为阳，其与偶合，人为其，谓其一纯包其二也。故善恶既合者，所存为善，不得以恶名之也。至异欲者，为数为罪。如一合二为三，其也；三合四为七，其也；
是即阳能统阴，善能盖恶，而时生生不异之理，以阴源自阳出也。阳与阴并行者，后天也；善与恶并存者，人情也。而先天独阳，性道独善，故善为道之大则，不得以恶混之。道至清净，原非恶所能产，而此处记之者善，则推原本始之行。由道以下则未记，由行以反则未成。记者直接而来，中间无物。如曰道者善也，至其反归，则可曰善者道也。道之与善，如母子，如根之，相连相续，共见其用也。故记道之名曰善，尊善以行，知善而止，即在道矣。岂有他奥妙哉？而纯善之成，必自超越善恶之上，以不得复有些虚恶念也。一念之动止，如太极之身两仪，善恶均备。若纯乎至善，则念念皆善，不独无恶，亦不复知有恶；不独不知有恶，亦不知有善矣。故是执于善恶者，皆行而下之事，不足与于道也。道本自然，为天择之，天何善恶哉？故记之者善一句，时圣人明之，以教人之所本始耳。人生本始，莫外于道，而分于道，以存于人者性也。性与善亦同体，性无不善，而善之所见，正性之所成。佛以明心见性为交，见其善而已。善之不渝，性亦不失，故曰成之者性也。故成二字通用，成性者成也，成言其中无物，而所谓成之，即成道也。既道以善，成道以性，此人道本末始终，由生而终，在此三语，亦如教义所本。中庸将性自加于道上，乃为人修道言，以人道为重耳。若就一切人物言，应以本节次序位则。盖有道则有善，有善则有性，苟反而孩之，则明性所以成道，指善所以见性。
三者亦以贯之，而有终始来去之别。自道生者不独人也，其生或难免于恶，则其性或难成于道。谓其禀赋有殊，情事不一。此圣人设亦明教，必以道为归，善为行，性为身。此成之者，成道也，成人成身也，成物也，皆包举焉。谓其律天道，发于善也。此亦中庸衍之甚详，如成以人也，亦节，皆推论此志。谓成者非成己而已，必达于成性，达于成道。性道者无物我之界，人己之殊，唯有人智之分，内外之别。果成矣。人无不成，物无不成，人智思智，内外故成。此推性之本德也。性之本德为何？善也。至善以明性，立德以明道，则人道必矣。诚信诚字，人作诚，以诚上诚之者性也来。虽古通用，原该诚字义。如中庸诚者自诚也，诚者不独诚己而已，所以诚物也，皆同属一义。诚即诚也，不诚不得谓之诚。既诚谓有不诚，欲其诚，舍诚莫由，故自作诚义。人间诚，非二解也。以道言，谓素使之称；以性言，谓归还之号。谓性在人，与生俱生故矣。而能以其受者人归之，以其始者终成之，则先矣。故正重申之曰：诚直者性也。言率性以反于道，方谓之道，方谓之诚。而诚必由诚，不诚何诚？故道谓统明，善为其行，性为其诚，亦其始终之名。始自生言，受性于天，即道也。即一阴一阳之交合平匀，而得其中体也。继之者善，即有生以后，必遵之行，必由之道。善亦道之别名，亦即中之别称。大学指至善，即中庸也。执中用中，皆指善也。皆遵道而行，顺生以育者。故道在行谓之善，在诚谓之性，亦谓之诚性或诚道。诚性者就一己言，诚道者就一切言。诚性也，诚道也，亦诚无不成。故内而诚己，外而诚物，莫不备善。非有殊途，诚道既属之人，且贵诸性，则人之可贵，性之以宝，不待言矣。而必法夫阴与阳之和，合则得其中矣。喜数哀乐，七情六欲，阴阳之偏盛也。不得其平，则不和；不和则不中，则为乎性悖于道。将何成乎？谓其不能成也。成之始自成义。大学成一章，首曰无自欺，自欺悖于成，谓其失真也。真者天真，或曰性真，亦曰真气，亦曰元真，皆此真义所本真。义既失真，性亦离，真气不固，元气不保，将何成哉？故道家修持曰修真，成道曰成真，仙曰真人，天曰真境，即性道发源之地，天神主宰之都也。性谓之真，即曰身外天真物，唯性谓真体。真即成，故成真者，必无杂念，神智永定，所谓义也，忠也，皆此相之别名。
故自异言。阴阳分而又合，谓之生。自人言。阴阳既合而化于一，谓之成。总名之曰道耳。道之为道，故有不必皆善者。然此所谓非道之道。道之道，老氏曰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足见道义不尽为善，而此处则道。何信言则无不善者？盖道乃统名，信乃无形，皆不可见于外。可见者为其所发之德，所行之功。功德云者，即善之见也。善亦非皆欲见于外，内藏于心者，亦善也。而人谓知之，不以善名，故必争诸行。行者，思之结果。行之善，思谓有不善，而思之善，行则或谓尽善。是以考道之善，必先视所行，此则通天地，贯日月，合岁时者，非独贵于人。天地之道无不善，日月之行无不善，岁时之序无不善。其有未善，非本源也，变也。变则非常态矣。如人疯狂，病之变也，非性之真，则不得直以为言。后人强直性恶或善恶混或半者，皆以变为常，以病为真，谬之甚矣。性故善，亦不必以善名之，以性无形无名，不得加以区别之辞。如道有阴阳，其成也。阴阳化于一，复归于太极，则太极之象，有何阴阳之差别哉？然元气纯阳也。苟名太极，谓之阳或可；苟名性，谓之善或可。故直性善者，较性恶谓贤。无故曰性相近也，不加善恶之名。今亦以成道为性，使以成之后，不能有善恶之分，唯在未成之先，则必称之为善耳。性为善，与义之福阳义阴，皆服于自然之道，非圣人故谓之。故既道者善，体道者阳。道虽该阴阳，而生生不已者，阳之德也。无阳无生，春夏为阳，秋冬为阴，温和为阳，寒冷为阴。故生为阳，杀为阴，以杀为形。天下更何道之可言？以兵戎为真，人类更何生之可乐？故君子重仁义，轻征伐，先礼让，后争讼，皆顺义之福阳义阴，是性之至善无恶而已。性成为道之权，权始权终，权受权归，亦故指人类言。但寒灵之物皆然，以其行善而至诚也，守中而导合也，执一而还灵也。故其成也，亦谓真体，无异于神。人之不善者，反为愧焉。人生有性，人谓之见，以谓之变。混混噩噩，盲昧生死，与物合异，与草木合殊，此则谓顺数之类。道之下者也。道本有上下二途，后闻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气。下者气之属也，其分在于形。故人物之生，有三重焉：曰性，曰命，日行。性至精，命介乎精粗之间，形则粗之属也。然形亦分三品，上焉者合乎性道，中焉者秉于命数，下焉者为形而已。故形之具，谓身之表见，而非身之本源。本源者性也，而必有命以喻之。
行之于命，不可须于离。离则行尸走肉。徒有生而不知所以生，则废然木石而已。圣人尊生，则三者兼重。故一则率性，二则知命，三则践行。斯三者一贯之道，不可却一。却一则身不全，身不全将何以成道哉？故践行为圣人能之，以其不备夫行之身也。故此节曰诚信存。二存自之义，前以讲极，极义指命，义指行。存命则命能自立，存行则行克自全。全行之道，为道家所最重，而有偏于枯寂，不合于天性者，如宗存行，自得见之，而始于孝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即存行也。推之五官百体，何亦非父母之遗？何亦非天地所赋？则何处不宜爱护哉？故无尺寸之夫不养，既无尺寸之夫不爱，而其至重且大者，厥为精气神，有以气味行之主宰，血味行之生源。二者关乎存行之诀，其说甚多，而以养气味彻始彻终功夫。盖气固则体强，气畅则血和，气足则精充，气凝则神定。此为养生存行者所必重也。儒家养气之诀亦传于道，而自农宣气于尧舜与汤文周之术圣者，莫不精于是道。故神形充实，精气焕发，享高年，乐其助，视其体。所谓无为之治，则由是推之至道也。无为者，道之虚静守一，与佛之真实不虚，其妙奥正同。为虚能实，性静能真，为一能大。故养生之道必自养气始，内则合于性道，外则见其形骸，而必先成于中。成中者见于外，充实而有光辉，则外形具备，神气自完，上通天神，下达物类，莫不成为一体。此一贯者也。余自养气有德，回也不受，受之于参，参传诸疾，疾乃传授疾科。科所谓善养浩然之气者，正指此也。而一本章之意，亦与科所述者印证。所谓道义之门者，即科所谓配义与道，无是内义，即义所生。义正则气自壮，义亡则气亦消。此消长之术，正与义之卦相同。阳消阴长，则气日邪；阴消阳长，则气日正。斯包覆二卦之所是也。包之阳为仅存，故谓之包，即气之日消也。覆之阳欲渐长，即气之日充也。而此阴阳消长之机，莫外乎道与术。道见于性，术见于命。合之则始足于行。行者性之所存，命之所附。无形无生，虽有性命，何与于人？盖人之有生，谓有生也。而万物亦然。有生方谓之人或物。如无生则神也鬼也。无形可门，无质可验，虚玄缥缈，别有其界。而非世上之人物，则不得与人物通接。纵有灵焉，亦不得尽现其形。若无形而现形，是怪也妖也，将害于道，何益于人？故有生者必保其形，有生者必全其形。内经有保命全形一篇，即喻人类践行之术。
所谓修道之第一事也。行之不全，神将焉托，命将息利，性将胡明，故行为身之要器，虽非身之本，亦与身同重。气也，血也，肌肉皮肤筋骨，五官百骸，无一非形所属。设有一不全，即为身之残疾，是病也。病人非人类之常态，故有病必疗。神威皇帝发明医药，即为欲全其形，保其身，以延年益寿而已。故一手皆之，以明道之重生。身之重刑，性也，命也，皆力行以存以育，以长以久。成道者必自见行始，修道者必自全行起，而存行存命。所谓存者，非徒存也，必自道义成。道义之门者，非为诚信存为门，乃修道义由是出。如是之有门耳。门由类也，道其统名，义则条目之一也。道义之门，道字与上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道字略别，盖上道字道之总称。此道字则指人道言，人道故不为于道，而与宇宙间之道有大小远近之分。人道者，人类必由之道，出于性，合乎命，存诸心，见之于行，故内而思维，外而行止，大而普及天下，细而成于一身，皆人道也。此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者也。本章言道先于性，中庸言道后于性。为不同者，即亦属天道，亦属人道，亦溯其源，故自道生性。中庸名其身，故由性名道。其实亦无多殊，如大学指至善，善字与本章善字亦为异。第二节本章述道之总行，大学明道之归宿。有若始终本末，实则为善意也。善以行自先善以成，善以始自先善以终。苟有行成不一，始终不称者，非道也，亦非人道。君子无不慎终如始，行成若异者，自得言之。昭于外者故可称，藏于中者犹可贵。师所谓不显为德，即与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，皆玄德也。玄德不昭，德之至矣。而人道则首重明德，故大学之道曰：在明明德，明德集于物，则至善止诸功，二者一贯。大学为数求学次第，不得不自明德始。明德之成，乃为玄德。文王之至德，大顺之玄德，皆德之极，而无名无形，以附于道者也。德自道出，苟成道，何用德为？善之与性，亦由是也。性之以成，何有善名？故有善名。性之谓附于道耳。人道之崇义亦然。义者德之一，而与人表里。天地先人，人物兼及于义。此处不称人者，以上之善自极道自上包括之。且仁者诚信之所贵，而义则见行之必先也。盖行包心情，行之谓害，多属于情欲。情之不约，性故不充，而身先败。谓欲之能害气血及百体也。曰情之道，为治之以义。义者宜也，利也。干卦曰利以合义，又曰利者义之合也。即言义之宜于行，利于身，而合于情性也。义以至行，
则喜怒不偏，哀乐有节，斯谓行之力。因义以后其养气之力，益其明德之功。故好义者有用，见义不畏，无用也。义举能服众，义身能革非，义气能全德，义心能断欲。谓其有用有决，至宜至刚，不为物挠，不为情屈。故养气者，必配义与道，即本章所谓门也。天地之大德曰身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？何以聚人曰才？理财正辞，尽名谓非曰义。仅按此系经本下篇第1章末节。宣圣讲义，今讲第3章第2节，以少数第1节之意，以天道人道分别言明，而注重人道。人道原法则天道，天道包天地言。天地之道者，自然之条理也；而人道者，设定之纲目。此为不同，实则异也。盖人道不得离乎天道，天道之范围故广，人道之运用亦无穷。天道之精微故难知，人道之极则亦莫睹莫见。则所谓造诣不一，成就各殊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有其等差耳。然一灵一爪，何非天道所分？有修有位，总是天心之见。故贤圣循其大者远者，庸于虑其细者近者，各治其道，各遂其身，即各成其性，各见其行。志不齐也，其以不齐，谓之大则。以殊途同归者，终必异也。而在恒一视之，则犹难强其同，拟其机。此上至下愚之所分也。上至下愚，身同性同，而命不同，行不同，以其禀受之差，因果之别，父母遗体之异，家庭境遇之分，虽有不能易者，而非才之罪也，性情之所出，而良恶之悬殊，心智之所思，而聪昏之差异。此无他，命之所定，行之所生而已。命付于天，行成于亲，而心之所思，神之所合，气自所摄，肌肤所容，美丑不齐，强脆个别者，皆行谓之。故行者后天之本。如一家之事，有楼阁园庭之盛者，即有闭门闺斗之居，有雕刻文藻之美者，即有布屋茅舍之陋。此虽合的合时，不得强而易之也。然行虽异生则同，谓生者天道也，非人所能主宰。人与万物皆天地生之始也。有如属于男女雌雄之构合，生之先也，则由天地阴阳之阴运，男女也，雌雄也，何非阴阳？何外天地？故生之者父母，而命之者天道也。本节记述阴阳之道，成生之源。故以下即述天地之德，生为本。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，实明世间一切生之本源也。何以天地以好生为德哉？则亦阴阳之道，自然而然者也。阴与阳也，不和不生，合则无不生，孤则无和，并有则无不和，以其情之互求也。如男女爱慕，雌雄合聚，不教而能，不遣自治，谓其为生之所趋也。生也者，宇宙之大本，人物之生相续，宇宙亦繁荣不败，使不生也。何宇宙哉？故生也者，天地之大德也。
生生不以之德，既自天地见之，人道仿乎天者，亦以生生为本。而人道之生，非如天地之简而异也，则生之者必有育之者，长之者必有教之者。生育之不匮，则必有时以养之；教训之及时，则必有正之者。故父母生之育之，必待师长之教之，君上之实之，犹必有主之于上，以为重正，尊之以位，以为名望，则以人生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前既言之矣，良友之不齐，徒教不足以化之，则有待于政；贤否之不一，徒恩不足以育之，必有赖于威。正谓重正，威谓名位。此得于天之日星七正其度，天以雷霆一正示其言，正行以纪教令威，以肃观瞻，有德以为之。范围有权以行其命令，此则国之必有尊。君主是也，天下必有主；帝王是也，而所以尊之主之者，则在于位。位者分也，分定则尊卑民，位立则主臣别。无论其国何如，其政何似，虽君后之名亦以统帅，帝王之号亦以总领，其为权之所属，位之所尊，命之所发，政之所出，则皆不得有殊，以众之意志，不能不使之一；民之心思，不能不令之奇，而去其不良，以保其善，究其未正，以警其邪。是皆国之所必须，治之所必重者，则尊位之所保，不其大乎？故不欲其生，则无宇宙；有生不求其安，则无国家；有众不统于一尊，则乱；有民不欲以制度，则为乱之邦。不得为之国之人，有生而不能全其身也。生之不苟，则养之必以正，此一谓养正。民习之所先也，育之以情，则教之必以时，此蒙谓出教。人生之所食也，劳民以食之，则敬养之亦不困；率众以群之，则失真之道当从。而最要者，是民以礼，和众以乐。礼之为用在律，上下以变，民治私定，乐之成志在御，地祖配享，神人以和。此皆义之教，而莫非素于天尊的卑易节之意。此处更深之以圣人之大宝曰位，斯语也。上承天道好生，而人道则求生之所安。远绍大道有序，人道则定，道之所尊，安之全之，生乃可贵，尊之定之，道用乃明。此以谓位宝，非自私也。位者，天地定位，于卦曰9562，乃内外至正至中之地，而谓道至极至义之本。盖不图以地位言也。凡一国之尊，一家之长，一族之宗，一群之首，皆有其位，皆圣人所保也。推而言之，不独尊有位也，卑亦有之。
故曰位者分也。各守其位，各安其分，则天下平而国治矣。且所保者非位，而在位之中正。位非中正，则位也，窃也。将奚保哉？故中庸曰：有其位，必有其德。正以位为天所命也，天与人归，方称乎中正之位。故保者保其德也。承上天地大德来，德之所明，位必至焉。明德及天下，天下咸服，则位正而永固。故下文曰：守位曰仁，仁由人也。二自古无异用，人之不仁，名曰匪仁。人以仁为本，义本大生之义，生之本曰仁。故果实之和曰仁，仁而不仁，是失身之道。故半体残废曰不仁。由此可见人仁义而二，二而义也。有人以治其德，自有人以守其位。就范曰：王人无以为宝，人轻以为宝。一生之此节之义者也。生而有位，则生者安全；位而有人，则位者永久。而人也，人也，皆以忠直为本，有以忠为先，谓其为太极之体，道之先也。尧赵舜曰：允直其中，即明示直中及守位也。中之有失，天禄永中，以尧舜圣人也。生气乎异此节之奥妙矣。守位者仁，以详前讲。此人自故该上下君民一体言，而由重在有职者，则谓守位耳。有职有位，无官职即无定位。虽人民皆有其位，即分也，而非为官守，则非必为圣人所保。官守其位，人尽其职，各终其事，共勤于公，司上下相慕，民良相洽，圣治之本也。然在古者，圣人在位，作之军师，君固有位，师亦有职。关于师卦921爻，以一阳界5阴中，其位独尊，此即师之本位，已非95。故非君而为师，师虽尊严，而权不逮君主。故在下位长，在上则视若宾，以与君匹配，而有上下之分耳。他如相向之臣，辅弼之官，亦有如师之尊贵者。故有师保父之称，则君主处二，亦当以师事之。位重其位，必崇其欲，尊其职，使善其事，不可苟也。自卿大夫以下，凡在公者，或吏或属，苟有定职，皆有定位，皆以人为重。以守位者仁，人之不良，职于何有？故人必仁，仁而后称人之名，仁而后守人之职，此不义者也。然士夫潦采，贵贱固殊，宣制有别，而其奉公共职，受禄沾身，则无不同。古者农为立国之本，故凡民皆因耕而后食。唯在公者，禄待其根，非他。奉以养廉，食以保身。既不得分立农耕，则不得不视诸禄养。圣人养贤以治民，凡职及禄以自养，其意义也。故守位在人，而据人在财。非财无以供其俸禄，则官不奉职，吏不司事，国将息国。如减其禄，而则以之守，是骄之虐民而贪禄也。民之奉公有定额，过此额者，皆苛政，称税征庸痛也。
设官吏不能养其廉，欲其不贪，不可得已。故治国必先理财，有财而后人聚之，此异端也。推而言之，百事之举，皆须于财；百工之劳，皆须有给。则养官吏故谓巨人之先，而兴大业成大功，亦皆巨人之所必重，则莫不有待于财。太卦曰：后以财成天德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足正财之关乎巨人者大矣。财以为用，则国不溃，而民不贫。未取之有常经，出之有定制，先事预备，未雨绸缪，则府库充盈，而上下富足。此善治国者，守重财用，而非滥用糜费之谓也。大学所谓小人为国，则务财用，此真边实弊之言，非治道不义之论也。有财使有用，前以明示之矣。所最重者，在以财聚人，而非以人聚财。故又曰：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可见圣人于财用，实有治当之度，治公治贫之道，以处之也。财聚人者，不独以财相结，是其恩惠，而在以财成用，得其功效。故财之与人，相谓聚散，彼聚此散，不可同获。可同获者，必所聚非人，所用非正。小人以聚敛未能事，君子往之。贪夫以好费为豪情，治土不懈。盖被入者辈出，奢侈为贪之源，吝啬为贫之因，以其失财用之正，而徒训在谓之私欲也。此与最要者在聚人。换言之，即在散财以聚人。大学二句，正本此旨。盖以财聚人，则必先能散财。故此人自盖一切人民言，散财之道，不止以禄与人，以奉分官吏，而在轻其赋税，薄其征收，先民而后己，重民之身，而兼欲国之用而已。而赋税所得，征收所积，又非以之自私，必先择于所用，以用为财之要义。无用之财，乃弃财也。天之所与，而暴弃之，则就甚矣。故曰理财正辞，敬民谓非曰义。理财正见财之有理，必有条不紊，一聚则聚，一散则散，益之于道，而无所思，则财理矣。理财之要，人以用为先，用之得当，不悖于财；用之失正，是非暴弃，即为吝啬。盖不正之用，必为私欲所摄，而糜烂之费，亦同于吝啬之财。守财而喜与人，多积而尽散众，是纣王露台之类，抚民之怨，败国亡身。财岂能自私乎？理之者，正欲去其私，而就于正，顺夫时而成其德业耳。越有积则德业越大，此大小处之意。处者欲也，欲民欲物而成之，既处既欲而散之，斯免乎复且成至寇至之灾矣。而必曰正辞者，正以理财必先正民，辞由民也。民正言顺，则事亦成，功亦大。社不正，将何以事人哉？纣王之基，无以量于国人，虽有露台，亦不克保。此正辞必所先，辞者使众欲之而无疑。故臣于中者言必信，
譬于欲者辞避之，谓口与心非，将何以昭其德，达其道哉？而圣人为才用以利天下为止，既利及天下，当以天下人之心为心，毫无所思，何辞不正哉？己身作则，足以率民痛政，故敬民为非，亦随理财政辞而发，民之为非，亦未有司，徒欲利其一己，自必行于不法，非法之行，正行所禁，而宋欲之起，亦必自生活始。故在世科卦曰：利用欲，以得时则益贞，见财则益恶。黄金之贵，人所爱也；肉食之功，人所甘也。皆自逞其私，宁无争乎？此灵与之心，即在食肉的金之际。天水送一卦，由于父子不亲，亲而不亲，非私利兼之乎？故听讼者，必审其辞，辞之不正，情必不实，则谓非之正也。圣人先敬之，散欲争讼，于无形，而遂生成，以何道耳？故观此之正令谓之义，义宜也，利也，而有利生。利之正者谓义，不正之利非义也。此义自承上节道义之门来，以道自详示于前。此处生是义自真古，是非曲直，推义以辨之，诚谓善恶，推义以别之，故才用正谓义，不正则非义，非义之才，入故不可，出亦非宜。名词正谓义，不正则非义，非义之词，对上故不可，对下尤不宜。名之为非，必教之谓治，命之谓达。或则上之多欲，观之有司，民乃无所惮矣。故民以为非者众，则在位者，而以自反无作，则官先禁止之。禁暴以安良，禁非以彰事。民之善恶之辨，邪正之分，则谓非者自化事，乃实错之疑，故谓义也。夫财不正则就随治，辞不正则信不立。民多谓非，则众不安身，皆在位之责也。果于此刻尽力焉，庶乎能体天地大德，而全其身；能保圣人大宝，而守其位；能及守位之人，共守其国；能用巨人之才，大成其德也。此为时义不以大乎？故义者得之变也，而生成者必赖义以扶持之，匡正之，以情欲之义害性，而私利之义败德也。故义与道表里相虚，而在践行养生，有以义为最贵。无义则气馁而神驰，心偏而思乱矣。此义自与上道义二字洽因。道义为诚信存之本，此义为全身志志立德成业之源，亦为反本复始之道，亦为尊道成德之功。合而参之，自明其运矣。第三节总述全节大志。宣圣讲义。今日续将第三节系辞正定，以经传本错落太多，且原文较他节长，后人未能明了，兹分两段。第一段系显诸人葬诸用，下皆圣人以此喜心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，神以知来，知以葬往，故君子之道先矣。第二段系显道神德行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知之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圣德大业至矣哉！以下人照经原文。
直至阴阳不测之谓神旨。此第三节全文。欲求明显，尚可自生生之谓义起，分作第三段。因生生之谓义以下，皆生是义与天道人道吻合之处，由是成第一节第二节来。第一节一阴一阳之谓道始，故第三节以阴阳不测之谓神中，始终皆明阴阳妙用。第二节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始，第三节则以生生之谓义成之，亦天人气和之精微。而第一段以显人藏用，明圣人退藏之道，不图自前，不关于民，故尽深言吉凶，与民同患。然圣人前修为本，简易为先，越外昭其德，越内密其道，此即中庸黯然日章所本。故至神以之来，知以藏往，人莫测其高深，唯君子只觉其平易。故以君子之道先矣。谓一段主旨。第二段则承上来，以圣人显人藏用，而对物则不自藏其德业，必显其道神德行。越显则人越易遵循，而所显者有浅有深，依人之聪昏贤否，而异其见。故曰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圣人不限以人知之名，而百姓则日用于人知之道，用之而无所觉，亦由君子之道先来，日用不知，而古万物不与圣人同忧。此是民之由道，顺地之责，不是不知。朝作细习，地利何有？无思无虑，以遂其身，以全其行，以习其机心，以安于天命。此可见圣人之圣德大业，以至极矣，灭以加矣。此段与上段正相对堪。上言圣人与民同患，此圣人之褒与之心；此言百姓不与圣人同忧，则人民安身乐道之状。盖有圣人之忧患，使患得百姓之安乐；有圣人之神功，使做到百姓之道生也。而上言以显而隐，其道日先；此则言有显而大，其德业日至，亦显亦隐，亦先亦广，亦相应成趣，可见人道之与天道，精为奥妙，唯圣人能知。圣人以己之前修，诚信复道，更以我之欲得，致富有之业，成日新之德。由道言则先而又先，由德业言则甚且大，一朝一会，正暗而彰矣。此两段经义入神，以文久错乱，人多莫名其妙，而以不与圣人同忧俱解，话不通，牵强附会，实物后生。四讲实在详阐其意，以下生生之谓义，更由人道及义道，名义原该天人之道，义成于圣人，为圣人名义。此义简之理，见于乾坤。后文专释乾坤二卦时，更为详也。第三节，显诸人，藏诸用。圣人以此喜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。神以之来，知以藏往，故君子之道先矣。按此前二句，即末一句，见经本上篇第5章，中5句，见第11章第2节。宣圣讲义，显诸人，藏诸用，此二语谓最。显与藏之别，佛家有显密二教，儒家亦然。有显方使人知道之当行，有密方使人知道之当隐。行藏隐显，乃人生处世最大节目。而有关乎世运治乱者，有关乎一人进退者，
有关乎其他因缘者，谓因不一，谓道则同。盖显之与藏，由一年春夏之与秋冬。天道因春夏而生育发扬，因秋冬而收成藏习。人道法之，亦不得有其一，而舍其一也。然此处之显藏，又概括人道，终始不同。谓行藏为进退，皆不得被此显藏二字之意，则所谓重在修己，主于立成而至归纳于诚信复命，返本还原，则出处异也，荣枯异也。为正则得则失于万民，为骄则功业垂诸万世。在上则以道善及天下，在下则以德善诸一身。其显藏同，其出成异同，其进退同，其前顿异同，则以人道所必重者，如佛之显密现于教，而儒之显密包诸人己，盖诸中始，举不有为，何哉？无显则德不昭，无密则信不保。保信以密，如女子之守贞；明德以显，如宗师之传教。亦为内行，亦为外功，合而言之，皆道也。故显仁者以仁招乎天下，天下莫不归仁。藏用者以之守其中和，心性谓之永固。用自有只为道之功用者，而不知道之功用，何哉夫藏？道之功以者于物方名曰功用，记者矣，又安能藏？故用字实指智慧言，前已略揭其意矣。盖在即习，人习于道，不上于智，不重于机巧诈伪，不偏于耳目聪明。故老氏有赛其对之语，对者锐也。人之聪颖侠慧谓之锐敏，谓感觉速而思因灵也。反之者则谓之迟钝，钝之与锐，急于与智，昏与聪。古人不以锐敏为能，故不露其智巧。此即崇本厚信，笃行守义之君子。老氏所谓大智若愚，此于自正谓藏其用之称。藏其智巧，人见之若一无所知。此诚璞玉浑金，未加凿毁者，故谓道所最贵。素自上士弃乎唐虞，民心淳朴，世道和安，毫无尔虞我诈之心，不欲用智上巧，以毁其性，备于道。待3代以下，人心日变，世风日骄，于是真上智巧，好为欺诈，以欺人而不知先欺其心，以愚众而不知自导于愚。故天下真言智，春秋以降，智之为用更重于一切矣。于是四德之外，加一智字，合成五德。读诸书史，可见其变之机矣。若在上古义，乾坤四德，仁礼义信，曾未及于智。仁以服春，礼以应夏，义以成秋，信以藏冬。知四者，可谓之至德矣。后世将以治义信，而列信于五，未备中央土德，实非道也。然世习已久，虽有贤者不能易之，果寻讨其意。仁也礼也，义也信也，诚为德目之一。若智将何属乎？谓智未得，于是人类苦矣。盖德者道之所生，而有所成，必益于身心，合于性命，昭于人物，而皆乐服，施诸行为，而克成绩。故民之德，以有成也。若智则为一种用之便利，如哉木然。智
者不过使之素长而已。其长欲成用，非智也，必待夫得。如五谷培育，有须人之志，而其收获丰欠，则天也。春其秋报之法，感神使获有年，则治之为用可也，而非德。既非德，又奚贵哉？然上士藏用，亦非全弃其志。如老士之决志去聪，老士之言，为修道者，德为至高之行。若在平民，人难弃疾，故藏志非摒弃之，乃深藏之，既名为用，以可见其必有所用。有所用而不以为上，则合乎藏用之旨。如持利刃而不露其锋，虽尽人人无畏焉，以其藏也。藏则在身而无害于物，有用而无伤于德，此藏志之真意，后人多未明了。用而能藏，正欲大成其用，如天之东藏，正欲春夏之发黄也。果不藏于先，则一泻即尽，安能成大用乎？故大智者外若愚，顺帝大智，而所以能治，则在好问察言，引恶扬善，执两用中之术者，识其善藏所得，善藏其智，乃成大智。彼若聪明自用，耻于下问，刚愎自护，偏于己私，更何智之足称？故藏志外若愚，知者故知之，不知者亦问而知之，以知问不知，以能施不能。庶乎大智若顺矣。故藏志即藏用，用而不废，而志不露，则功成不居，不居则永保之。此重在与上与显人藏用。重有人以显其德，则守卫有本；藏志以大其用，则得民有由。故尧舜之事，天下归心，人民图见其无畏而治，而不知时有显人藏志。人志原性中所出，内外之别。然智者必先有人，且必以人显。无人以显，则虽极智，亡国丧身而已。是谓有以智始终其禄位者，虽谓之智，亦必赖于人。盖善保禄位者，非用智，乃能以人成其智耳。无人将何成乎？故成己成物异也。而有人智之书，然智不足以独成，此亦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人阳也，智阴也，以阳虑阳，尚不为于道。如以阴易阳，是欲生之而先杀之也。生之与杀，亦人与智，人无不生，智则用杀。故秋冬肃杀，天之至也，而非天心。天心好生，终以阳为重，生不杀则数无节制。而天地大德曰生，总以生生不以为本。故智之用，不可弃而不可显。显则将何治人？显人藏志，天经地义，义亦教不义之理。故藏用以成用，藏志以成志。圣人法则天道始于此，以六字示其奥焉。读者其无乎诸？圣人以此喜心具，即承上文藏用而来。藏用非徒为人物也，而其大者实在为己，即修道也。修道何以避藏用？此一言之最详者，莫过于老子。为道日损，损而至于无，岂非退藏之效乎？退藏云者，非仅身体行止，实以心死简密为先。心之不思，行亦无加；心之少欲，身亦无碍。为先自塞其对，决志去聪，
耳不闻，目不见，心无所动，则神充而气固；思无所牵，则情约而性充。性情者修之体用，体性而用情。换言之，即中和也。中谓性之本相，和谓情之至德。和而不过，则情不害。性而后道永固，命永保，形神永全，而后神用无极，道德不为，以其纯乎真诚，毫无外物掺于其间，则心宁而致一，念不忘而正大刚明之气不渝，则所谓成己之本，亦即成人成物之源。成者成也，而必始于一心。故藏用为先藏其心，藏心为恐不密，不密则精藏而明漏，先藏而后泄，
藏之为何？故退藏者必求其秘，而于秘自有二义：一则藏秘，为防避之无书也；一则系秘，为思念之无间也。而又包括秘之实语的言，非义也。秘之实以当秘而秘，不得作为秘之地以的秘其秘，不谓亏轻。如处深山穷谷，人迹罕至，则得秘矣。如守安和作息，永有制度，则实秘也。故修行之事，日有常客，崇道之人，举有定经，何哉？谓欲秘其心耳。秘其心而生从，生秘则形神更无一殊，则何患外物之来干乎？故礼曰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之，而后好恶生焉。可见好恶因外物之干而生，谓耳目之观不密，感触之力常迁，谓其心之未能先退藏于密也。心之观善思，欲越多，物越重。凡闻见所及，嗅察所至，苟有所感，先动其心。心动则情随之纵矣，情纵则身形与之亲矣。则求之必多，求而不得，则积心已深。于是恶念日盛，有言日冲，天性日霉，命日错，行毁神意离散，遂以身为殉情之具。身而殉情，尚何道德可言？心身皆以情害之，则虽有志，终不足满其所欲，则为图谋损人以利己，杀物以养人，心念残忍，天下须不仁矣。故人不显不能明德之大，志不藏不能保道之全。藏而不密，由之谓藏，以其意为物成也。物之来入，退避若美，有恐有失，故必以藏秘为重。而犹在乎先洗其心。洗心二字，精意入神，在他精意尚未有，以此乃艺术内功治要之诀。凡修行之事，欲先退藏其身，闭其耳目，度其五官，于物不相染，似已近乎道矣。然犹未也，谓五官百体器也，必赖心为之载。心不能静静，虽龙骨残疾，亦无所益。心之为物，出入无相，纵有智慧，不能觉其所向；纵有勇力，不能尽其所思。亦所谓匆匆往来，朋从而思，足见心之难自把握。无论坐席动定，外若无事，心时忙而不息。此为后天生生之理数，不可强者。而为道为性命为形神，则绝不许任其自出自入，自收自放。而况出者众，入者少，放者易，收者难乎？故圣人特于此皆出洗心之教。圣人以此云者，乃承上三章，明道正命保性存行来言，数种做功，必自洗心始。故直接上文藏用显人，以见退藏之道，必先有所谓。而欲达成显人藏用之效，犹必有所重。洗心者，如以水濯物，先去其垢；如以火净物，先焚其污。属的有火患不正如此。洗心务求其洁净淳朴，毫无所染。如玉之精澈，如水之清澄，如镜之无尘，如物之无秽。心已静矣。
喜之功见矣。而其为喜不待外物，则又异乎水火之患浊矣。盖性自斥其心，自戒其念，念无妄起之虑，心无被扰之时，则虽耳目聪明，无害于方寸之宁静，感触锐敏，而无伤于思念之纯一。何哉先自喜其心矣？喜心而原有之污秽皆除，后来之纷纭不起，永守其一，永执其中，则虽随后天生生之功，不与情欲同祀，则虽因造化生灭，而不遂物好同伦。此以心治心，实在善于自喜。喜自从水，水之为物亦多，害亦不少，在人善用而已。退藏于密，纯然洗净之心，如明归藏于独中，每遇前诸坛底，则光辉内涵，清明在公，文藻中要，神用无极，简言之，至诚之境而已。故密藏非永藏也，藏之久，发之大，藏之密，招诸远。此君子之道，黯然而日章，内达性情之真，外trợ中和之德。心无渣滓，则思欲不生；志无纷扰，则物好不独。此内功彻始彻终功夫，实在喜心二字。然心故亦物也，而非物，亦有神在中，非血肉之心。此所谓心，今所谓脑，为思想之主，知觉之官，如一国之君，天上之神。所谓天君泰然，百体从心之令。百体从心之令，则所关乎礼数及道德者，自重且大。故以圣人之喜心藏秘，而后吉凶与民同患。民之与我，虽若一身，实皆同性。圣人既喜心退藏，似与民无涉，而心念纯一，超乎气数，更何吉凶之患哉？不知此与正是道用中始。若有人己之分，实无物我之界，何哉？后天生化，既在阴阳推演之中，不能逃五行生制之术。设人人能逃，则以为道治之事，更何益之眼哉？越见其生化之具，越觉其利害之切。如置身水火，欲图得其功用，而无于其灾害，至不义矣。故亦以吉凶为重，言吉凶将以示民趋避。圣人故不患吉凶，而人民则未能免，而欲皆免之。非圣人不为公，欲明天数，先明天道；欲明天道，先明自性。三者异也，唯圣人能明之。故喜心藏秘，心若无畏，而其德则实与民相接。民之所患，我亦患之；民之所安，我亦安之。故修心者修己，而其旨在安人；成己者成身，而其中在成物。何哉？显人藏用之道，故如是也。成物安人，皆显人也；成己自修，皆藏密也。佛事前修，为度世也；老是远走，为救民也。圣人心与天同，天无不生；圣人之心无不成，故吉凶同民之患，正是人道之极则也。民之痴痴，知是罕极，唯圣人视之，则趋吉避凶，使皆乐其业而遂其身，安其居而育其性，则圣人生成之德，与天地参。夫岂易言哉？然圣人并不以为功，行之而无所思，思之而无所志，
天道自然之象，即人道之所法也。吉凶与民同患，非徒痛也。而言同患不及吉之同乐者，是皆藏有深意。盖吉凶者，本阴阳之消息，直时谓之矣否？故有吉则有凶，吉有患则有乐。圣人仅称患不及乐，可见人心有同于天，无有限量。所忧患者，为民之凶。若以吉矣，何忧患乎？圣人与民同生，民之忧患，及己之忧患，不特此也。民所未能预知之忧患，不是不知。顺帝之责，似与圣人无关，而圣人则欲未忧之，先视其吉凶之来，再告以趋避之方，务使人民永安其身，乐其业，以享天年而时地德。此圣人之心永不尽，而其所以事民者永如斯，何哉？圣人有其诚矣，诚志如神。吉凶之来，先必知之。中庸所谓前知之道，即在圣人之诚，而其诚之始终，正是上句所谓喜心退藏于密。盖精神内固，智慧永战，视听八荒，灵通六合，惟其越近则越明，越近则越精。精明之身，皆由喜心藏密来。果不能欲自知之，将何以是明乎？苟知之而有未尽，又安能证明之趋向乎？故先有其内中纯净精澈之灵，方足以显诸天道于无形，觉诸天数于未来。此圣人藏修，实为天下人民安利之途。其前退，实为天道天数，察其变化，恐人未能尽告也，则视之于义。义以神道明人道，以天数辨人行，何去何从，孰凶孰吉，义故皆皆之于卦爻矣。盖与民同患，不有所谓，将何免民患哉？不有所考，将何以教民信乎？吾真不信。况设未来，圣人非或是污名，所隐形怪者，盖知之则不见其祸，辨之则不虑其污，视之有物，则不觉其隐，言之有道，则不嫌其怪。故虽前之如神，非其神言。观如自己可知其旨意，虽未来逆数，非背数也。观逆自己可得其妙意。盖未来生诸现在，现在生诸以往。张往察来，则来者在指掌矣。神道出于天，天道出诸自然，人道禀赋其间。性命所通，神行合格，性命既正，则神用如必使旨意。神道无私而为，天道有为有显，人道显而不隐。三者之间，以一心运之，而正于性命。故曰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此句即喜心藏密之果。变化在握，则何天数不知，吉凶不明哉？圣之与神，以造议论，原指一间之差，而圣以显教，神以隐通。此处既云吉凶，必先知之，忧患必先防之，则所以至此效者，必以圣而追于神。故其下明示之曰：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，以神之二字，分来往二道，其实义也。知字，知来读原文，知以读去声，即志也。古文无志字，凡志皆作之。此言志以藏往，人与上文退藏于密集藏诸用之意来。藏用即藏志，以履详之矣。
此以志谓藏往，人多未解其志。神以之来，与志以藏往，两语恰相对。本神与志，之与藏，来与往，皆对待而性之辞。不有往，安有来？不有显之，安有藏密？推之不有神之章来，安有志之藏往哉？此二语正生明上文深义，以神为圣公之极，运用灵通，无远弗解，则凡未来之术，圣人不及之者，神则知之。此神也，非天神，非物神，乃人心中之神，出于至诚，谓其灵明不测，奥妙难言，故名之神。非神其神异者也。佛家静坐至第四禅，即的种种神通，如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等，皆由极静中得之，非有术也。凡人之生性中，别具一种真灵，其所知所觉所能，皆超乎人力之上，而以出后天情势蒙蔽，使不得显其灵明，故不能达乎神道，通诸未来，知所不知，见所不见，闻所不闻，能所不能，非神不自显，人不使之显耳。于论语亦略示其效。所谓50知天命，60耳顺，70从心所欲，不逾矩者，正与佛家禅功同。盖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此静不失，则天性永存；天性永存，则灵慧自显。所谓诚性存者，所谓各正性命者，所谓至中和，所谓自成名者，皆此静功，皆能显个人之神，发未有之慧，故有未来天数，在静中早已知之，不待师归也。亦用师归，乃为一般人言。若圣而神者，吉凶祸福故以了如指掌，且能转移天数，变异星辰，以至诚之功，合上天之德，天人合一，则凡小数皆能改移。此中庸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而具，即由神用得来。天地上一无之成定位，万物上平无之德化育。此非空言所辩，必以达乎中和，并至成名不疑境界。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一节，亦不外此道。定静安虑的者，恰分5等功夫，而安自即谓欲之功，虑自即前知之功的，则统一切言，无不的也。无不的者，得之至，而道之宁，则出神入化，通幽达明，即明天之所以为天，亦可知超乎向外，而不复为数所居，为吉凶所束缚。何哉？至性之身，非一般人之身，身与天地同寿，由其末者，其至也。世间不得现之以数，则何吉凶祸福之忧患哉？故神以之来，仅是神用之一格而已。果充其量，则旋干转坤由于世，圣神之德可深言哉？故中庸庶君子之道，与大天下莫能载，与小天下莫能破。此是神用之无尽而已。神以之来，后文上有申述。所谓数往者顺，直来者逆，是故亦逆数也。即推本此语而详演之。四讲实在集，至以藏往，中含经义，即在藏与往。何以往且藏？何以谓之藏？何以藏往谓至？此皆后人未尝明示者。以往对来，来即可知。
罔自无不知之理，而必藏之者，正以其关乎至耳。此至自乃后天之事，非先天之灵明。先天以显而人藏之，后天以藏而人显之，谓欲显其多才多知而已。然害于其德，备于信道，故必藏。藏往正如将以往时事，藏之书府，备诸参考。且藏往则往与来纠纷，来者亦日往矣。往之又往，藏之又藏，使后世之所稽察，天下有所鉴别。前者后之师，往者来之本。果名乎往，何患来数难明？故有神会以之来，则吉凶如指掌；有智用以藏往，则得失如列尘。不使天下有迷，后世有祸，而人民皆安身乐业，和睦愉快，而圣人不有位，顺乎数而视之，存其始而教之，则人民有所遵循，而世道永享平治。故曰君子之道先矣。言不自谓功而功多，不自谓德而德广，即在神以二句，明乎此，则明君子原不赖多道，越先越见妙矣。显道神德行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。忧圣德大业至矣哉！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按此首句，见经本上篇第9章末节次7句。见第5章宣圣讲义，显道神德行，此5字一句，而道神德行4字，一字一指，皆以显也。以上有藏用、藏志、藏德，即退藏于密诸语。人或疑圣人之道，除显人外，无他可显，故此是以显道神德行。见圣人所宣显者正多，谓其不用藏而必显也。道之以显故矣。一阴一阳，消长进退，天以显示其成生化大源，而为人道有以本诸善性，存其行命，以体天地之道，而开人物之机。故道显则天下贤明道矣，人民贤习道矣。所不易解者，为神之显。神者本隐，何以以显？此亦为亦有之。亦之观卦，观天之神道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，此正显之谓也。以神道故隐，而圣人则以显之，以设教，以示民，使民之有尊，而天之有载，人性之可通，命之可接，至诚可感。道用一章，故显神者，非炫神上意，导民以迷惑也。神之自显，灵识与通，圣人与天神同其神化，则一切生成谓欲，皆由此以致之。人故自有其神矣，而苦于避于物欲，异于情好，纷纷扰扰，蒙蒙昧昧，以生以存，以衰以尽，则数之所有。而人之神力无以主之，故以显其神，招其用，用与道一，灵与天通，则更何患乎治之不齐，视之不敏哉？故显神非神自显，乃人显之人。显之者，非显其奇诞怪异，而在显其聪明正直。聪明正直而一，乃得之见于外，施于物，以神元无形无质，将何显哉？不显其德，则神道会矣。村于俗子，焚香顶礼，其诚信有可取，而非以语于能显神者。神道设教，
乃一经不二之意。此无论何时何地，举不能备。备则逆天而为道，失信而损命，而其律教无本，则虽有之有能，亦不足以立于天地，称为三才。故神道之教，不可废也。各地宗教，皆同此志，名生虚教，受教虚本。无本则教非教，名非名，国非国矣。德自在以显，其义以圣明。义即上文显诸人，人自知止。仁者德之本，在义干卦元亨利贞。元者仁也，而属于干之首德，称为乾元，与坤元同。可见仁德11，四德之首，称仁以该诸德，称德由必溯源于人。仁德之显，人天地之大德，即德也。德以生为本，不生不成德，而人道尤重。地典曰克明俊德，凡政教文物，制度礼乐，皆德之显。诗曰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。此不字乃批字，故通用。大也。诗文曰不显哉文王魔，批成哉武王烈。文魔武烈，无非大显其德而已。圣人以德事民，以仁安身。德之所显，天下归仁，不求自治，为其克自明也。自明即自显，显德以垂于天下，天下咸养其德。百辟所行，人民咸备其责，故德之显有其物也，非空言所伴。德之流行，谓之曰化。德化普及，人民易安，故教民俊德。黎民于辨识庸，民在德化之中，如作春风化日之下，各遂其身，事其父，乐其业，无思无虑，不知地利何哉？圣人之德，其天地。也。干卦92，见龙在田，是曰得失卜也。以92之克卜失，使达95之飞龙在天，天人造化之业，故得与业如花之有香，泉之谓甘，其备于物，无不心悦诚服。德又可一言哉？圣人所造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宁焉。故德之显，乃承神道而来，且为性命之本，性命之正，无德不足以治之。道故统明，德则调木，以干四德，仁礼义信，足括一切。后人调分缕析，味类亦多，为名亦繁，亦以贯之，德而已。故上书称贤有一德，一德盖万行。此德之与行有别也。故德自下行自，人以为重复或以为平生，实则行之与德，亦由人之与礼义信。纲目之疏而大细之意，
行者重实践，未能实践，不得未行。行由行路，必步步前进，者他使，毫无疑义。所谓修身见言，谓之实行，礼重实行，故名皆此意。夫得之大包一切，或有失于细者，若行则不许也。以行者起于日用寻常，见诸言语动定，不论年之长幼，谓之尊卑，各有其行，皆以显之。显之非炫能也，非自诩为贤也，而在一坐一席间，具有法有度，跬步不计，毫末不易。此为先习其实践，将以大成其德也。德者积行所成，不积不足以成德，故显行为显德也。显德指其大者远者，显行则指其近者细者。圣人恐人忽视之也，故特举所以显之意，使后生学者不失其举曰，而寻至荒其德也。以上四者，皆以显而显之云者，既非有心谓之，则人民见其显而不觉其机，明其用而不至于物，故在上若无谓，人民亦不知其何谓也。以此圣人世交，原无定成，所悬则于民，听民之自悟，为个人生计不累，情事自有高卑，行命既殊，造诣自有深浅，为人道不齐，而必其之，则必使民苦于教矣。故见闻所及，修养所得，任人之贤否，而各负其所齐，此正以不齐其之道也。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此之自极致，谓仁与智，原皆性中固有，成己成物，犹为人道所失。仁者见其仁，则以其天性本多；智者见其智，则以其禀赋独灵。然而仁者必智，智而不必皆仁。以仁为道中首德，包括万善，果以见其仁，则又何得之不见哉？此二句乃圣人明教无类，率民以成，各如其分，则生成益多，化导越远。天下人故同此性也。为教之有方，目化之无垠。圣人在位在也，心无异也。而在此则兼取军师之意。军师古属一人，凡所事者皆教也，而守本于义。义以神道设教，则凡受教者，皆神所陶也。保其真性，养其真诚，臣民不虞，神人合一，则人功即神功。书曰：天公人其待之，天神之灵，时通于人，则人也治也，性之德也。人自领悟，不待鞭策，故教简而民易从，化宽而下怀服，非故使之也。故圣人不以为功，而莫与争功；不以为能，而莫与争能。自然之功，无谓之能，则教不待立而自行矣。夫圣人以为是其全身乐性之道矣，更以其神之启民之神之，则何用思维？顺乎自性，各视其身而已。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！此三语人多未能明解。上闻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故以明示圣人有教无类，是个人造诣，而得德业之大小。人智皆德，而分显藏，由是君子言，自有其学问力行。若百姓则不足与于此。百姓天真未泯，
知见有限，则所求者亦为日用而已。诗云民之职矣，日用饮食，即足正百姓为安身乐业，无忧无患之求，既不必与以人治之高深，亦难以使吉凶与同患。日用饮食治平易之事，亦人情之衡，越简越易得其身，越易越畅达其业。盖圣人非欲百姓怠惰无畏，安闲偷逸，故凡圣王在上，必先劝农士来百工，劳民而不使之苦，勤民而不令之怨。故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人皆自食其力，家皆欲处其粮。虽荒旱不足为忧，灾害终有所补。此景卦劳民劝相，为唐虞3代所仿行。农业季丰，工商易裕，民生日事，饥寒不闻。此则圣人教民苦心，其功业莫与今矣。既生之食之，教之诲之，养育之以为成才，弃使之以尽其天赋本能。此何人所谓哉？问之百姓，百姓不知也。为潜移默化于平日，栽培陶冶于无形，教行如风，者物无机，德行如水，润物皆滋。此不知之功，正由圣人苦心硕化，早随民之生而求其所以生，念民之职而求所以保其职。诚如此，则何望百姓知之哉？故万物云者，古有鼓舞振作之意，而鼓之用以生，声闻于外，物亦感焉。如此鼓字，即动作之使物习也。指作者如书作兴民，以我之力，治民物之力，而成其用，则物皆为百姓所利用也。利用万物，正是圣人劳民劝相，以达成物我同利。因民物之利而利之，本万物之利而强之。物之利无尽，民之身越肥；物之利不弃，民之用越足。所谓理财正辞，即为利尽万物，利周民用，物利之富，不可计也。凡水陆所产，地面所生，地中所藏，无一非物之利，即无一非物之利，亦无一非民之利与利。国亦因民物之利与利，以成其财之道，以达其富强之途，以开发其实业，更育民之财，以企图工商益多，生产益厚，不所于民，而国用不匮；不苛于物，而业务益宏。此圣人理财，在使民之鼓动万物而已。物之弃于的也，岂非如折之服乎？亦与鼓动，皆自宜其利，自攻其利。民思遂其身，家其乐其业。在一姓则为富足，在异乡则为晋升，在社会则为富贵。所谓崇高莫大乎富贵，亦即由尽物之力，动物之力来。此古之意，时有生为焉。若在今日，犹未符合。今日一切生产，一切企业，无一不假于发动机。发动机者，岂非鼓动万物之要具乎？鼓动者不独为设此，以尽一面之力而已。必日用寻常，推行日远。一方之物力皆尽，他方之物力亦然。一地之物力俱成，一地之物力亦至。故一鼓自正如春风鼓舞万物，使遂其身，光其用，而无遗憾。礼曰或恶其弃于的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圣人只之以天下为一家，
中国未一人，毫无枕欲存于胸。自使民勿干陷其力，人民非自能鼓舞之者，是圣人之力。先备其鼓动之气，更充其鼓舞之功，使民亦日用而不知，日用不知，物力与力俱至，故非偶然得来，亦无非圣人之所忧虑于平息，愁思于事先。故百姓虽日动作万物，正起时也，实则百姓不用忧也。百姓不用忧，以圣人不待其忧先与之乐耳。上闻吉凶与民同患，见圣人以百姓为一人，此处利用万物不与圣人同忧，更见民之乐生安业矣。民皆乐生安业，则上下和睦，人民亲善，相顾相惜，以生以育，此天地生成之德也，而非天地所能为。必假手于圣人，以使人民尽得享天地生成之德，则圣人之圣德大业，亦至矣哉！圣德无垠，大业莫比，此谓至矣。何谓圣德？何谓大业？则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富有者，即所谓尽民物之力与力，财用自能盈余，则富有不呆聚敛，不假和真，民乐疏而无怨尤，物尽用而皆充实，此诚富有。亦即太卦与大有之象。至于圣德，更非为一举即已者，必使日新无疆。圣人日新其德，人民在其温煦养育之中，如春之光渐温较宣，生物随之俱盛，此天地圣德。圣人亦如之，以己之德日新，使民之泽日远，德流不已，则沛无垠。此大小处风卦之象也。合之为圣德大业，分之为国计民生。民既安其身，国既保其盛，岂非人道之成，治道之大乎？故此二与民是圣德大业，非一言也。唯圣人能之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。故属圣人特立独行，上弃天心，下通民物。所谓无畏，而日见其功；所作无成，而日见其效。何哉？与天道化也。天之圣德不可见，于万物之生成见之；天之大业不可闻，于民物之力知之。天之不言而品物亨，是公弘者。正如天之圣德大业，圣人则之，以为人道之本，而后圣德日进无疆，大业日弘不已。人民在生成之中，或物力与力，以成其所图。于是圣人之圣德大业，又推为百姓之圣德大业矣。故特赞之曰：圣德大业至矣哉！称至哉，足见其灭已加矣。亦于乾元称大哉，于坤元称至哉。明乾坤二元天道之达本大用，一切道德谋为，举由此成，由此远，由此推于天下后世，而无忌疾。与此圣德大业称至哉者，正是一义。夫德而曰圣，业而曰大，岂寻常公行作为，企图成就所能及哉？推其至极，则谓欲之效；反求于身，则成民之功。一事一动，皆足以安民生而养物力；一经一纬，皆足以弥伦代经大。法以为民则，民故不皆无知，而其在圣德大业之中，雍容和睦，日系作息之内，安定康熙。不知天谓之耶？圣人谓之耶？亦我自己谓之耶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，
与瑶渠之歌，天宝之时，何莫非民情流露，纯乎天真。于国则共享富强之功，于民则痛遂安和之乐。既无贫富之别，更何贵贱之嫌？故称为太平之年，大同之世，而以大有为丰年。太卦为君父，盖不独富，何来贫乏？不多求，何来嫉妒？均平之治，天下无有不太平，百姓无有不富足。不呆用心谋利，而利自增；不必苦计谋财，而财自愈，则此圣德之效，大业之功。圣人日进而不休，百姓随之而不绝，国不聚敛，而用自愈。兴业益多，民无苦痛，而作业日勤，公益自益，上下皆乐其乐而利其利，以保其安和。朝野皆亲其亲而贤其贤，则达于平治。此上古治治之道，史册有可复案者也。故此圣德大业，取法于天，推陈于圣，而终必赖人民以共光大之，发扬之，非仅为不与圣人同忧矣也。生生之谓义，丞相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，及数之来之谓战，通变之谓势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仅按此系经本上篇第5章末节。宣圣讲义，生生之谓义，此一语皆明义道之大，而重在生生。即上闻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以生为大德，则义之法则天地者，亦必以此始。生而曰生，可见其生生不已，越生越重，以尽天地大德之用。生之又生，则为天地间万物皆复如是，日生无穷。生者人之见也，人以生物，则凡生不离乎人，人亦互为天道之一，而未能确一。然在义则以生为重，以人为先，故曰显诸人。人德之显，即生生不已由来。夫天道春生秋杀，宁只生而不杀乎？以义者自太极始，顺推而下皆生也。未生之无尽，始成世界之无尽。世道繁荣，民物丰盛，皆生之机。无生则皆无之，越生越多，自有至生之道。此生之极终必杀，生杀非天有意谓之，亦由气之推演，数之流行，气数相加，生杀自见。故生者生之，杀者杀之，天道也，亦天数也。数衍月出，未变日多，于是生之杀之，均由数以治之。数定则生者有不生矣，而义道却以生生为本，谓其名义。即自变义中见之，不义非义也。义之义甚，生之义增，则所谓生之谓义者，义即义道以生为主，舍先无义可义，谓以尽于太极，更何义乎？太极一动，两仪乃分，于是生者越生，变者越变，故此与时民义之为民变而作也。天自有其变，不呆致用，不须思虑，皆自然而然者，故生生之谓义。圣人不过数天道之象，垂法则于民，使民之既有生必有变，生越重，变亦不可救节，以其由数之推演而来。即二气之消长，五行之升降，互成其用，以昭其变，变亦无尽，生其有止时乎？世道荣枯，人道治乱，何以非变？
何亦非生生也？变也在道视之，谓之常经；在人视之，以为变异。盖如春夏秋冬，各有其时，各者其变，而生亦随之。春后生夏，秋后生冬，寒暑迭迁，新陈代谢，在天未常变也。而今之春非昔之春，今之夏非前之夏，是日日在变中，而人谓之之也。变动不居，气行循环，消长各异，数殊凶急，此为圣人知之。故玄则以告，辨其时宜，择其方位，使民有尊，则随数以生，随数以变。此圣人治义之旨，以义明辨，必先溯源于生生变相，依人道以立。此义教之所重，而自在本天地之大德曰生来，亦既以生变推演为本，则所取法者，必自天地始。天地即阴阳也，由太极所分，即理所谓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。阴阳属于两仪，而义则以乾坤二者为象，以干阳物也，坤阴物也。乾坤既定，八卦成则，在首章中以详。此间深言之曰：丞相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，名乾坤二卦，乃权义门户，由生生不已，变异不居，而后乾坤自分，天地自奠。故丞相云者，以义之丞相，首谓干三爻图，即干之三化卦，三化具备，虽曰纯阳，实以包阴。以数谓达三者，则有奇偶之意，其谓阳，偶谓阴。若合之成六化卦，则谓阴阳者亦杂，谓奇偶者亦多。故丞相以干为本，干阳生坤阴，即由干本体奇偶相生来。故坤既干而为坤三爻图，名其数位以备于前矣。此坤效干而成象，亦非有谓之者。干成象以为权义之责，坤效法以推干道之变，人不离变异来，变异自此始而已。其他六子又自乾坤出，推演至64卦，其变始尽，非尽也。由周易言，则尽于世而已。乾坤谓易大本，后文有详释其道，阐明其妙。四后来讲实在指明之，以乾坤既备，气数兼行，由此可以推至无尽，可以演至不穷。何哉？天数无尽，天道不穷，果顺以求之，则凡天地间万物万事有可计可数者，莫不可以卦象之。盖卦者卦也，卦意以测万，得其一则知其余，明其变则可演诸不尽。此所谓阴道明气，阴气明数，明数非图明也，在意用物以测之，是谓之战。战即补事或失或归，天生之神物，圣人用之，以示义之用。故曰集数之来之谓战，谓集其变化之数，而有往以测来。前所谓神以之来，之以藏往，此之来二字一义。而今粗略书，以神之来，圣人至诚之效，集数之来，玄易推变之功。民有自知者，有不自知者。亦本亦集数尽变之法，则无不可知。故易之于战，亦谓最重要之事。后文言数叠诗一章，皆关乎此。四讲即在详示之。集数之来之谓战，以数为极，亦犹太极也。设一终极，作为标准，
而后由此推其变化，尽甚神用，以人之灵，用物之灵，使创立战法，施归其罪者。后世各种卜筮之术，大概由此变出，虽取物不同，而用灵则一，盖无灵则不验，不能知来，灵之于人，守本于臣，臣不治者，灵不显焉，未显其不显，知其未知，其亦言哉？圣人成名在公，与天神同德，灵之在天下，如气在空中，谁皆能御之，而不能用，以其不通天神也。天神之灵，既见于物，复者于世凡，物事皆有关乎灵者，谓灵为无形。无形以处有形，则事物有条不紊。如一木一石，生之初若毫无灵，而既成长，则其为用皆顺乎天然，是乎自然，依乎造化之理，得其气数之一，或偏或全，则有之；若谓无灵，则非也。故物之与事，兴衰成坏，良与强弱，皆有其数，即含有灵，既有灵矣，自可因其生灭而先卜之，就其心肺而预战焉。盖数定则未来者亦若以往，以习正经，将经测后，其理义也，不涉于神奇。故一物之生，静者先知其材，一事之举，智者先明其果。故因果之可执，时气数之有常。人物生天地间，生之始乃定其终身之福禄，数故不易解，而欲知之则不难。谓其有生必有灭，有成必有败，不过其之长短，发育之成全与否，成用之能大与否，各异其去而已。人只见其生死荣枯，兴衰隆替，未原如是者，而不知有数以居之。有数则即数足以知来，如网在缸，有条不紊，则得其一端，即可测其全部矣。圣人孔明无知，以为吉凶福祸，天所谓也，不得有先知之明，不能获趋避之道。此圣人特以易卦视万物万事，而就其消息升降，定其进退行止，使民有所遵循，而有以为未足，更设占卜之术，本师归之灵，测事物之变，于是卜筮之道使民，而人民更得所指示，以克遂其身，安其居，乐其业，则世道永定，民治永和，岂非卜筮之功哉？通变之谓事者，事之与物，天地间两大分也，非物即事，非事即物，而人者亦有同出异名者，谓物既众，谓事自繁。物有形有质，事则无知，然事亦有其形态，成为故名。故义之于物于事，宜视其观。凡物之宜否，即事之吉凶；物之利害，即事之休戚。原先书也，易卦爻少而事物多，物不可尽，事犹不可穷竭，而素其所以成名者，则通变也。通于变易之道，推其迁移之机，则是也。亦故以变易为重，本变以求数，因数以民用。易之数即变中来，不变无数可言。上言即数之来谓战，此言通变谓事。可见此事字，非指普通事也，乃至易之所谓事。易之事与易之物，皆为易数所存。欲明易数，舍物事外，
无可求也。以是之变，教物犹异，变幻莫测，推疑莫知，而为圣人能测之之，以其先握意之术，使变者不离其常，意者终复于正，则是也物也。皆意之假以是名，彼之变异之道，事物之间者焉。不从事物中求之，则事物何干于人？而义教何贵于用？唯以其通变而不至于物，顺义而不悖于事，方足以推义之用，以至无穷。明天下之万事万物，莫不在瞬息万变中，生之成之，兴之废之。天故无心，而其变不可言也。变以日极，生以日繁，生之谓义者。至此方见义道之大，义以一遇万变，任其变而义不动，谓其有终极。故知变不难，通变则难。何谓之通？时之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皆实，而皆实在变中。变苟不能通，则三世之时不可名也。将何以知未来乎？又如物有三时，亦在变中。变少壮也，强盛也，衰老也，皆有其时，而非一日之变的。不通之，将何以知变之有终极乎？故通变者，通一切事物之变，而者其事，是名之此。义所重者，义既重变，则通变犹为习物者所必先知。阴阳不测之谓神，此语过于精微，后人无从推测原旨。阴阳者，正是前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既分，谓阳者轻轻而上升，谓阴者重浊而下降，故一离一合，互成交错之情。然阴阳自无形也，而有其精。精灵通于天神，神明发于物事，于是神道显焉。前以言显道神德行，神不可显而必显之，则圣人是义之所谓也。然何谓之神？此神自积神鬼言，阴鬼阳神，因其气而异其居，则凡谓神谓鬼，举不外阴阳不测四字。不测云者，神道即变化之象，不可测度也。盖神由阴阳之精生，通天之灵，覆物之灵，人在其中。唯有秉神道以通天，依神意以明数。神故不可测度，非神不可测度，乃阴阳二气，变化推迁，无形无机，若来若去，莫可捉摸，无从穷究，故谓之不可测度。然在阴阳初判，天地始分，有何不易测哉？以其越演越繁，越推越重。谓阳者不知反己，谓阴者亦不知反己。无时不在推变之中，无物不有生成之机，无谓不见变幻之象。人无以明之，乃名为神。神则统一切变幻而无碍，欲万事万物气数而有余，即天之能，通灵之用。天能无尽，神功亦无尽；灵用无垠，神功亦无垠。何哉？神无形者，复有形以飞腾；神无相，而随有相以发跃。故神者，天地间之人，尊为灵界之至高无上者。非谓物有神，事有神，而事物无时不在神用之中。人又安能外哉？神之至尊，天之至崇者，不与于人，而不知时与人皆。何哉？阴阳二气谓之，人物皆不得离阴阳，以生以成，则何时何地？
皆不得与神悖。悖神悖道，则害其身矣。以不得二气之和，上安旺生之能保哉？故阴阳者造化本源，造物原力。无之则无造化，无造物，则无世界，则无万物万事之繁，万衍之盛，则何以可言哉？故本章以总结全节，实有深意存焉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易经正式下经第12册第4章第1节。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干之大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义之坤，义简能。义则义之，简则义从。义之则有亲，义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义简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，而成谓乎其中矣。仅按第4章第1节，系经本上篇第1章第2节末4句，下接第3节未文。宣圣讲义。前章既提名乾坤，即于本章发挥乾坤之性行功能，故以乾坤所成所行者言之。后人因情火之余，错入于第1章中。经正，乾坤乃义之最大关键，其性其能，紧根于太极。太极既判，成为2仪时，即现此2大物。此2大物，吾以明之。明之曰乾与坤。乾与坤者，在造化中，鼓荡翕张，忽上忽下，旋动旋静，有大有小，时轻时浊。轻而上者乃为天，浊而下者乃为地。此天地之所成者也。然于是地中尚无所发展也。即天地既合，乾坤2大物与其气性，互相凝结，而或翕或张，于是干之为道也，乃成人世之男子；坤之为道也，乃成人世之女子。故曰道，曰成也。干之道既立世间男道，坤之道亦立世间女道。所谓人类2性，乃于此成立焉。万古不异不移，而皆从此开端。故曰干之大事，坤作成物也。乾坤既如此之大而且朴，无物不始，无物不成，可谓集天下之至繁至则者矣。将有难以并故，难以兼处之可虑，然而未足以知夫乾坤也。盖干虽至大至始，而其为性则至见而至一，为其至见，故无物不举；为其至一，故无凡不统也。能举而统之，所以干之为性与能也。谓一义字。若夫坤之所谓，无类不遇，无物不生，其为用更倍多而难于前矣。似非常之兼具，而坤秉太极自然之性气，为顺与柔。顺则无化不遂，柔则无物不服。是虽若凡难，而实则至简变也。故坤之性能，亦为曰简。故曰乾以义之，坤以简能，为其义之，故亦谓义矣。为其义义，故更义之矣。所以然者，天下人心人性无不同，此太极之一。而此义者，即所谓天良也。天下之人，与物共之，为人特多，物特少，人物皆同此天良，故义义。故义之也。坤之为物，以顺行而柔和，
的太极之阴极，即二仪中之阴爻图者，所以其为能也。无不因人物自然之能以为能，故谓简。简故易从也，易之，实根于太极出行之一点牙着，此一点原始之萌，最为真挚而一贯，所谓后天生于北极者也。或谓之极位，或谓之斗书，而一切司令主生死者立焉，以此之故转为东极。水生木而人见焉，人者清也，故曰易之则有清也。坤在西南方主阴乾与震之所谓，其一切行事，皆自然随和，自然柔顺，如马之行地，如舟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，而功以见，不必更有所造作，有所更动，有所烦扰也。故曰易从则有功，惟其有轻，故可以久而不变；惟其有功，故可以广大而不致有所限格。可久者，乃贤人之德，是之能治者，唯赖乎此。可大为贤人之业，是之治也；天下之平也，唯赖乎此。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安宁，则天地得其位，万物遂其身，故曰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在其中矣。宗主复注：此节乃系承前节，直推乾坤之性与能而言者。宣圣所讲已甚明白，本无呆于注解，唯对于详细意旨及现实学说，宣圣未言，吾今为之说明也。前章节所讲，以启乾坤之意，故本章节即接续言论之。就本此文本在第一章下，因宣圣此次新修，特提出而改至此当然之地位。因上文言乾坤，乾坤就为如何，故非推其性能而详言之不可，故恰用此一节系辞也。此节系辞开首，即言干道与坤道之所成，即言二卦之性与形，所谓天人交关处之大作用。二卦所谓，本二卦之性，干道刚而所成者，世间之男也；坤道柔而所成者，世间之女也。而二卦之所以能行其道，而有所成于造化者，则因干之益之，坤之简能，二大作用而已。此二大作用，则本于太极中，唯一之玄性，仍不外前文所讲之人与用字来源，亦即所谓神与之也。所谓之者，始于太极天意之水；所谓神者，出于甲乙之木。此水与木互相为用，而人与义见焉。所谓四德本于二仪，二仪本于太极是也。而在乾与坤时，此等水木之来源，已自具于各中矣，唯其为先天太乙之自然作用。故干知之也及其意，为其意，故于世间一切之知识学理，皆易知之。此系辞所谓易则易之也。坤之性本先天太乙木三所生之火二，其为道至柔至顺，故于世间一切之物，无不生育，无不因随，常以万物自然之道以为道，故其用极简。推而演之，则天下莫不作而成焉。故系辞曰坤以简能也。易之则天下人自然亲近之，故有亲也；简能则天下事自然而举行，故常有其功效，故有功也。有亲族，有亲情，远近如一，世界将为之同化，将来永无兵戈，岂非可久之道乎？故曰有亲则可久也。其为德未能，感化天下，
而事业遍于四海。四海之内，外人与事无不协和而茂盛，岂非可大之事乎？故曰有功则可大也。此二大作用，即乾与坤之特性及特能也。宣圣虽讲，未便细碎言之，兹为小明，世人不得不加详细耳。有干之能而由其道，贤人之德也；有坤之能而由其道，贤人之业也。二贤人则夫子自度之辞，实则至此以为圣人之功用，岂但贤而已乎？又本节义自简字，含有政治上之秘诀，而该一部州官运用之法，不可不知也。天下至大，民物至广，事类至繁，官职至火，故不容以容易简便而行之也。然而苟亦有所矫揉造作，即立刻生弊而害乎民与国。此兴莽与宋王安石以州官乱天下也。其乱天下也，岂州官之罪乎？不是圣人体天力及设官受职之本心，与当日天然条理之所在，又不知敬天理地，对于知之性与能之用，所谓一与简者一概茫然，而但以私意改篡州官，故致大乱耳。今后若有圣贤者作，能体先天太乙自然之性能，而行干之义，坤之简，虽同理全世界可也，而何至于有丝毫紊乱哉？此圣天所以不可思议者，今人动言大同思想，而无大同能力，因其不知此道故也。宣圣特命言将此注明，不但解经，且为现今人道之梯行焉。第4章第2节，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静也息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之意，配日月，义简之善，配至德。子曰：义其志矣乎？夫义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知崇礼卑，崇孝天，卑法地，天地社稷，而义行乎其中矣。仅按第4章第2节，系经本第6章第2、3节，下接第7章前7句未文。宣圣讲义，乾与坤二大一物，既经前文推言，而其性能之动静，就如何乎？实所及以讲论者也。故本节特未深之，就本错在6章，兹未更正。夫干本性根于太极之中枢，太极之中枢为何？盖即先天之气所出凝者，其为气也。至纯至正，而有最一，即后世所谓太乙真神之所在。干为丙有此种性气，故于静而不动之本体上，见其为专一之态焉，为专一之用焉，为专一之能焉。故曰干为天也。乾于天之清净无变化时，其为灵，常常为此专一之表示。若其有动而变化也，则行乎中正之直道，而无邪曲之途。所以然者，乾得丙乎至刚，为先天气胞中真气所灌注，故刚健推进，无止无息。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照乎乾，干则乎圣。天人一贯，凡希圣而治欲安天下者，其动静当如是也。坤亦根于太极之本体，为干所根于太极者，谓其为一；坤所根于太极者，谓偶谓两；谓其为一者，其性健，其行直；谓偶谓两者，其性柔。
其形合，所以不相同也。不相同之中，则有相同之功用。功用何在？谓太极之本量。肝有太极之性形，亦有太极之度量，故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而于是大生焉。大者无所不至，太极之本量也。坤亦然。坤本太极之性能，其静也息，其动也辟，而于是广生焉。广者无所不容，亦谓太极之本量也。坤之息字，正对干之专字；坤之辟字，正对干之直字。息者对专，其意谓量，而有互合之指；辟对直，其意谓量，而有互开之指。皆由其成偶所得之性形也。坤是以次于前耳，人但知前得之静，而多昧于坤得之动。盖因之的静而谓之其动故也。坤有静，复有动，其静也息合造化大气，其动也开辟造化万有。天地间一切有生无生，有知无知，皆由此出，故于是而广生焉。广者对大而言，干天至大，无所不覆；坤的至广，无所不载，所以称广也。群类万会，无不由生，所以称其为广也。故坤的能配干天耳。由是言之，则知亦所谓乾坤二物之所谓广大者，实配造化中之天地。乾坤所有之性气，实配造化之阴阳，而阴阳之见，则专于日月。此等性能，变化不穷，则实配造化之40焉。此天地日月，阴阳40之所以成为人事也。古圣人特以一太极及212及乾坤测之，而无不灿然明备。一切文化礼教政治，皆由此立。故义之道，为世界无上之至道也。故当日季秋之臣言于讲乾坤静动，乾坤一简之后，而谓辞曰：亦其至矣乎！夫亦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所以能崇德者，以乾坤之意简，配造化圣人之至德故也。知此崇德而以礼让出之，则人事无不得其宜，天下平矣。崇德之崇，孝乎干天也；卑礼之卑，孝乎坤德也。天地立其位，而世道与人类，亦无不立其位矣。故曰天地设位，而亦行乎其中矣。宗主附注。本节宣圣讲以圣明，但对于乾坤后天之理，未曾详言。以前于讲干卦时，多以告之，故不再赘。兹为是其要旨而已。要旨所在，干之静也，其为专之理如何？干之动也，其为直之理如何？其专也，其直也，何以大生焉？坤之静也，其为息也如何？及其动也，其为辟也如何？息也辟也，何以广生焉？此等要旨，宣圣业已讲明，无可再注。但宣圣讲时，详于专与直，而少略于息与辟，以干之静动明，则坤之静动可知也。以干之专，知坤之息；以干之直，知坤之辟故也。即所谓其与偶之分别，阴与阳之关系所在耳。兹恐世人不明，特未再注。坤之静时，将太极中阴以往内息聚，即由干之干爻图而纳坤之阴爻图也，故名之曰息。息者两仪合一，如世间所用风箱之意。盖息字上从何？
下从雨也。有干天之刚气，即必成以坤的之柔性，气与性相济而风生，所以有息之作用也。此在坤静时之状态也。若到动时，则于前之所谓息者，发其两性之内息，而成为两性之外张。于是前之句者，今乃大开，是以用辟字也。此则经文中所含。而诸如未尝明言者，且推此理，则今日一切科学所由发认。所谓力学、电学、光学，莫不由此。无国学者，诚能由此推产而发明之，不难造出种种新器新机，以利民变国也。此则一味著名，使今人注意。今人但知求新之事于一国，而不知反求于五古圣经，何其舍近而恶远，不亦颠乎？第4章第3节，乾坤其意之运邪？乾坤陈列，而义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毁，则无以见义；义不可见，则天地或几乎息矣。子曰：乾坤其意之门邪？干阳物也，坤阴物也。阴阳合德，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转，以通神明之德。是故合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，一合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，见乃谓之象，行乃谓之气，治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明贤用之谓之神。仅按第4章第3节，系经本上篇第12章第3节，下接下篇第6章第1节，下接上篇第11章第4节。乾坤或几乎习以句之乾坤二字，改天地二字。宣圣讲义。本节推言前节乾坤在造化人事上之较深理论及较大作用。前节但言乾坤易简之功，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易简者，未及言之。故本节承上推言其所以然。就本散在各章中，今更正之。乾坤所以能有如彼之功用者，如太极之本体，恰恰运其妙用于先天未发之前。所谓运者，人所不能见之太极中心也，亦即太极之最纯而最易者也。故于此节词中，首曰乾坤其意之运邪？意者即待造化而言，实则即为无形之太极也。乾坤未发现时，谓太极造化之运；已发现者，则谓干谓坤，而列于八卦之首二卦。故曰乾坤陈列，而亦立乎其中矣。乾坤者，盖领其造化人物，而为其后天之主者也。若乾坤不能存在，而有毁坏之时，则其影响只感于造化机运，则天地将从此而息止，不复能生育人类万物矣。故曰乾坤毁，则无以见义；义不可见，则天地或几乎息矣。所谓义不可见者，在卜谓卦象，在事谓气运，不但指卦象而言，后如因后又有乾坤几乎息句，故训前之乾坤，谓卦中之象；后之乾坤，谓造化之运，皆因天地二字之错简至然耳。兹以是名，可以小然矣。此一小段，重在一运字，所以极端形容乾坤易简之性能，由何而发现者，为其所以然，无可以言。而以一运字示之，使后世学者得于各中推阐造化人事之内部作用故也。此运字即名，然后再视乾坤既发陈列后之大功用，其关于造化人事者谓如何？
而谓文曰乾坤其意之门邪，即指乾坤由太极中心蕴藏之中，一旦发现，见于卦象及运象时，其为作用。譬如人世之门户，太极无乾坤，则八卦无由开出；天地无乾坤，则人类万物亦无由生发。是乾坤实为意造化之所要，故曰其为意之门乎？干阳物也，坤阴物也。因乾虽言乾坤亦简之性能，而未言其性气，至此乃深言其性气焉。谓干之为气也阳，凡一切卦一切事物之属于乾者，皆阳物也。坤之为气也阴，凡一切卦一切事物之属于坤者，皆阴物也。阴气与阳气合其感应，而通其德能时，则世间一切卦象物事之或刚或柔，皆有其相当之体，而无有所失。既无所失，则上天下地一切构造及建设，皆得其意矣。而上帝神明亦皆安乐，而常与人类息息相通，天下真太平矣。故曰阴阳合德，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转，以通神明之德。乾坤对于造化人世，其运也如彼，其开也如此，则乾坤之体用，待可见矣。乾坤之功用，虽如此其大且广，然而不可以远求而不近体也。知其远而不知其近，则虽有卦象，虽当是权，无以用之。于是体察乾坤由动荡而发出时，所有之作用，处处密切，无一些漏却。正如人处于屋中，乾坤是屋之门户，人若不开此门，何以生活？人若不合此门，何以休息？所以片时离不得开合之用也。合户时，即是坤；开户时，即是乾。一合一辟，正谓一昼夜。当天时人事一度更易之际，所谓变也。既开矣，则可以往；既来矣，则可以合。由此或往或来，愈来愈往，自由行动，各随其变，而视其宜，使民物皆得其宜。是地莫不顺遂，是以谓之通也。见此等或长或变，得宜的通者，谓之象，即卦与运所现者也。行诸事物，有一定之制作利用，而使民皆得用，是以谓之气也。民皆用之，日在其中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是以谓之神。宗主父注，此节甚讲极明，无可再注。但在末段之尾，行乃谓之气，治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用贤用之谓之神。宣圣但言其概略未声明其内容者，以其关于现世科学及一切艺术，不愿多言，恐人习巧习诈，以害人道故也。然若深言此术语，即一致字，一出一入字，可以知物理上各种原则，不必再学他人矣。此等处，我古圣总以巧诈一起杀伤灭绝之道，故往往密之而不肯明告也。此则今日学者所宜深察而反求之也。第5章第1节，亦与天地准，故能米论天地之道，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冥之故，原始反中，故知生死之说，精气未物，游魂未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，故不为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
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，乐知天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人，故能爱。犯为天地之化，而不过。屈臣物物而不移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故神无方而亦无体，天地设位，圣人诚能，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。刚柔杂居，而吉凶可见矣。仅按第5章，系本经第4章，下接下篇第12章第3节未文。宣圣讲义，乾坤既明，而造化与义之关系，显然可知。其种种作用，关于天者，莫不关于人；义亦关于人者，莫不关于天。关于人者，人之性行德能，足以体乾坤而参天地者也。关于天者，其运会变化，鬼神施位，足以主持乾坤者，也。自古圣人，先明人事，而后明神事，以神事者人事之反，而天道之所行运者也。伏羲文王莫不如此。本经之要，在明战以为人事之趋避，故先明人事，而后明天道。先是易卦乾坤，而后是易之所关于鬼神。易含聚万有，以乾坤运之门之，而于是能与天地之道及其量计相准齐，为其相准齐也。故能米伦天地之道，而含蓄大化也。米者慢而满之谓，伦者贯而精之谓。谓天地之间，彻上彻下，四方内外，无不皆治也。圣人特以此仰观于天文，俯察于地理，于是乎能知幽冥鬼神之故，而明死生之说。所以然者，实由乾坤阴阳之表现而知之。盖干之表现在天，天之一切日星云雾，或明或暗，有晴有阴。坤之表现在的，的之所有一切山岳河渠，高陵深谷，其所会通，或昼或夜，有光有彩，此皆天文地理之自然情状，而圣人乃能观察之，更反求于天地人原始之所由，而推之于其中，复由中而测其所由始，而于是之幽冥与生死之说矣。以原始反中，而知幽冥死生之理，更由精气未物，由魂未变，而知鬼神之情状。于是圣人体意之道，其德性行能，与天地相似，故能不为乎一切。其知识度量，能周遍于万物，而无少疑。故其为道能济天下，而不有所过；旁行四达，而不有所激流也。乐乎天理之当然，而深知天命之所在，故不有所忧患。安土者安己以安百姓，敦人者敦己以敦民德也。故能全其爱理，爱理全则天地之心完满无缺矣。故能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，屈成万物而不移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神。所以然者，皆体意乾坤之性行德能而成也。故于是见神之无方，而义之无体也。既明乎乾坤之妙用，能如此弥伦天地而与之准，则知天地设位之所以，亦知圣人诚能之所以。发明神鬼之真理及情状，乃可以主乎占卜之中枢矣。所以人谋鬼谋而无不合得，足以参天两地而成乎人，一贯幽冥而济乎世。于是亦知八卦所有形象，能于自然而然之中告示于人；爻文能于自然而然之中言语于人。
是八卦以象告而时以神告也。384爻以情言，而时以神言也。但神特借卦爻以示于人耳。卦爻之兆，则由阴阳刚柔。阴阳刚柔之所以能见，则由于数。数之起，则由于后天与先天相联系之师与象也。名师之数而知其象，则吉凶可见，而趋必明矣。故下章专言象与数也。宗主附注。本章专言神之体用，及其见于世地间之一切功果。神者天之主，即说卦中所谓妙万物而为神者也。此即最高主宰，以及阳阴各司，如五方上帝、五岳岳帝、四渎水主、文昌司命各神皆是。鬼则为人间精气所化身者。所传所称其取经多用物红，故其魂魄强，故能为力。子产盖生名词等学理，故能言之凿凿。取经多者，其所实习自养者饶足也。大凡极奢极位，而尽天下之美物者，摄其精英，故其气质常强盛。用红者所居使然。譬以诸侯大夫之自奉，种种以养，有其伟大之养成而不自知，即孟子所谓其居使之然。有此二者，则于此后魂魄凝聚而不易散，其强死者尤甚。古今来历鬼皆属此种，为天神之次位，常攻其意于诸神，而为卜筮之主从焉。故亦系辞特明之，就本错在诸章。今宣圣更正其文，集合于此章中。至于卜筮继承，则人之心意先有所主谋，祝告之于神鬼，而鬼神爻书先言神鬼，人祝时祝神而鬼传之也。后言鬼神，神有命而鬼视之也，是其吉凶当然之效果于人所问之中。似若鬼神亦欲其谋也，故曰人谋鬼谋。但言鬼不言神者，因卑以极尊也。且鬼谋乃实有其事，如左传所载曹涉鬼谋成矣。卜筮既定，人事既立，圣人之德能显然，则天下百姓皆与圣人之能而归从之。是亦以乾坤阴阳辟合造化，而视其象于卦，视其言于爻，视其刚柔作用于数，而亦主之以鬼神，行之以圣人也。行之圣人，故能趋吉避凶，而有大弊于斯事矣。此本章之要旨。宣圣谓进言者，言略是如此云。第6章第1节，天一地2，天3的4，天5的6，天7地8，天9的10，天数5的数5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和，天数20有5的数30。凡天地之数50有5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，分而为2以象2，卦义以象3，叠之以4，以象40，归其于利，以象润。5岁在润，故在利而后卦。干之侧210有6，坤之侧140有4，凡300有60当其之日。二偏之侧，万有1520，当万物之数也。是故4盈而成义，时有8变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，隐而生之，触类而长之。天下之能事必矣。夫亦广以大矣。以言乎远则不逾，以言乎耳则近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。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
是兴神物以前民用，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仅按第6章，系经本上篇第9章第1、2、3、4节，乃第5节前6句，下接第6章第1节，下接上篇第11章第3节未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于是明天的鬼神之后，在详释义之数里，仅承上章而言也。开始即明告天地之数，由是望成乾坤性能作用，而推其数运也。天一地二至天9的时之文是也。然此等非无据而然也，全根据于河图洛书而来。知河图洛书，即知此意。后儒讲之最详且备，丘不更至此矣。今但世人所谓义明者，如河图洛书，皆以5为中心，而河图之中有10数，盖先天而欲为后天之数，备数而更为全数之用也。东方之3与8，西方之9与4，北方之1与6，南方之7与2。在河洛书带9履一左3右7前后之数，而成为天地之权。分言之，则天为其的为偶，由其交偶，由偶成其，而造化人类及万物，皆由此生。唯以中心之5数合成其中心之10数，而为50位大衍之数也。故牒师以大衍数为准，其牒之之法，后儒及补者言之犹详，不更论。但论其关于神明者，关于德行者，盖师草虽为神物，具无上灵性，能知往来，然上必赖乎鬼神，下必依乎人心。若人心不动，鬼神不应，而师虽灵，亦不能自告其任何吉凶也。故义之道，虽云天道，由众人事焉。人之德行，苟不敦笃，而放避挟持，则决心不成。决心不成，则虽补而师不告也。非师不告，乃神不告耳。故知师虽具有天地之权术，犹必赖人心中之权术，以先成之也。人心中之权术为何？即圣人之德是也。圣人之德，由9以合6，由3以成5，而是的乎天地之中。故本章节于神明之德，盖明天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所以能兴神物以前民用也。此后人所谓之也。宗主附注。此章专言天地气数，为牒师成卦之原理，及一切天道人事数理之准则，含其一切哲学科学之原则及方式。今人但知求欧西算术公式诸学，而不知其大原实自无中国之图书中也。河图详示此基数。所谓东方有38，南方有27，西方有49，北方有16，中央有55而10之倍数成焉。由先天太一而生2，由2而生3，自3加1而为4，自3加2而成5，自5加1而为6，自5加2而成7，自5加3而为8，自5加4而成9。此数之所以备也。太一生化先有此数，而后乃有气与象焉。故左传曰：物生而后有数，数而后有资，资而后有象。万物人类，皆同此运。不过生化之道，有顺有逆。天道左行，北方之1与6合，而水生焉。所谓天一生水，的6成之事也。西方4与9合，而金生焉。所谓天9生金，而的4成之事也。南方2与7合，
而火生焉。所谓天七生火，而的二成之，亦曰第二生火，而天七成之。东方三与八合，而木生焉。所谓天三生木，而的八成之是也。中央五与十合而土生焉。所谓天五生土，而的十成之是也。其顺行也，则自北方之一与西方之九相合，自北方之六与西方之四相合，而成倍数焉。倍数者，即左传所谓盈数也。盖数不盈满，则不前进，故其数之合者，必取盈倍之数焉。在自南方之二，和东方之八，自南方之七，和东方之三，而亦成倍数焉。此顺行之道也。自有而归于无，自生而入于死之途也。若夫逆道，则右旋。所谓地道右行也。自坎之方，而生正之方；自正之方，而生离之方；自离之方，而生坤之方；自坤之方，而生兑之方；自兑之方，而生干之方；自干之方，而复入于坎焉。其间以北东方之艮，为其发收之机关；以东南方之巽，为其推阳之枢纽焉。故自东方木运之三数，与南方火运之七数相合，而有火木之同德焉。自东方木运之八数，与南方火运之二数相合，而有木火之相生焉。自西方金运之四数，与北方水运之六数相合，而水金相合之德生焉。自西方金运之九数，与北方水运之一数相合，而金水相生之意乃生焉。万物人类，皆由此推迁而来，故此道谓逆道，由死而生之途也。人之生也，顺其所欲，则就死路，而日入于乾坤之中；若自修行，则就生路，而日返于离正之乡。一西一东，一北一南，人自择之而已。又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皆以五为其中心枢纽，而永无变改也。盖太极之中心所在，亦即太一神主之所独运其枢者也。故自古以来，有此五气，即有五行；有此五行，即有五常；有此五常，即有五伦；有此五伦，即有五教。以至于今虽全世界之广大，万教并立，然终不能出乎道如佛耶回之外者也。正以此也，汝人士但明其一，而疑其余，故知神教，而己不知人事；以知人事，又即迷于神教矣。如哲理而忘科学，知科学而忘哲理，得其全者，举世无有一二人焉。此事所以大乱而不止也。一、圣人传经，盖深有忘于斯哉。第7章第1节，是故义者象也，象也者象也，彖者财也，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。爻象动乎内，是故吉凶生而毁令者也。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。圣人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，刚柔相推，而生变化。彖者言乎象者也，爻者言乎变者也，吉凶者言乎其失的也，毁令者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善补过也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德之象也；毁令者，忧于之象也；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；刚柔者，化业之象也。
六爻之动，三吉之道也。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，其大小者存乎卦，变吉凶者存乎辞，忧悔令者存乎戒，正无咎者存乎悔。是故卦有大小，辞有显义。辞也者，各指其所知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义之序也；所乐而玩者，爻之辞也。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谨按第7章。系经本下篇第3章第1节，下接下篇第1章第3节后4句，并将第3章第1节末句移至第1章第3节后4句中。下接上篇第2章第1节，下接第3章第1节，下接第2章第2节，下接第3章第2节，下接第2章第3节未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于言述之后，而专言象及彖爻之意焉。就本散在各篇，资根正之。义道乃剖析造化之书，造化含具万有，其义剖析，不得已而应属是其象焉。象位而万物之情皆该于其内，可以无遗无漏。其所因者数也，其所见者彖也，其所示者爻也，其所成者卦也。而象之为象，乃象似以扩之意也。天地万物，须不外乎其类，故有象而万类举矣。此开天一化至周天之数之所者也。故曰义者象也，象也者象也，彖者财也，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。为其效天下之动，故能彻内彻外，自常至变，有阴有阳。故曰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也。圣人因此设卦观象，系辞焉而明吉凶，刚柔相推，而所有卦中即当生之变化，皆由此而生。小之以谋一己之身家，大之以谋国社及天下，莫不皆然也。盖重在观玩彖象爻辞，以明其得失悔令与吉凶耳。彖即是其象之情状，爻即是其卦之变动，吉凶即是其所占之得失，悔令即是其人之有否过失及此类。无咎即是人能以善道自处，虽当有救失之计，可以无之也，故谓之善补过也。然则吉凶者，得失之象；悔令者，忧郁之象；变化者，进退之象；刚柔者，化业之象。知此则知六爻之静与动，乃天地人三极之道也。卦爻如是，天地人亦皆如是。所谓是地者，正虚体此以行之。故列贵贱者，存乎其所居之位。此包括天地人而言。其大小者，存乎其所占之卦；变吉凶者，存乎其卦爻所据之辞。若忧其有悔令，则当于善恶出萌于心中时，即自提醒，勿为所恶，谓之存乎戒也。若震动于无救之际，恐当身有所救力时，则必自以天良之发动，而生出悔恶之心，谓之存乎悔也。是故卦有大小，辞有显义，各就其大小显义，而自体察之，以为趋避。故趋避全是其辞之所知，故众言之耳。君子所居而能安者，以其能明义之谓序也。所乐而观玩之，深得天理人心之当然者，即在体察此卦爻之辞也。是以君子居则观其象，动则观其变，
而玩其战。言尽时亦当如卦爻之镜像，秘密不动，微微有容，而能自得。若于行动之时，亦当效法卦爻之动摇，察其变出者，谓阴谓阳，或中不中，或正不正，或有就利与否，或有吉凶与否，而后以身乃是能依其法则方向而动也。是以为观其象，是以为观其变也。二者皆重在玩其战一句，能如此，则天佑之，即无不利矣。宗主附注：本章所录爻象动乎内一句，因在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钩下，并由是故吉凶生而毁令者也钩下，皆吉凶见乎外三句。宣圣对于新传讲义，既正其章节，复示其意旨，绝非后儒所能及，故其所言皆一贯而下，自相串系，无或有丝毫牵强之处。盖因当日系辞本如是，而后人因兵火凌乱，遂至于稳其序耳。兹则于4000年后，更复旧观，虽圣师之力，亦诸人诚心所致。本章专言象中之彖爻各指，自第1章后，一步一步地推而出。先言易之大体，次言易之作用，再次言易之二仪，再次言乾坤性能，再次言圣人体乾坤之德，再次言鬼神之所以然，再次言艺术之所成，再次言意象，即本章所讲是矣。天地之间，万物万类，皆由太极之纯一处，化生为有。有之后，则其数乃彰，彰而后有其形象焉。天地人物，莫不尽然。译者将以想象天地人物之真迹，而为之判断是非吉凶，故首重数而复重象也。象之中含有数，数之中含有象，二者谓异分别。但就彖爻之所行，可以谓之象也。其彖爻所行，则非能尽图画而出也，只不过在阳爻图、刚柔之间而已。彖爻之象，非可以立其形状于前，不过就其卦之大小阴阳，及其爻之动静上下，而察之耳。彼数者皆必赖乎此也。故彖爻虽谓卦之象，而实则皆及此以传者也。故象与数，数与辞，浑然相异而莫可辨认。圣人教人于莫可辨认之中，而辨认之，此本章各节所讲者也。宣圣示之以明，无繁言在谓多口，但对于人所疑惑者，加以提醒而已。宣圣讲义，对于人所共知之字句，不多云集，唯对于人难明白之字句，详为讲明。如本节存乎戒，存乎会，语完其辞，观其变各句，皆今为诠释。今有恐人之不明，更注解之。戒者如今人所谓媒介者之意。媒介者处于男女之间，将男女双方之意互相通达，谓之成就焉。今亦所谓存乎戒者，即无心中善恶二念，互相萌动，而有不安之状。此时即速借此中立之戒，而谓之调和使事中，则善自为利，而恶自从之。恶不夺善矣。恶不夺善，则有吉无凶，故曰存乎戒也。此戒字即俗人所谓戒义之戒字。因人皆有天良，亦经恶事恶念相感动时，则其天良之心必移动。故人遇事有戒义之作用，必须利用此作用，以自为修复及因事之道。
故曰存乎也。美字乃圣功最大关键，无论何等圣贤，皆由此悔字中来。人苟能悔，则德性日修，物欲日消，而一切就利不幸之事件，自然消灭于无有。及其所至，因消而扬长，可以息圣而息天也。是悔字之大功用也。而占卜易卦，尤重乎悔。悔则无救责之事，其所关于万民行为者更具。盖人无事则不战，战则必有事。圣人教人以悔，就却天下多少不祥之事，米却天下多少祸乱之运，以此知其关系之大且远矣。至于圣人竟与卦爻之镜象相合，所谓居则观其象，君子动则与变出之爻象，相后先而左右之，宣圣以言之圣明，无需更注矣。第8章第1节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言天下之至则而不可误也，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。拟之而后言，易之而后动，拟易以成其变化。子曰：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味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力，古之武之以尽神。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错之天下之名，谓之事业。是故夫象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及天下之则者，存乎卦；古天下之动者，存乎辞。化而裁之，存乎变；推而行之，存乎通；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；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谨按第8章。系经本上篇第8章前3节，下接上篇第12章。第2、4、5、6之4节未文。宣圣讲义。义之为道，自数成象，自象成卦，自卦成变，而爻未存乎其中，言辞寓乎其内。一切运气动向，行为功效，皆在焉。圣人之初谓义也，以义属生2，2而起4，4而备8，8与8胜而为全卦。卦各有其3才，因而众之，故爻生焉。爻又有变，而万物万事，乃取则焉。万物万事有则，而天下之至则者，乃不复则，而可以易之矣。故数生而象即可以该之，即阳爻图阴爻图之所该也。故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，而拟诸其形容也。各爻有各爻之象，各卦有各卦之象。其爻之象，象其小者也；其卦之象，象其大者也。各以其象，象天下万物万事，而自能概括之。此先天后天之妙，本至神至奇，而不可思议，有如此也。故曰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也。凡有象者，非常然也，是必有其变焉。常者象之一现，
变者象之在现，在现而天地人之妙用乃见矣。是以爻与爻交而情见，卦与卦交而变身，物与物交而态见，事与事交而会生，人与人交而物乃大变矣。古今来多少治乱兴亡，皆由于事。礼乐政治，皆出于事；吉凶成败，皆定于事。于是可以教天下而错诸大道，是以谓之道，谓之教也。故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。是故谓之爻。言皆由爻生也。卦由爻生，爻由象见，象不可尽事，而爻不可尽名。于是乎又有辞以明之，故亦复归重于辞也。曰系辞焉，曰不可误也，不可乱也，皆十分郑重而敬慎其事者也。良以辞之利也，将以教天下之人，不独以断一时之吉凶，将以奠万世之运，不独以成一时之治乱也。故其关系至重至大至远，而不可不敬以持之。必也于未立辞之先，自喜其心而敌其虑，极尽至平，无欠尘染于其间，无点勿扰于其际，而以神明喻之，则先天之机已出，而后立言焉，则所言者不但可以为常，亦可以为变；不但可以为正，亦可以为教。故曰言天下之至则，而不可误也；言天下之至动，而不可乱也。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所议所拟之谓者，即含有作议系辞时所言，宜先拟先议，而后看其爻之爻辞，动变爻之变辞。故曰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也。然圣人于千秋之前，以自得见其先天之大道，太极真神，其灵至诚至全，而上有拟议中出，则知圣人之敬甚不苟谓如何，而圣人之体静与一义明矣。故此二句亦含有占卜者之对于卦爻辞及变动时，自身所处之地位如何，应如何行动而言，亦即指占的某卦时，某爻位自身，某爻有变动，变出为何爻，为何性，何方向，何吉凶，自身即拟此等卦爻之象，而后敢对人发言也。在观此等爻卦变出之时位，而后敢依之行动，否则绝不敢轻于发言，轻于行动。盖亦有所轻言轻动，即惹是非而成凶咎也。故曰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也。知此道，则知圣人之立象与立言之大旨及苦心矣。然世间事物太繁且则，世人每苦常言之不足以尽也。故又作为问答之辞，而有下述节之文。盖不探夫先天后天之真迹，则虽有象与辞，未足以该天下之万事万物也。苟探先天后天之原本，则上自天，下至地，中而人，外而物，莫不具该于各中矣。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道者即象辞之发扬乎乾坤之体者也，器者即象效发扬乎乾坤之用者也。凡属其体者，即人即物，而各主于天；凡属于用者，即物即人，而皆主乎地。在天者常行其化于地，道之见端也。在的者常行其功于天，气之见端也。道与气合，而后力乃生焉，真乃成焉。
故天地之道，贵乎力争，而赖乎道与气之精微，此是地也。在此道与气质制作用之际，圣人依先后天自然之法，而体肤太一之至神，故能恰当其妙，而无过不及之患。所以能举天下之精粗而一贯之，物有物之利，事有事之真，人生其间，运而用之，莫不尽善，以至于国家人民，皆有其业，而无复一夫之师所宜。故曰：化而才之谓之辩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错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此下集皆是故夫相。圣人一断，虽与前文重复，然系以知其节断，故不能无。然知前文之旨，即知此旨意，所以必有此文者，往复叮咛之词也。且此文稍有不同者，即发明前文古之武之以敬神之意，所以能古之武之者，以存乎其人故也。存乎其人，正即中庸所谓地道敏术为正在人之旨，人存则正举，人亡则正习之意也。义之广大精微，有且非其人不能体而明之，非其人不能体而行之，盖义道苟明，而天下之邪特俱习矣。义道苟行，则天下之大业皆举，而世界太平无事，人民各安其所，岂非至大至精之事？倘非其人，失其宜，安能民之行之哉？故曰神而民之，存乎其人。所以贵乎人者，以有德行修道，使道与气及哲学与科学一致而运用之，以广庇天下生灵。故曰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也。宗主附注。此章程上专言象，而象之分别，则谓卦与爻也。象之简略者谓形，其详尽者谓义。形分上下，而义有精粗。形上者道之谓，形下者气之谓。义精者卦之爻，义粗者卦之表。故就气而但观其表，则唯有见其为繁则，而可悟验之事，几于不可救节。然象之存也，圣人以自喻其至玄至妙之理于其中矣。诚以天地间一切造化，非可以口舌指笔尽其能事。所谓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也。圣人是以立象以尽意，凡人言语之不能尽传者，而以此象示之也。更推象以设卦，而义乃大明焉，情与谓乃大见焉，有所谓之。更于每卦每爻之下，而系以辞焉，尽其意旨之所在，或长或变，变而又生一卦一爻，则必有其会通之处。心焉知之，神焉明之，于自然而然之中，恰得其妙。故不绝古之武之，而天地造化神妙之道乃成于世中。故为此术者，可以近乎言语意及象与形也。近乎此术者，则造化无不尽。故曰以尽力以尽神也。故此象非空洞无者之象，乃自河图洛书中，却早有具有形有数之象也。此象初分为阴阳刚柔，既分为上下造湿虚实其偶也。故自阳爻图阴爻图之象，而生造化一切性象，乃有此水火山泽雷风之象与物焉。凡此六者，与天地合转，乃为八卦。故天下无论数万与万，至凡至则之数运事情，总不能出乎此八者之外。亦有百物之不能外乎五行也。五行寓于八卦，
八卦行其五行，而造化人事，于此形成，于此推牵焉。故圣人立象设卦而分爻焉。自张守言有以见天下之至则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以言其大象。亦指天地水火山泽雷风而言，即以卦论也。既言有以见天下之至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理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。指八卦之384爻而言，凡后之各卦各爻变化及训辞皆在焉。故于本章系辞中，先示其要旨，下章即言占卦之法，与察卦之方。二章明而后举出64卦之最者，以示人，使万古之训告身心之所在也。此宣圣系义之本心。原文为后人所乱，今更正如初，而使言注之如此云。第9章第1节，亦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上其辞，以动者上其变，以治气者上其象，以补事者上其战。是以君子将有位也，将有行也。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象。吾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参吾以变，错综其数，通其变，遂成天地之文，及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，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？亦无思也，无畏也。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夫亦圣人所以极深而言机也，为深也；故能通天下之至，为机也；故能成天下之物，为神也。故不急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亦有圣人之道四焉，此之谓也。义之为疏也不可远，谓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异，不可谓典要，为变所适，其出入以度，外内使之具，又名于忧患与故。无有失宝，如临父母，出虑其辞而魁其方，既有典常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仅按第9章系经本上篇第10章下接下篇第8章未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人承前2章言象与战，而见是其占卜之用，故开始即言义战四要。四要者，辞变象战也。此四要名，则于易卦之所含聚者，可以随时随机而知其妙秘。此所以先是四要耳。所谓以所谓上者，言以易道而上其卦爻之所据者也。自上古至中古，圣人既体天地人物自然之造化，立此易卦。故凡遇事而欲以有位有形之时，尽问于神，而神即借此卦占以告，言其受命也，如耳提面对也。故于所问之事，无不恰合如之象之音，不论远近之地，不论幽深之境，皆能烛照分明，遂知未来之事与物。自非天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参五宗错，皆易卦爻互相纠合之称，后人以名不坠。其参五宗错之数，既已生出，则象之变化，亦自繁则离合，即天下之至其与至宜。圣人能通而极之，能通则成天地之文，能极则定天下之象。圣人如此而战者，亦以体此也。盖自河图洛书而来，伏羲文周所着卦爻之数，莫有被其变化如此者。
亦知数象。于是谓至妙而至神矣。非天下之至变者，其孰能与于此？此等处经处变之道，唯赖于归师之事。然归师虽神物，而非人主之于下，神主之于上，不能视其经与变也。故犹须重乎人也。知义之道重乎人与神，则知战义之道矣。故于系辞事象数后，特示此战义之道，曰义无私也，无畏也。此二无字，即言人心当体太极之前，亦无所有之景象，而毫不沾者，方能自得心体之本来真如。此真如亦即太一真神所在者也。后人所谓无极而太极之无极是也。然无须在于无下加极字，使人迷离。盖太极至无之处，即是至一至神。主宰何以言无极乎？唯太上言无畏，则生合太极之原理。此处言无私无畏，正是太上无畏清净妙境，能自清净无私无虑，便能真净，静定相连。所谓能安能虑能得者，故太上亦曰无畏而无不畏。亦知卦爻未现之前，战者诚能如此无私无畏，则能感动神明。于卦爻现出时，臣必合之数与象，恰与当时环境事实相呼应，而告之以行事之准则。故曰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此既然不动者，乃先天之原体，后天之根蒙，人与神相通之中枢。不过即归师而得知其数与象耳，非专指归师之能也。后如注解，将既然不动，专就归师而言，未免太偏，不可尽从。归师虽有灵，非人与神不能感也。故下句感而遂通，乃明指人神及事实而言，岂专言无知之归师乎？后如谬矣。知此则知亦不乃即生言机之事，唯其为身也。故能通达天下万民，万物之心志，而无所隔阂，如镜之见行，唯其为机也。故能成就天下之事物事业，而无有不周且治，如今之谓，如机之助焉。此所以及其弥伦天地之能事，而尽其变化。变化至极端时，则神生焉，唯其为神也。故不急而速，不行而至，谓最秘妙不可测试。此其所以亘古及今，而常主乎天地造化者也。然至长者无常，至久者不久。盖亦众推谦，不众故长也。亦有圣人之道者，以其天地造化有如此之四要，无长无久而能变能通也。故曰义之为疏也不可远，谓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异，不可谓点要，为变所示，其为道然也。唯其变化不居，故圣人教人于卦爻出入变成之象及辞，必先观察之，以自度料如何，而恒存恐惧之心，唯恐有就力凶险，而兢兢业业，自修厥德，自备绝世，无欠为之师德与师备也。故曰使之具，又名于忧患与故，无有师保，如临父母也。此等皆存于一之卦爻辞中，而是其方法，无欠为之不备。即前四要之事，所谓辞变象战者，故曰出虑其辞而魁其方，既有典常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前言不可谓典要者，
言不可视为常点而拘泥之也。此言既有典常者，言卦爻辞所示之法则典常也。人自修其德行，无私无畏，既然不动，而得先天之本，如后天之象数，以明天下之事，而通天下之志，遂以成天下之物。故人能与神相通，以主乎造化，是以天地之间，为人为贵。故曰苟非其人道，不虚行也。宗主附注。亦有圣人之道4种，此4者即卦之术与象及其变化法则辞义也。所谓以言者上其辞，其辞指卦之卦辞、彖辞、爻辞也。以言2字，指占卜之人，欲于言语时，则取其辞也。以动者上其变，其变指卦爻之变，乃所变出之卦爻而言。以动2字，亦谓卜筮之人，有所举动时，则取其变化而行之也。以制品者上其象，其象指卦爻之术与象也。以制器3字，亦谓占卜之人，言其人欲有所制作器物时，则取卦爻之象，而仿效为之，以利天下也。以卜筮者上其占，其占指卦爻之占也。以卜筮者，名指卜者而言，与前正同。其语气言卜者，取义卦爻所占得之兆，以自度而以之行事也。此4者非圣人莫之，亦非圣人莫能推而行之尽致也。故曰有圣人之道焉。然凡人若果体验圣人所以之上之之道，而敬圣自修，清净自持，常使己心无私无畏，阔然而虚，密然而密，公然而无所偏倚，则人之本心自意既然不动，上与神接，下与师归相通，而能知来察往，与圣人无少殊异。此则古圣教人及孔子系辞之本心也。故本章开首即言此，一则承前章无私无畏感而遂通之旨，一则其后各章古圣制作及各卦爻之解释也。有此先题之注语，则前后一切自明矣。为志气一象，为今世科学作用。宣圣未肯明言，命言注集。盖此气字即承前行下为气之气字而来，气者物用之成为器械者也。在未成器械之前，其原理无从知晓。吴国古圣，如后文所谓密意轩辕诸圣地，观天之象，察得之理，参合图书之秘，由易而见卦，由卦而见爻，由卦爻而生变，由变化而成象占焉。于是乎由意象占之中，发明一切物理之原则原理，而依之以制作器械，及一切机化之物。此吴国科学出发认识之最要典型也。今日昔人无事者，动言中国无发明家，岂知世界文化与科学之导源，完全由于我中国古圣。若无此等发明，则彼的亦绝无由发现今日声光电化之进步，虽至今犹未蛮荒时代可也。然则世界文明之渊源，不自无中国异道而来，由何来乎？此等要旨，近世青年绝对不知，故不得不为之注出云。第10章第1节，义之为书也。广大西北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3才而2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他也，3才之道也。道有变动，故曰爻；爻有等，故曰物；物相杂，故曰文；文不当，故即凶生焉。义之为书也。
原始要中，以为直也。六爻相杂，为其实物也。其出难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出此拟之，促成之中。若夫杂物传得，便是与非，则非其中爻不备。一，亦要存亡吉凶，则居可知矣。知者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。二与四，同宫而异位，其善不同。二多欲，四多惧，进也。柔之为道，不利远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与五，同宫而异位，三多凶，五多攻，贵贱之等也。其柔为，其刚甚邪。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其故何也？阳卦奇，阴卦偶，其德行何也？阳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；阴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谨按第10章，系经本下篇第10章全文，并下接第9章全文，下接第4章全文未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陈前象卦之意，而详示其卦之所以成，即卦中各爻之时位性行，与变化吉凶，亦正所以其后文所言各卦爻者也。卦本乎一之太极，太极既现，天地乃开，人及万物生于其中，芸芸万象，莫不包罗，蠢蠢照明，莫不以运，以义之广大西备。前章中故以言及，而兹复言之者，以明易卦之相重，其中具有天地人三才之道也。三才立，而卦之性行功效乃见，而六爻各效其能。六爻备，而三才异明，变动月出，吉凶互见焉。唯此三才中之六爻，虽相互杂，阴阳各殊，上下不一，正不正，不同时，不时不合，所以有不义之者系辞于此。先视其各卦爻之概，而言其用焉。故曰道有变动，爻有等级，而物相杂，文有当有不当也。苟欲知此理，非依乎易道原始要中，以求其性质，而测其爻位，不可以卦爻之杂错往来，是生实物故也。凡一卦中之出爻，不义之小，因出爻居于最下之地位，其所怀抱志为暗昧，而其行动意志为猛，故不义之也。至于一卦之上爻，则于4、5爻既已显示性能之后，其或脏或否，或吉或凶，可以一望而知，故曰其出难知，其上易知。此2爻出系一卦之本，上系一卦之末，故曰本末也。出不易知，必须拟之而后能知，上易知，故能成之中也。此等例在64卦中最多，后如皆知，无需多言。卦之成也，由于爻爻之相与也，谓之传。爻之刚柔不同，谓之杂物；爻之中正不同，谓之传德。上下远近，动与不动，而是非生焉。是非之中也，乃为圣人之德。故必取乎卦之内外中位，苟得乎其中，而又刚柔适当其阴阳之位，是谓之正。中而且正，即可知也。故曰亦要存亡吉凶，则居可知矣。知者既察其实位，又观其辞义，明乎卦与彖之辞，则于是卦思过半矣。凡每卦中，除出与上之外，即系2、3、4、5之4爻也。
此四爻各有其性行地位之不同。今系辞先特位指出之，曰2与4同宫而异位。同宫者，言2与4皆系阴爻；异位者，言2居内卦之中位，而4则居外卦之下位。譬之于人，在内卦中位者，如在野之贤人；外卦下位者，如在朝之近臣。故其位不同耳。然二爻各有其特殊之性情习惯焉，故云其善不同，言其所谓之见善于事者不同也。所以不同之处，因凡在二爻者，每每多有荣誉；凡在四爻者，每每多有借据故也。何以二有荣誉，而四有借据也？因四爻进军，故必时时自谓借据，而后免于罪责。二则在下卦之中位，而远于君，近于民，其所有德行，又皆中正之类；所有教化，又皆为宽柔之道，故常能得民之望，而有荣誉也。四则远于民而近于君，近君则易治罪国，远民则易招责备，是以不利而必须据也。故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无咎者，二居中而四用具故也。3与5爻亦然，凡3爻5爻，皆系阳爻，故曰3与5同宫。但5居上卦之中，的乃至尊之位，有当令行权之柄；3则居下卦之上位，不忠亦不义正，如民间之官吏，又如在野将近之豪俊，其地与君远，与民亦不切近，故曰异位也。3既不忠难正，而的刚好强，故曰3多凶也。5则上居尊位，的行其权，欲人斯人，故曰5多攻也。此乃地位有上有下贵贱之关系，故曰贵贱之等也。凡居尊位者，宜于刚断；居于下位者，宜于阳明，而不阴险，故曰其柔为。其刚甚邪，曰邪者，不定之称。亦谓5、3、2爻，大略如此。然而未可概定。有时5爻之尊位，亦须用柔；而3爻亦有时须用攻宽之德，则视其卦位何卦而定之。卦若宜，则5之尊位以柔，而反能得民及兴国焉；3以柔反能得君而使民信之，是又例外之事，故不用也字，而用邪字也。此等处最细密，后如言之未尽，而关系于国家人民者又最具，故特加讲明之如此。凡卦中之各爻，其阴阳刚柔亦各不同，而有其殊异之特点，大略可以法则定之者，则凡属阳卦，其爻必多阴；凡属阴卦，其爻必多阳。此何以故？阴阳卦之位数属于其，阴卦之位数属于偶故也。属于其者，其对多阴；属于偶者，其履多阳。以一阴而领众阳，故阴卦多阳也；以一阳领众阴，故阳卦多阴也。虽然，故凡属阳卦，则阳明之君只有一位，余之诸阴爻，皆系臣民，故曰阳一君而二民。凡属阴卦，阳明之君乃成多数，而阴性之臣民反为少数，故曰阴二君而一民，一君二民，天地之常道也，故曰君子之道也。二君而一民，天地之大变也，故曰小人之道也。哀哉！后世竟有如此之事，而不能免于厄运者，
正合因数之意。故于此系辞中，先是其概略云：宗主附注，此章程前各章象卦之旨，而推言卦中六爻之意，即将章首所谓天地人三才之在六爻者，详为之剖释之。故言六爻中之初爻上爻位如何，二爻四爻位如何，三爻五爻位如何，其地位性气之各有不同，各有例内例外，慎言以明，不须再释。为末节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之旨，包罗远大，直至现今，以气未来。诸如多未能明示其故，兹则特谓之著名。阳一君而二名者，治世之时也；阴二君而一名者，后世乱世之时也。治世之时，纲常明备，上下有等，君子在位，小人在野，故一君二名，民皆服其君之令，而教化自行矣。故曰君子之道也。自古及今，夏商周汉唐宋明清，各正统治世之时也。反之而当书记之末代，道德不明，纲常已灰，天下人民日习于恶，消节并起，杀掠淫放之事，公行而日益炽焉，则举世滔滔，路程莫诊，各视其事，各非其非，而无是非焉；各主其主，各奴其奴，而无主奴焉。天下于是纷然大乱，则秦末楚汉，汉末三国，晋末五胡，唐末五纪，宋末金元，明清之末，流寇法辇之辈，皆割据一方，鱼肉人民，不可相耳。直至今日，其末流之害，亦未蔓延，而莫可拯救者，皆二君一民之所致。虽欲不称之为乱世，其可得乎？且今日之事，譬如兄弟二人，于市中操戈，相攻相杀，无有以时，而不顾其子焉。此为子者，虽好乎提气，曾无肯悔而罢其斗也。为产业或财之事真于是此兄弟二人者，各据其家室之半，而俨然为二君矣。其家人虽且无二，不能不俯伏于两者之间，困苦万状。彼兄弟二人，不但不廉，且亦纵横，而鱼肉其家人，此之谓二君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尚不速自觉悟乎？恐其家国将有不可终保之一日矣。明乎其神人之所生敏者也。第11章第1节。夫乾，确然是人义矣。夫坤，颓然是人简矣。其称名也，杂而不悦，于积其类，其衰是之易邪？夫义，张往而察来，而为显，产忧开明，而当明辨物，正言断辞，则备矣。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，其旨远，其辞文，其言由而终，其事似而隐。因二以记民行，以明师德之报。仅按第11章，系经本下篇第1章第3节首2句，下接第6章后3节未文。但6章就文产忧开，开字下，自3000年前遗落一名字，兹补出，宣圣讲义，系辞将是各重要卦爻之总旨，故复题名乾坤二字，以照应前数章乾坤而发挥太极之本能。故于本章开端，即曰夫干确然是人义矣，坤颓然是人简矣，谓正之各义各象及事实，而知乾坤之为义简，
盖确凿而无一义矣。干确然矣，则凡谓阳卦者，皆有义之要宗，含于其内。坤颓然为简，则凡阴卦，皆含有简之旨趣。是64卦，384爻，及其动变宗错之数，虽达乎万亿，而其为象与数之基本上，则绝无杂乱超越之情。因至凡中有至义之本，至则中有至简之性，故万物万事有条理而可以宗持也。如正一提其领，如秦往提其纲。卦爻是物，虽万亿之多，圣人视之，由数一二而变黑白也。此何以故？以义有太极，而生二仪，有乾坤，内蕴其指万物妙，外开其门，所以万转鸿钧，穷亘筋骨而无尽者也。此亦与天地造化之所以不可端倪也。于不可端倪之中，有可以宗持之道，则所谓当明辨物，正言断辞之功用。人能如此，虽未具至于圣人，然而亦能自毁自爱，修德力行，以成君子。故无如首重乎义，而上乎卦爻之辞也。不但无人，即凡天下之民，莫不皆然。此何以具得其要于天下之民乎？亦不过有此一简之妙而已。唯其一简，故易卦爻辞之称名也当小，而其所取之物类则甚大，其所示之旨趣甚远。且该其文辞则甚有条理文采，而毫不紊乱。其所言语只是于人者，当委曲婉转，而恰乎中战者之事情。其所言之事类最明备，而时有所包藏，使人于言中言外，求其不可尽言之深意焉。故曰其事似而隐也。有此数者，亦简之性能作用。圣人常因此太极之二，即指二仪乾坤以施行其普济万民之道，而必益其行焉。所以民夫斯是得失及凶之报应者也。圣人以此为正位教，而人民亦即以占卜从教，而得济的民矣。然此则圣人本乎太极之原理，而推其作用，产忧开明，使天上人士各得其所之所至也。后人落名字，治本指大昧。丘兹正之云：宗主附注，此章亦承上章而言，上章承前而言象卦爻辞。本章则深言其象卦爻辞所观之各重要旨意也。所观者之大端，则由于二仪之乾坤，干谓至义，坤谓至简，义与简至确然之时，则一切象卦彖爻变爻各错各宗之卦爻，亦无不得其一简之理，而有所阐明矣。此等阐明，皆得发扬天道之秘密，即易太极之妙用，一张一弛，一辟一息之神功，施之于世间者也。故曰其称名也。杂而不越，于积其类，其衰世之易邪？因一辟一息，而越推越出，越趋越下。故卦爻变化，由泰而否，由富而褒，所以为后代衰世之告诫也。即前章所云，二君一名各闻皆然，知此则知圣人，产忧开明之身心所在，而救人之心亦甚明矣。此衰世之事，所以义重乎义道也。所以重义道者，以义能当夫事物之名，而辨夫事物之实，正夫一切之言论，判断一切之辞理故耳。所以能如此者，则因卦爻之称名也，范围甚小，而其所以扩该之事类则甚大。
其辞旨甚远，而未闻甚明。其告人甚曲折转换，而能曲中乎人之事理。所言所指者，谓是谓物，无不周到，而绝非明范，处处有隐秘之旨，所以能使人民义之义从，而不怒不怨，所以谓圣人之道也。宣圣于此数千年后，卜筮阙文，史事之学者，又名千年以上之圣经，岂非圣性之事乎哉？第12章第1节，亢龙有悔。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履霜坚冰至。子曰：履霜，因时宁也。训治其道，治坚冰也。是故君子用以戒惧，故继之以敬亦修德。劳谦君子有终极。子曰：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得，后之至也。欲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慎，礼言恭，谦业者，至公以存其位者也。不出户庭无咎。子曰：乱之所生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己事不密则害臣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民赫在殷，其子何之？我有好爵，无与而迷之。子曰：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。况其耳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为之。况其耳者乎？言出乎声，加乎鸣，行发乎耳，见乎远。言行君子之枢机，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甚乎？初六即用白毛无咎。子曰：苟错诸德而可矣，及之用毛，何咎之有？圣之至也。夫毛之为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圣思数也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子曰：作义者，其之道乎？义曰富且成，至寇至。富也者，小人之事也；成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成君子之器，道斯夺之矣。上慢下暴，道斯伐之矣。慢臧会道，至荣会盈。义曰富且成，至寇至。道之昭也。同人先豪跳而后笑。子曰：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之言，其秀如兰。谨按第12章。系经本上篇第8篇第8节。下文经本以遗兹补之。履霜坚冰至。子曰：履霜坚冰，因时宁也。训治其道，治坚冰也。是故君子用以戒惧，故继之以敬亦修德。下接第8章第7节。下接第8章第9节。下接第8章第4节。下接第8章第6节。下接第8章第10节。及第5节未闻。宣圣构义。系辞者，以易卦中卦辞、彖辞、象辞、爻辞有所谓尽，或其旨趣未明诀要，因特谓之系辞焉，以明之者也。义之为道也。自始至终，无终无始，而义皆以太极二义谓之枢机焉。太极谓兆，则鸿蒙之先，无可言者。后人强名之曰无极，机不可解，既无矣，安可言极乎？太上所谓虚无难明者也。自此而生一气，是谓太极之初萌，鸿钧之初。
现由一气而分为二气，太一真载之善化者也。此二气亦之二宜。见于卦则乾与坤也。乾与坤为易最大之关键。不求易卦则已，若求易卦，舍乾坤莫能入其门也。故于前系辞各篇，在四明之，而谓运位门之文，显示无余，所以其后各卦之要义也。后人不知。宜亢龙有悔及履霜坚冰二节，皆系众出之眼文，而竟将履霜坚冰一节删去，只留亢龙一节，又杂于章后，下注众出之文，遂使一指无以阐明，而文字亦紊乱矣。兹谓正之，并视其意。先干之上九，与坤之初六二爻者，人为前此乾坤设卦而为其门之旨。先上而后出，先干而后坤者，由易以求其难，自显而推其隐者也。天地造化，人事治理，皆由上而下，由显而微，自进驱驰，而天下遂多故矣。天下之扰扰，由于位上者居非其所，而又不能为贤人位之辅，位下者纵欲从邪，自其私利，诈恶不圈，日甚一日，于是祸积越切，见至亡国灭种而不可救，无他，不修明德而然也。此二者只为上位下者二大病痛，乃为世地治乱、天运转换之大枢纽，一切人事动作、神事运行，莫不由之。故于此系辞讲卦时，首先提出干上九之爻，所以相位上者也；提出坤出六之爻，所以是位下者也。无论何等世代，位上者恒有干上九之可为，位下者皆有坤出六之可据。苟不自为而不自据，则位上者必失其名，位下者必负其国家，倘能自毁，以为上则是有可为者；倘能自据，以为下则物有可救者。此乾坤二卦上出之深意所在，亦即前所谓上易之，出难知之旨也。是干而不及其出二三四五爻者，所以握其要而介乎位上者也；是坤而不及其二三四五上爻者，亦握其要而以介于位下者也。系辞者系其要而治其训戒者也，故则要而系之。不变即各卦以为卦系，不变即各爻以为爻系。语焉而其余可知，告焉而其后可明。此以互比，彼以错辞，相对相形之间，而一指一招，形式可法，则所贵乎易之系辞者也。为是亢龙，则非龙之爻可齐，故曰位曰明，而重乎辅者也。为是双冰，而黄长以可贵，故曰在静与义以修德。坤六二之辞曰：静以之内，义以方外，静义立而德不孤，所以谓元吉耳。明乎非龙之爻，在亢龙之下，则知干上九之所宜自处者矣。明乎黄长之爻，在初六之上，则知初六之所宜自修者也。上九能自处，则凡位上者，不至于失位而丧名；位下者能自修，则不至放屁好利而自屈于父王。举此乾坤之二爻，而64卦384爻之大端大典，可见其正训，可视其正法矣。故必于系卦之初，首先视之，而系辞以讲明之也。乾坤既明，则既是人理。良以干者天之道，坤者德之道。天道向上，地道向下，
上下皆有其过失，而恒在抗傲不公，因恶不迁之病，此天地所赋于人之习性也。故于此下，专讲人道中率性去习之学，而既名乎谦卦焉，谦之为卦也。六爻皆吉，而莫上乎劳谦。盖勤劳者，人生之大本在焉。周瑜有之曰：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。勤劳焉，则为上者中得其民，则下与骈之。周公握法，日不遑习之事，而大禹精经文善则败。周公恐惧，唯恐获罪，皆所以行其劳谦者也。故曰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得，后之至也。禹之不精，天下莫与争能；周旦之不伐，天下莫不服其中争。一见于虞书，一见于周书。丘此系文原意在此，故记之曰德言圣。礼言公，自无大禹公旦之甚德，安足以称劳？自无大禹公旦之循礼，安足以言谦乎？故谦也者，治其天性之至公，而以保其位者也。义之为训也，为敬为戒，必恭必谦，所以使人持盈保泰，趋吉而避凶也。64卦中，总不外此大志，不过动静出处，与莫行止，有不同耳。于是既明不出户庭之旨，于劳谦之后者，安其心而慎其机也。谦既自修矣，节又以自检，修德以劳于事物，俭行以慎于君臣，而后就利可免，而祸害可避也。故修德则卑其身，俭行则坚其言。言行者，君子之枢机所由出入者也。故时当勤劳，则遍行天下；时当慎守，则不出户庭。遍行天下而有功，不出户庭而无咎。圣人之所以能屈身往来也，惟其能伸能屈，故能慎密而不失其君臣之道。公旦能密金匮之事，所以能成东山之勋臣，能自密以成其名者也。当二书流言之际，公旦不动声色，戒惧谨慎，不出户庭，而得因以昭，故吃萧之师，足以感动成王。而于诸讨管蔡之事，机事严密，而罪人思得矣。此谦与节之正则也。后世之君臣，多不能知此义，而于言语之间，多皆其乱。春秋时不可胜数，非君不密以失其臣，即臣不密以失其君，更疏漏而寡迭，肤浅而愤世，为国家患害者众矣。君子所以贵于慎密而不肯轻于出者也。君子谦其身以救抗傲之习，节其言以救阴贼之害。抗傲止干上九，阴贼止坤出六，是以讲此二卦于乾坤之后也。推谦与节之道，必归本于人心之诚。人心不能诚，则谦非真谦，而节难中节矣。必其有成而后得一修，而言易信，虽在方寸跬步之间，出其言足以感召天下祥和之气，守其末足以保持天地之太和。是以是忠服于谦节之后也。忠服者，忠心诚信，弗感于物者也。忠服之九二曰：明月在阴，其子何之？我有好觉，无与而迷之。盖阴者养鸟，以比君子在阴壑之居山谷之阴者，比君子居室而不出户庭也。壑在山阴以鸣，而诸小壑皆鸣而和其声，以比君子出言善，
则天下之人将感应之。天下之人感应，则欲不出世而不得已。故曰我有好觉，吾与尔迷之也。丘因系之辞曰：君子居其事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耳者乎？居其事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为之，况其耳者乎？言出乎声，加乎明，行发乎耳，见乎远。言与行所以为君子之枢机。无论尊卑贵贱之人，动此威仪之间，枢机一发，则荣辱随之。故曰荣辱之主也。自成其德，则心无不正，而言无不善；不修其德，不成无物，则人不敢而物莫因。谦与节非赖中孚之德，不能表见也。习公旦之告诫于王及天下者，可谓居其事出言而善者矣。动止法则，足以为天下之正则，无不敢而从其风。所谓千里之外，应之，况其耳者乎？一心王室，不知有他，虽灭身丧家，在所不顾。公旦已告于天矣。故武王之急以抽，而其后于被谗为民之时，天地为之大变，大风大雷，拔木掩河，平怒以表其冤，中孚之作用，不其大乎？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甚乎？言行为君子之枢机，礼义为君子之载籍。苟其中心有主，忠信诚笃，而异于善，则无物不服，无事不周。然而君子之于行与礼也，犹且兢兢业业，以致其敬慎而不敢有所乎焉，则己之虽薄，而臣之则厚；夷之虽微，视之则重。亦曰初六即用白毛无咎者此也。亦谓苟有其德，错诸地上可也，况有毛乎？所谓平凡运藻之材，黄屋行疗之水，匡辅其举之器，可见于鬼神，可修于王公者也。况以先王之礼处之乎？习者先王以白毛及之，而行祭奠，故包毛不入。其桓公真之于荆楚，然则及之用毛，虽轻实重也。夫何救之有？言其敬慎之至也。慎思数也以往，其不敢有所乎矣。无所乎又何所失哉？是其解释于此大过者，是人敬慎，使持久而勿懈也。宗主复注：前述卦由干之亢，坤之应开始，即以戒人使勿抗傲苟且，既是不出户庭与鸣鹤之意，即所以生此境界之事，以致此卦出六之爻，皆免人于敬慎，使无一时一刻之祸乎也。此下一卦亦然，所以戒人使勿慢也。学者视之哉？人之处事也，恒亦放于欲而安于义，忽于机而慢于所逆。自龙骨以来，莫不皆然。故圣人教之以敬慎恐惧，恭俭周密也。有此数德，则可以处，可以出，可以与，可以没。尔之保于家事之中，远之推及天下四海之广。无为而无不为，不作而无不作。所谓不急而速，不行而治者也。忠信诚笃之通神，有如斯矣。苟不能然，而或抗焉而不谦，贼焉而不得，耻焉而不节，畏焉而不服，肆焉而大过，奢焉而解放，则必生骄慢淫逸之事，争夺盗贼之患，而不复能安其生理。
而况能在位以行其国家之大事乎？故古之附和野人，虽有君子之德，而犹不肯出位，而谋人家国之事，况无其德者乎？后世复除何差之比夫？或且盈元而居高位，依轻屈肥，俨然名上，以自其坑壑之欲，则国家人民必受其弊，而群起攻伐之矣。所谓富且成至寇至者，此也。所以然者，国政解放其纪纲，而君子小人不修其德，互相欺蒙，下轻上而也甚闻，遂使天下耻慢不法，男日趋于道，女日趋于淫，盖为之上者，慢葬至容以会成之耳。于是天下纷纭，而大乱不止，莫能拯救，使不及自反于公俭敬慎，诚笃忠信之道，恐将宰虚及逆，皆沦于灭顶者矣。呜呼，可不戒哉！知解之师，则知节中孚之德；知节中孚之德，而知乾坤之正义；知乾坤之正义，而知夫同人之大道矣。同人者，以无大公无私之德以同于人者也。丘习关于腊祭而有言曰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。或恶其弃于的也，不必为私；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弊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是谓大同。大同者，同于四海之外，普天之下，无所往而不同也。同人之卦，亦正如此。然必先得乾坤之正气，谦亨节福之至道，而后能推其成捆，行其忠信，以便施之于蛮貊之邦。若在其初，则必不能具至于同。盖德由小而积大，公由近而致远。同人之功，德与公未逮，而外人远国，不相知而不相信，或未免有所艰难阻碍，故先豪跳而后笑也。同人之德与功，必至积累光大，以至于大成。大成之后，外人远国莫不欣然悦服，而甘与吾同，乃遂成为大同。故曰大师客相遇也，惟其相遇而无不同。故人皆归心，谋利则必断金，谋义则必如兰。古者不讳利，故利居四德之第三，所以开悟成物，济天下之人民，兴事成业，见四海之大利。故曰先望以美利利天下。故同人利与义同重，且先言利而后言义，以利者民之养也，不可以一日获处，而义则养而后教。故先彼而后此也。君子于此，动静行止，出处于末，莫不各得其道。盖所以体乾与离天火同人之传者，必如斯也。此之谓闻名世界，亦即谓天运盛世也，可不仅然者也。凡言所著之近文，皆颇有关于现今世事，明言之不可，故特发明经旨，以为警句救人之事。因现世正迷于此等恶习，故圣师讲此一经，诸多切合人事病痛，但圣言阳伦，不露龟角，言特为之指明，故非言之所创论也。世人今日不学而入世，外务而内喜，数年出游海外，不读祖国之书，不安民族之情，一旦基于高位，谋国家地方之重务，以思圣功，
以巧取淫者，比比皆是。是即亦所谓富且成者也。岂必何愧复除之夫？不是之无之人乎？国家多此一辈人，则必受其患害。盖以惧非所惧，如后张困卦之地位矣。既惧非所惧，则必有他人起而干之。所谓至寇至也，寇者敌也。于彼谓寇道，实则非可以概言之。故圣师训亦至此曰：小人而成君子之器，道斯伐之矣。今曰海内扰扰者，何莫非富且成者有以招之，有以成之也？日呼号祈求于寇道曰：和平为美，汝勿伐我。何如己身是富而勿成？读书明理，爱民去私，为君子之道乎？苟其能修此德，而永决以自改悔，则未有至诚而不动者。天下事岂真不可畏？今不自责，而但罪夫人，无怪人之不服，而干戈日起也。自身不贪而无所慢葬，则他人何所觊觎？自身不邪而无所致容，则他人何所厌恶乎？今日之内乱，今日之贪污，有以会之也；今日之挟持，今日之放荡，有以会之也。为上者而苟廉，则民无有敢为侵略之事者；为上者而苟正，则民无有敢为邪僻之行者。今不自求，而为灵公与男子，公然同载，招摇遍南北，其下化之世风，安得不污？又国凄凉斗之家，显位聚敛，悉天下之高血而未矣。凡袭人之必正，莫不重睹于今日。而民之曰民国，则民有不起为寇道以伐之乎？君子先择己而后择人，先正身而后治国，此之谓也。第13章第1节，亦曰：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子曰：佑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又以上贤也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也。亦曰：冲冲往来，朋从尔思。子曰：天下何思何虑？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？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而民生焉。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成焉。往者趋也，来者信也。趋信相感而利生焉。齿货之趋，以求信也；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精益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过此以往，谓之祸之也。穷神之化，德之甚也。子曰：知己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独，其之几乎？己者动之为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己而作，不似终日。亦曰：戒于时不终日，贞吉。戒如时焉，民用终日，断可视矣。君子之为之章，之柔之刚，万夫之望。子曰：言氏之子，其代数几乎？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也。亦曰：不远复，无指挥，远吉。亦曰：公用射损于高庸之上，获之无不利。子曰：损者情也，公使者器也，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？动而不扩，
是以出而有惑，与成气而动者也。子曰：为者安其位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，乱者有其志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为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亦曰：其亡，系于胞丧。天地氤氲，万物化纯，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亦曰：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友，言志义也。子曰：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抑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。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唯以动则民不语也，惧以语则民不应也，无交而求则民不语也。莫之语则伤之者至矣。亦曰：莫抑之，或系之，立心勿恒。凶。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。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亦曰：何笑灭耳？凶。子曰：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成。小成而大戒，此小人之福也。亦曰：惧笑灭止无咎，此之谓也。子曰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先不及矣。亦曰：鼎折足，复弓速，其行握。凶。言不胜其任也。亦曰：困于时，拒于棘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。凶。子曰：非所困而困焉，民必辱；非所惧而惧焉，生必为既辱且为。死其将至，期其可得见邪？谨按第13章。系经本上篇之12章第1节，下篇第5章第1、2、3、4节，下接第11、12节，下接第6节，下接第9节，下接第13、下接第8节、第7节、第10节、第5节未闻。宣圣讲义。人天之理，未及卦之用，太极八卦之象，所以弥伦天地万物。天道人事，所以经纬宇宙照明。前者视其体，后者言其用。舍义则义道不立矣。故12章所系各卦爻，系言太极八卦之体。此13章所言，乃天道人事之宜，故彼谓体。此为用耳。天道人事，见端屈伸，往来亨困，吉凶之事也。而天心无心，以人心为心，人心无主，必以天心为主，则所谓顺与性之德也。人之生也，秉有天性，此性至虚至静而至纯，所谓成之者性也，继之者善也。故人能常体此天性，而顺乎其理，则自然中性笃厚，事亲待人，持身涉事，莫不嫌疑，而履行纯洁，思想纯正，于是教化可成。而天心喜畏，天心喜畏，所以自天佑之，即无不利矣。故曰：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性也。履性思乎顺，近以居世家之中，远以济天下四海之广。故莫不熙然顺应，气然心服，而共爱戴之。安有不及？何自非佑乎？故古今以来，真人之所至，万灵谨从，而神天护持以此也。宗主附注。先师和正本系各卦，分为12、13两章。
12章中所列，由乾坤系起。13章中所言，自天地系起。大有者，天地之成也，故其战首名自天佑之极，无不利也。乾坤明而诸卦皆有所遵从，天地明而万事皆有所主持。故乾坤之后，继之以千节各卦；天佑之后，继之以御复各战。所以教人持身，指前12章间教人处事，指13章故个别视之，而分讲和论也。天道无私，唯顺天者保之；人心无常，唯有信者归之。人能真信，则自能顺天。所以上知天有所佑，下知人之所归，乃大有天下之盛业矣。所以讲此而先师在治其义者，诚以今日海内见骄见薄，无复敦厚之气，人怀贵绝，世道日辉，又染外来之邪说，不信神天，不明造化，于是无恶不可以作，无非不可以为。男女日趋于放矢，而不可训正，事事为顺自之反面，与性自之道行也。天其能悦之？人其能助之乎？故圣师特以天本无心，以人心为心而具，唤醒世间沉郁精之人速自回头。勿再以诡谲奸诈为能事，勿再以道行逆施为手段。提出天良，直道而行，事虽近乎于拙，然天必佑之，人必助之，终得最后之胜利，而居乎奸巧人之上，此则断可言也。以今世人多数皆染恶风，故先师志亦如此。此等只去本无呆言，而以现今民事日卑，民治日下，己难具民精义，于故不得不为之著出，盖以教普通人民者也。宣圣讲义，能以顺性感动天与人者，非易事也，必先有其德，而后天心与人心因之，如夫骨之相合也。德之修也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盖于独居之中，幽密之地，人所不知，而自心确然教然有以自持，如水之平，如镜之明，如空寂之浩浩，无一点迹象，无一点心思。夫然后本体乃现，天理乃明，战战不昧。上帝即在吾之心中矣。虽负天下万事万物之分拿，层出而不穷，亦不能乱吾心躯。不但不能，且将因念而随欲，无所不成其巧合之力焉。此何以故？以无先得乎太一，而上帝居吾心中故也。天下之事，莫不归于一。故太上曰：天德亦以清，德的亦以宁，王侯的亦以为天下真。系辞亦曰：真乎一，为一故真，为真故天下万类取源焉。安得不谓之宗乎？故曰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然其首要功夫，全在其一思虑中入手。故于欲开口即言匆匆往来，朋从而思，此教人将繁杂思虑一齐放下，使有的所指之地。盖人之因事，总以为天下事至繁而且则，必须多思多虑，而后能应付之。春秋时记文子所以三思而后行也。殊不知多思多虑，则思意分歧，而越迷事之真相，不得要领，去天远矣。故曰天下何思何虑也？何者不可知谓也？不可思虑，则唯有诚心反照，而万念皆空，屈其时一轮红日，
推出海底。即太一本性无上之智慧现前矣。此智一现，天下任何烦难之事，有不立即解决乎？此所以贵乎欲者也。故又曰：天下何思何虑？天地与人，是谓三才。三才相宗，而万灵托命，万化推行矣。天道立于地，地道见诸人，人秉天地之气与职，而主其中焉。故可以摄行道与正转运造化。天之所行日月是也，地之所行寒暑是也，人之所行往来是也。而此三才之气化，皆有其曲曲伸张之自然，以互相递善焉，则所谓日往月来，月往日来，相推而民生者，所谓寒往暑来，暑往寒来，相推而岁成者，所谓往者趋也，来者信也。趋信相感而立身者，盖由天地人物各以其气感而互通，互通而功效乃发生矣。天地人之间，冲冲往来，为朋为类，至广泛也，包含万亿兆之众，或出或入，或存或亡，或见或隐，各从其类，唯此趋性往来，则无不同也。其所以主此趋性往来者，则为赖无人之体天与地，无思无虑，既然不动，以为之中枢而已。能主此中枢，则日月运行，得其轨道而民之功用亦大，寒暑之以服，得其中和而岁之丰稔亦多，人民之性行，得其教化而趋性之常道亦为这民矣。是故圣人善于趋，所以善于性也。譬彼尺货之卷服，不缩则不生矣。不见之龙蛇乎？至于秋冬之时，则入蛰穴居而不复出，所以存其身为次年春夏风雷之预备焉。圣人之主天地而行造化也，亦何不然哉？故圣人体天察地，因人而施其权宜。此等权宜至精至神，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。圣人以仁义之道，自安而安天下之民。所谓达则兼善，修己以安百姓。盖因民物一体，趋性往来，如痛痒之相关，感应致切，曾无一系之间。此何等道德乎？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。圣人主造化而济天下，有如此者，若过乎此而往，即非是地所有，不易形容。故曰谓之惑之也，非果不知也。未可以言语世人，使皆可知，故曰谓之惑之。然而道行于世间者谓之教，道行于出世间者谓之化。圣而至极，即不可思议谓之神。神之存也，本常在圣人与无人之故有，但是能修否耳。圣人则能尽性，故能穷神。能穷神则能知化矣。知化者犹不外乎此趋性往来之气感也。洋洋乎如在上，如在左右，浩浩乎弥伦天地，而不可名状。故曰德之圣也。天地之运无他，唯气与化而已。人与天地相通达，无他，唯气感与诚心而已。人体天地之气以为气，故其气常相通达，无一时之或见。唯有成有不成之别。成者无有一时一刻其气不相感通，不成者则时通而时塞。其圣者则相隔阂而不能相通，唯大圣人能与天地一体。故干之辞曰：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为，
后天而奉天时，所以天人一致，而无或有间，而是乃太平也。自大圣以下，则必须自修以成其德，自定以明其性，清净以示其机焉，乃能与天地相通而互有感应，相体而行，去之不远也。唯其去之不远，故亦可谓国家元良，而因万夫之望也。盖己者，气化与气感互交而现出征兆也。必先能察见此己，而后能应付环境一切烦难之事，处之愈如。如有神助者，则神谓之，亦正君子之德乎天者然也。故亦曰：戒于时，不终日，贞吉。其取向于戒于时者，盖有比喻之旨。汉译后，儒者尽悟其训诂，今谓正之。古文戒即戒字，无草头也。言戒御风而投于时上，或生于时间者，其相应而互弃，岂有待乎？言及时而合，不须终日也。言日则及其长期而言，盖戒之于时，有如此之象，故其战谓贞吉。言刚柔相配，得其正而吉也。戒乃柔物也，时乃刚物也。故后文有之为之张之柔之刚之语，即兼指戒与时二物而言。至秋当日所系之辞曰：戒如时焉，谓戒之慢，恰如时之部分。又如亦可读如春秋经公如其之如，盖兼指戒之投于时者言。此欲卦亦证明感应之理，所以发挥前极大有与贤之意。故戒时指投亦指身也。后文困卦中有吉离与时，注此戒与时二物之反应者也。欲之所重者交感也，故于此取向于戒与时焉。若将戒自作动自训，即失却感应之旨。试问谁戒于时乎？若人而欲时，有可交感乎？是直不可通之句语，而后人必复会之，谓尽于时。时者坚贞故云。然何取于交乎？秋之系辞明白告人曰：知己其神乎？人对时有何将可言？又曰：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独。若人对时，有何上交下交之可言乎？盖借草木之属，存阴性焉；时金石之属，存阳性焉。阴性对阳性为上交，而阳性对阴性为下交也。况二性相感，其间有太一之原性，此中大有学理。即所谓原子者存焉，此原性一发，则彼此粘合而不可离。秋无暇细剖，刘大夫又注之，兹但讲其大义也。戒也时也，有如此天然之羈合作用，当其相近也，所以有机存焉。君子见此己而察其将来之作用，而欲谓之地，使不悖物理，不成人情，天下自然相望而归之。故曰知己其神乎？君子在下位而上交也，则为道是从，而不肯有所谄媚于其君。君子而在上位，为己是察，而不肯有所独乱于其民。谄者从其欲之谓也，独者训其利之谓也。君子以道事君，辅其政治而益其国祚，以德育民，培其元气而厚其生活。故以道事君而不谄也，以德利民而不独也。此之谓育而无患，育而有利也。故曰之为之张，之柔之刚，无他。谄则其害虽为，其因已服，则必至于祸乱之章者矣。独则其害虽为，
而阳以伏于中，必至于溃绝崩逆之章者矣。阴阳极刚柔，为与章极所谓基也。故己者吉凶之先见者也。此即自下又落一凶字，记之，能之为之章，之柔之刚，故可以为一国之元良，而当万夫之望也。此中含后世义地，四履地注之，秋不更急。宗主复注此注文含有科学与伪后学，日后在世，必自当之介于时，即介与此时互引之性。此中含有原子电能故耳。后如安能梦见此理？故先师特未发之，但不肯明言科学而已。待后详注，宣圣讲义。以贤感者必以喻之，以喻之者必以复见，以复见者天理始明，而为一生至于家国之主，莫或夺之。故于系辞特谓明示，此等卦爻易止，所以训后世者也。盖不能知己者，无以见善恶是非之真迹，故无以为父之功也。大学先格致，中庸贵明善，非先达乎事物之原理，则于人情世故，不能趋尽其变通，而恰得乎天理之当然，是善恶之正的，而不复有片段之恶害于身家及天下也。故曰恕己，不习为门人颜回敬之，因特称赞以为父之训焉。盖富贵不远之父，无指悔也。悔也为能不二过，所以能不远父，无指悔耳。权重在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具，而能知之，知却由前之机中来也。能知己而无悔，所以为原己也。人能明善以付出，则必能为国家之所用，藏器呆时而大展其宏游，以济生民而救世界之大乱。故于复后世解之意，能有赦损之意。赦者国家武备所以威威天下，而取彼不仁，以为礼义正当之事也。在易卦本包含各指，丘因而视其威武之意。义及人以爱人，义以恶之心也。天下若有不仁之恶人，则人人必受其害。故自来古圣帝明王，皆以兵威去之，使天下获安也。必有虎使之力，而后兵威使可以正，亦正如今日之利器焉。故曰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器即虎使之意。时即当日残暴以胜之计，恰与前之机之己自相较因。若能得此时己，则无所不利，而大业可成，人民可救矣。故曰与成器而动者也。唯此器自胜活变，屡著今日之器，即科学战争，如某国之原子弹正是扩自一级活变，为扩其锋利而不轻用，用则必有所获，而除去天下之大害矣。人能自具其德能者，必贵乎之具，而使足以成其大器，保其家国焉。故赐否之意于解之后，使人安不忘为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者也。否九五爻曰：其亡，系于包丧，此之谓也。人每自忧其为亡，则不亡矣。春秋传所谓之句，如是则不亡矣。所以赐此于解之后者，以解之藏器，贵在待时而动，安乐放逸之余，天下所以否也。解虽有器，必待相当时期，勤自修习，扩焉而深造，密焉而广备，仍然后利器有成，而足以为民保国，故虽否而不至于亡矣。
此利用否之时，戒具以自修备为要也。故曰为者安其位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，乱者有其治者也。否而不亡，则足与严厉民保国之道。故次之以损益二卦焉。天地交而万物出，男女合而人类生，上下亲而国家富。盖必上有以济下，而下使亲其上；上必有以自损，而后民乃益之。故对则之辞曰：乐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乐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损之利如此，而益之功可见矣。若反其道，而聚敛其下以自肥，屯其高而不失，则怨愤毒恶之气满天下，民并其上，恐其不亡。欲求得存能乎？故君子欲益其身者，先以一夫天下之民，民安而后身安。故有德者使能安其身，而动无不移；使能益其心而与无不当；使能定其交，而求无不得。君子之德治于天下也。君子之不自益其利，而自益其德以治之也。故曰为以动则民不与也，具以与则民不因也。无交而求，则民不与也。君子则必不蹈此过失，非君子则必有此过失。待亦有其过失，则人民皆不相与，天下怨恨，即招攻伐杀生之祸矣。故曰：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。亦曰：莫益之，或及之，利心勿恒。凶，盖身戒为上者，贪欲以聚敛也。而今日则未尤甚焉。民夫治国之道，则知行民之方，先父后教，教而不从，则以刑罚威之。此所以论事科于损益之后也。君子之仁，礼义可以化之；小人之备，非极微行不可治也。天下之善，由积累而成；天下之恶，亦由积累而至。善大而海内蒙其修，恶大而国家受其害。故君子治国理民，必以恶绝小人为恶之心为必要也。小人不知道义，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，以小恶无损而为之。故其凶恶之事，恒积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焉。非以刑罚法之不可也。是科之卦，所以有何效灭而凶之辞也。小人习于恶，而未可以礼义化之，不得已则因其所为，与其所愿，而施以赏罚焉。故曰：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成，小成而大戒，此小人之福也。亦所谓具效灭止无就此之谓也。前之何效灭而凶者，因其为恶不圈耳；此之具效灭止无救者，因其小成而大戒也。义之为道，无论君子小人，亦皆贵乎戒具而知成毁。既成毁矣，则不复为恶。其所过不过若履冰河效，而仅灭其止，不至于灭而没鼎之凶，所以谓无救也。若夫君子则不然。君子立身事主，修其德日加培养，必求其充实而光大；养其力日加历练，必求其有余而能继行其志日益审慎，必求始终完全，然后感出而谋人家国之大事。若使自身人有所谓性，勇有所谓决，智有所谓审，则宁学焉而不敢忘事。故郑子产有言：学者而苟以事为学，如俭美事而不责也。呜呼可！
故天下为有志德，而后能进高位；有大力而后能负重任；有明志而后能事己为。不事其己，何可以谋国？不称其任，何可以任事？不在其位，何可以服众？苟得薄而位则尊，知小而谋其大，力为而任夫众。未有不决而仆者，故鼎之折足而击公速者以此也。得志不济而力不胜，故深思力竭，而其行握，安得不凶？皆不胜任之过也。故曰君子学而优则仕，不轻以国家人民为草菅也。后世青年不学，一旦足履海外，归籍至井当涂，其不免有所贻误。盖亦一中事也矣。人所立身，智人勇也。智无以见己，人无以悦民，勇无以兼众，则其德能不足，亦可知矣。以不足之德能，苟自隐伏而不动，犹之可也。苟有所妄动，则必至于困穷矣。亦所谓困于时据于己理者是矣。因其德之勇力之不逮，故若行路而遭遇乱时，反而别行，则又遭遇疾离而受其次焉，既不能前进，但有据守此疾离之间莫能出矣。待其不能前进，而又无他途之时，则不得不废然反其家事。然而其途多误，窥似有人，家已非其家矣。故入宫不见其妻兄。习春秋时，其之崔杼，因与庆封同恶，即遭家难，又为庆氏所离间，使兵围攻崔氏，而杀其子。即送崔杼归家，而杼妻唐将以役，盖已无家可归，而杼亦自缢。正当此卦爻也。故曰非所困而困焉，民必辱；非所惧而惧焉，生必为。既辱且为，死其将至，期其可得见耶？盖此卦与前喻正相对照，彼系喻介喻时，一刚一柔之物也；此系喻时喻极离，亦一刚一柔之物也。但彼得刚柔之宜，故能知己。此失人治之道，故死其将至。见己则为万夫之望，昧理则不免亡妻而丧其身焉。得之不可不修，位之不可不慎。有如斯夫，所以赐鼎于士科，又赐困于鼎者以此耳。后人不知，乱其次序，遂使大义不明。今更为考证之，而特与讲明如此云耳。第14章第1节。子曰：夫义何谓者也？夫义开物成物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治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。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。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观鸟兽之文，与德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是故刚柔相磨，八卦相当。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。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，火水相济，一直一文。作结神而为罔顾，以电以娱。盖取诸离，包羲是眉，神农是作，啄木为耜，柔木为耒。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。盖取诸义，日中为市，治天下之民，据天下之祸。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盖取诸士科，神农氏末，使穷则变，
变则通，通则久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皇帝尧舜，垂衣上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，哭本为周，善牧未及，周急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，盖取诸患，伏牛乘马，引众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，众门极拓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欲，断木为楚，绝德为救，救楚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小过，贤本为狐，善牧为始，狐始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魁，上古血居而野畜，后世圣人义之以公事，上动下雨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，古之藏者，后依之以心，藏之中也，不丰不数，丧其无数，后世圣人义之以棺椁，盖取诸大过，上古结神而治，后世圣人义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绝。谨按第14章，系经本上篇第11章第1节，下接下篇第1章第1节，下接上篇第1章第2节前6句。改增节谓之文曰：火水相继，一直一文。2句。下接下篇第2章全章谓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发明义道之大作用，即以讲明前此所谓以治气者上其象一句要旨。圣人之道，此大事居其首要。非此则人民无以生活，而敬亦闻名，而有之至于今日也。故以讲明各卦爻后，继续讲此，就简错落，资复正之。开端言义果何谓者也？义乃开悟成物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冒天下之道，未必复天下人民为之制作也。如斯者，如包羲氏、神农氏、尧舜各地所取之象，以制作而言，盖以此一小节，领其后各节也。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事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，即为诸圣地所谓所作所教之各种取象以利用，使天下人民无不通公义事，各得其利而人道大成，社会大盛，利源亦起矣。故寒暑时而天道顺，农事乃修，执文义而地道大成，政治乃明，从兹重重敬义，无非天地火水山泽风雷之作用，互相发展，而人道更备矣。故自包羲以下，尧舜以来，至于文周之际，莫不取义之象，即莫不在八卦刚柔阴阳互相陶铸之中，但以简易而见达繁则，由古朴而渐趋文明，此亦出正见离必然之次序也。故自离至于乾坤，自乾坤至于绝，其为象位气位质，皆此一旨，而一贯以演化焉。是虽繁则，实则犹不能出乎干益坤简之原则也，为其一之。故列圣观象，而各取其则以治其气，为其简能。故列圣各因其气以立其名，此所以谓义以统显，简以细组也。神妙而自合，费用不凡，名利不弊，谓之而为序，行之而不殆。故历久弥新，出神入化，故曰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，使民疑之。义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天所以自古及今，常有圣人，
使其以道立名，而成其中始也。自理以取象，为节省罔古之气，盖所以为明时而行明教者也。上古无五谷，故以于田为食；无文字，故以节神为祭。今以神之节也，既可以治罔古，亦可以治文字，故一事而两立焉。即神农取义之象，以作累祀之器；而后天下立时，取士科之象，以为日中之事，聚天下之民，而通其财货，教其有无。而后明时民用乃易便利，至皇帝位依赏，使天下有服有章，上下尊卑以变，政交事务以明，则取夫乾坤之象也。盖乾坤者，所以为政交之门，出政见离，治世乃备焉。故曰：成乎干而治亦乎坤也。坤位居离之次，所以成乎乾德，故依上文物之治见也。乾坤之成有如此，所以为上中古圣人所取法，而开夫文明之圣治，传之数千秋，直至今日。但今又有由盛而衰之兆，短乎笑乎人，非圣意矣者也。依上既治，由虑民之无以行远而治其利用也，乃取患之象以为周急，而致远以通利焉。然后民的互相交接而补助焉，于是利乃易普矣。又取随之象，以为伏牛乘马，引众致远，交其水陆之变，益其有无之祸，则穷壤之地，亦皆可治，而无偏枯之患。民生于是亦资矣。又取患之象，为和夫随与欲之卦，而成行与往相互维持之道，欲者备也。故取其象为众门极拓之事，使民生居而内藏，无盗贼抢掠之害焉。其所以为民者治矣。又取小过之象，断木为楚，掘得为救，以为人民充言实用之利焉。其可以济民者治矣。又取魁之象，为虎使之器，以兵卫国，而威天下不道之徒，使各之惧而不敢害无民焉。其人亦行道而保夫天地人者，可谓治矣。上古圣人，不免血居而野畜，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。上冻下雨，以待风雨，则取象乎大壮也。古之葬者，以心复之，藏之中也。后世圣人亦之以棺椁，则取乎大过之象也。上古结神而治，后世圣人亦之以书器，百官以治，万物以察者，取乎绝之象也。始于离而彰于乾坤，备于患随遇小过，成于魁而完于大壮大过绝者，所以为正为交，为生为末，为出为处，为武为文，所以诱民而维持此世道者，于是无为不治，而及其变化无方，神妙不测之道，非易其孰能尽之？非古圣之取象乎易，其孰能施而行之？以利万事如此者乎？丘故讲而明之，使后世之占卜，与取象治气者，如明此理，庶乎其有大利于四海之外，岂但无中国一隅之地而已哉？宗主附注。此文原有火水相继山则相通句，后人遗失。因后文所取象之火雷是科与风水患，是火水相继之见端也。诸如此类，后儒皆不知之，不能不为注出。又本章完全为吴国科学上种种之发明，即推进在世界史上为最古，及今日东西各国之文明，无不胎孕于斯。
在古代吴国各种物质未能发现，而古圣以自寻觅种种物性，以利用之，如钻碎改火、枯木魏州等，已经发现电能与力能之原子所在矣。不过恐其见精见巧，至于害人，故不肯再为推演。此无古圣教人物质应用之为义，即在此也。第15章第1节，义之心也。其于中古乎？作义者，其有忧患乎？是故履，德之基业，谦德之秉也；父，德之本也；恒，德之固也；顺，德之修也；义，德之欲也；困，德之变也；敬，德之地也；训，德之治也。履和而治，谦尊而光，富小而便于物，恒杂而不厌，损先难而后易，易常欲而不赦，困穷而通，谨居其所而谦，训称而隐。履以和行，谦以治理，富以自知，恒以易得，损以远害，义以心力，困以寡怨。谨之变易，训以行权。谨按第15。系经本下篇第7章。全章未文。宣圣讲义。本章记前以治气者上其象，而言以动者上其变之要旨，所以较应前12、13章所系之词也。12、13章言卜筮者上其战，此则复就前举之各卦中，而在视其德能与变化，或前系所有，或前系所无，一一为之推解，而置之于应用也。圣人教人修德应变之事，无为不治，有如此也。大凡人类之处事，所以必须防备而预之者，不为安乐，不为行事，而为在忧患之一事也。人之所以勤于其生活者，欲免此忧患而得安也。唯能免此忧患，则大不易也。因人与人相处，本自不易，又有上下亲疏之分，出入升降之事，彼此互相之间，其中种种关系发生，苟无其德，未有不治而颠者，未有不陷而穷者。此人类忧患之所由生也，义之作也，在使人欲知此忧患之所在，而利用卦象与自身动机，以参就其变化焉，则所以处之之德，自然显著于卦爻之中。此所谓以动者上其变也。夫人生而有伦理，乃天然之性，亦实见于天然之象。故上下君臣父子谓其基焉。所谓人生三世之如一，今观上天下则之象，而知履卦谓德之根基也。天者君父师之道也，履之而尽其事，则德应莫为，而诸事皆极矣。不观之水山之象乎？水山谓谦，盖水性本就下，又在山上，其事不得不下行。下行者谦之天性也。人道本此天性，以谦自处，则凡弟兄朋友夫妇之间，无不和气洋溢，盈满天地之间。任何不祥之事，一遇此谦字，皆消化于乌有。是此谦字，能执德性无上之权柄，而可以消解一切忧患之事也。然谦虽美德，必须发于天理，而根于人之中心，非可为而为之也。故又贵乎父焉。父者雷居地中，群阴凝固，一阳出动，正是一线天机，由中发现之慧。俗人渔夫，皆知祷求上帝，
而不知上帝原在人之心性中，由此一动而现前焉。倘善于自修者，速趁此机会，在无信中上帝之前，忏悔一切，而扩充其本体，则上帝永为无身心之主宰而不去。吾又何忧得之不纯？何忧患难之来轻乎？故曰复得之本也。故主宰虽安，天良虽现，尚恐其一暴时寒，有暂而无有久也。是又当取象乎恒，恒之为卦，久于其道者也。所谓日月的天而能久照，君子法乎恒，则能以修身而齐家。凡所以持身作则者，无所不得其正。诗云：行于寡妻，以喻于家邦。所以处人夫妻世家者，非恒不可。能处家则能治国矣。故曰恒，得之故也。得以故矣。家与国将正矣，而不能损上以益下，薄施而犯忌，则民不可得。而有祸患人服于昼夜隐为之间，未可乎也。故君子务亲其民，而广其恩惠以此也。故曰损德之修也。德修于民，而民怀之，然后可以取于民下之奉上，上之忧下，须由义之道也。故义能安国安邦，而兴大利焉。故曰义德之欲也。天下久安，则必生待乎之事，而困之运会至矣。然君子处困，不与小人同。小人处困则必穷，君子则能安能谦，能富能恒，能益能损，无所往而不自得。虽处极困之中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为己得之事修，为人利之事让，能辨别一切是非利害，而不贪不治，而不妄动焉。故忧患不能终困也。故曰困，得之变也。处困不挠，必有以自通。自通者何所是？是夫井之道也。井之为卦也，其水其风，互相吸引，虽居其所，而泉源自达，无有穷尽。故其为利，常可以安天下，而救其忧患焉。故曰井，德之地也。井非水之自能为利也，由于风力所致。故君子必又利用巽风以行其权焉。天下事至繁至则，不可救节，而要之各有其机，明其机而迎其风气之所趋，巽顺以应付之，未有不得其窍要，而终其肯其，解其烦难而免其忧患。此动变之最神者也。故曰巽，德之至也。知此理矣。更进而推此九卦之内情与外行，即可以因事而达其一切之全变。所谓履合而至，谦尊而光，复小而变于物，恒杂而不厌，损先难而后易，异常欲而不赦，因穷而通，谨居其所而谦，巽称而隐，皆九卦之内情然也。履以行合，谦以治理，复以自知，恒以易得，损以远害，益以心力，因以寡怨，谨以变易，巽以行权，皆九卦之外行然也。苟之前所讲诸义，则无不明了后二节，不过反复以推言之而已，不必固执文字。此则应用之道。圣人所以教人避凶趋吉，而免其忧患者也。后人其尽察之哉。第16章第1节。夫前，天下之至见也，德行恒毅以知显。夫坤天下之至顺也，
德行恒简以知足。将叛者其辞残，忠心疑者其辞之。吉人之辞寡，造人之辞多。污善之人其辞尤，失其手者其辞屈。变动以利言，吉凶以情牵。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，远近相取而毁令生。情味相感而利害生。凡义之情，敬而不相得，则凶；或害之，毁且令。能知其言而后知己，能说诸心而言诸虑。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伪伪者。是故变化云伟，言事有详。象事之气，战事之来，义之心也。其当因之末世，周之甚得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为，为者使平，义者使轻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，具以终始。其要无咎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之，神武而不杀者夫！此之谓义之道也。谨按第16章，系经本下篇第12章第1节，下接第5节，下接第4节，下接第2节，但有错简。今正之如下：能知其言而后知己，能说诸心而简诸虑。下接原文。即是言是下接第11章全章，并取上篇第11章第2节末2句为文。宣圣讲义，义系辞以天地设位章节开始，而详言乾坤之性能作用，以其64卦之旨，及其节也。一人以此旨收足乾坤性能作用，而详是圣人体验之大道，谓之逐节讲明，而促言义之所兴，与其终始之要，所以立天下后世者，亘古不息。而于是义之作用乃全见，系辞于是告终焉。干义之，坤简能，前以数言之矣。兹复云然者，特以发挥乾于义之中而能知显，坤于简之中而能知阻。所以必贵之显之阻者，以乾坤包罗万象，情味万变，远近互异，爱恶万端，吉凶互错。故不可不于至义之中以知显，不可不于至简之中以知阻。知显则情味难逃，而远近可处；知阻则爱恶难偏，而吉凶可见。此圣人贵体乾坤，亦以知显简以知阻之德也。干所以能治义而又知显者，以其本性至见故也。乾坤至此，皆贵乎之，则知此之字，即前所谓之以藏往，神以之来知之。此之非他，盖天意之精，坎所在也。于人未甚，亦即第二之萃，理所在也。在人未兴，二者乾坤之所生发而成全者也。故先天八卦已知，今更推言此理，不但为卜筮之用，亦正可以为修身治国归吉之用，而深言其机也。后世单绝多出于斯，丘则为黄极之耳，是此之字，然后可以为人，处乎天地之间，故大学贵治之耳。知之至也，必先知物之理，故又贵乎格物。物之情味，莫过于言辞，故犹贵乎之言也。前所谓圣人之道，以言者上其辞，意含有是指，人情有之，而易卦亦有之，但能于64卦中细细体察，则皆可知。即将叛者其辞残，忠心疑者其辞之。吉人之辞寡，造人之辞多，污善之人其辞尤。
失其守者，其辞趋是也。孟轲注：此即轲所谓无善养无浩然之气也。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所以然者，在之言。之言即为天地浩然之大作用。所谓淫辞知其所现，邪辞知其所离是也。此之自内精粹之至，即宣圣经所讲者也。能直言，则于一切之变动，及其穿插出入，皆可知之。人不外乎性与情，而因其言辞可以察视其情之所在，而其变动亦可以知矣。正如卦爻之阴阳，地位之刚柔，一一考核而不可逃于圣人之事之外，亦即不可逃乎一般卜筮者之事之外。变动既可以利害知之，吉凶亦可以情味辨之。所有一切爱恶毁令，皆可以处事而明。卦爻之进而易去者，必不相得。不相得则害身，故凶；而毁令事成。欲求免忧患者，先须防此。故于远近爱恶之间，三至一焉。然此皆根于知字而来。臣能体干亦以知险，坤简以知祖之性能，而知夫言，会诸心，而后夫事物之先己，以言诸无虑，则可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伟伟。能如此，则自然以言者得其辞之所上。故云有祥也。祥者兆与果也，以动者得其变之所上，故曰云位也。以治气者得其象之所上，故曰知气也。以占卜者得其机之所上，故曰知来也。此皆根于知字，亦皆成于知言。所谓心者火之用，所谓虑者水之精，所谓言者物之显，所谓己者物之祖。必能明此，而后圣人四道乃行焉。此道即义之道，亦即圣人之道。不过上古圣人，但是意象艺术意义，而谓是义辞，即乎中古，乃生文周。于是义之道大明。当因末世，文王与殷纣之时，文王因于有礼，而作卦爻之辞，乃有经文，故其为辞，皆为绝之言。为者欲其平也，义者欲其轻也。为不其平而自平，义不其轻而自轻。所谓无平不卑，无往不复之大治，盖由是圣人借据欲免忧患之道也。义之止如此，而义之道则旋干转坤，弥天济地，而中则荟萃人类与万物，无有不备，无有不精，无有不化，故其为道甚大，百物不废。然而以戒始，以具终，非圣人不能体而行之。圣人之体此，非欲以有位而有所得也，其心不过欲自身与天下之人，皆得无咎而免乎忧患而已。圣人之处心积虑如此，故治人至义，而无一毫私意及杀心存于其中。故天下之人，虽欲不归而不能。故曰其孰能与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之神武而不杀者，夫唯有此种圣人，使能体夫义之大道也。故曰此之谓义之道也。道不图行，必待其人。圣非难事，修而行之，则必至焉。如沃左劝然。后世当纷乱之时，何不肃心乎哉？孟注：此即轲所谓呆文王而兴者凡民也。又曰500年必有王者兴，皆指极乱之事，必赖有志之圣贤，共同努力以救之，且不可将圣贤看得过高。
圣贤只是常人，将心诚得定，将人与物看得分明，将事做得去，便是圣贤矣。今日正需此等人，所以上玄兴此教者，亦正为此等时期，而预备此等人才也。不信断无诸人皆先士，今则必伪误诸子，硕果仍存，慎忘体而行之，尽以免求所谓无救者，则后福岂可言喻乎？续哉续哉！说卦传第1章，习者圣人之作义也，悠赞于神明而生师，参天两地而以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礼于义，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习者圣人之作义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德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易六化而成卦，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仅按首章自经本习者之2节未闻。宣圣讲义。说卦者，说卦之性命与作用也。天地人三才，皆有其本性本能，性之发现，是谓人之命；能之见端，是谓造化之作用。故人之性命，本于天地；天地之性，存于太极；太极之至一至尊而无二无外者，乃为太一主宰。礼记所谓礼之大本出于天，本于太一是也。此乃天地之本性所存者也。自此本性发为功用，则现为乾坤。所谓参天两地而以数者是也。太一之主宰真神，无以自见于人，乃有河图洛书与诗草之出生焉所。谓悠赞于神明而生师者是也。八卦由此而运用，圣人由此而占卜，而学问而修行，而归极焉。故曰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也。至于阴阳刚柔之关于八卦者，前于系辞中皆已详讲，兹不更及，为和顺于道德一句。世人多乎？不知道者，自然之趋势，乃天行者也。其中含有运数在。德者人所修得之天性，纯善无恶，含有仁义之本能，在而天行者每趋于极端，赖人有德性行为以调和而挽回之，故曰和顺于道德也。因天道有善有否，是运有态有否故也。此等处必赖圣人之有以和顺之耳。宗主附注。本文和顺于道德而礼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二句有极大作用。宣圣既发明如前，兹恐人不是圣意所在，故更注之。和顺者由此8864卦中所示而和顺之，因而以为人世上之一切条理，使无不合于义也。穷理亦由易卦之作用，即一般象变而穷其理，推而至于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各穷其理，故能于穷理之后，又体意义以尽己之性也。若能尽己之天性，即可以圆满天命之分量，故一蹴而以至于命也。义之大作用，圣人以知顺性命之理，上承天，下法地，自尽其本性之自然，扩充之至于分量，即满天地之量。非圣人不可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德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天德人三才以通，而后卦乃见。以此三才而两之，则六化而成全卦也。又迭分阴阳与刚柔，
而成六爻之位，应成章焉。此义之代用，亦即圣人之代用者也。说卦传第2章，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保，水火不相涉，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直来者逆。是故易逆数也。雷以动之，风以散之，雨以润之，日以宣之，艮以止之，兑以说之，乾以均之，坤以藏之。谨按第2章。自今本天地定位节至下一节未闻。宣圣讲义。此乃专言天地造化及生成人物之道。天地造化，皆不外一之八卦，而此八卦所现于造化之中，而成其功用者，则为首赖八卦中之乾坤，将先天太极之主宰功能，谓之定其位焉。承天于其上，及其表也；承德于其下，及其里也。天地既定其位，于是更以后天之山雨泽，通其阴阳之气，共分2种，居其里者，乃由太极中枢之吸收力，将视至山间之一切物性及气感，吸纳至于艮宫，复自艮宫发此气于震巽2宫，而一切之死生乃转轮焉。此山则通气为里面之造化也。至于第2种，则为外，即表面之作用，由太极中枢之日光吸力，将是与干坎后天变水之气吸引而起，至于艮山之表，乃成为泉源及云雨，沛然不诸天地之间，而人物乃的生成及养育焉。于是雷风谓之相保，而助其功；水火互倚，而不互击，以助其用焉。而八卦互相交错，各成其能，人物乃成，世运乃见。圣人所以由艺术之往者，顺其道以辅成造化；复就艺术之未来者，知其己为以挽救运会。然亦贵在测之未来之事，故亦未顺天性而逆天数之道，故曰亦逆数也。天数即天行，有一切阴霾柔贼及灾害存于其内，故不得不逆之。前所谓和顺于道德，亦有此意。至今者悟乎？知此造化作用，然后再视八卦之对于生育人物者而言之。八卦中于天地生育最有大关系者，震雷所以主动者也，巽风所以主散者也，坎水所以主润者也，离约所以主宣者也，艮山所以主止者也，兑泽所以主说者也，干天所以谓之君者也，坤德所以谓之藏者也。八卦各行其所事，而万物与人乃的生成矣。此八卦之最要性相及功用者也。说卦传第3章。地出乎震，其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至义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艮。万物出乎震，震东方也。其乎巽，巽东南也。其也者，言万物之节其也。离也者明也。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，盖取诸此也。坤也者，德也。万物皆至养焉，故曰至义乎坤。兑正秋也，万物之所说也，故曰说言乎兑，战乎乾。干西北之卦也，言阴阳相保也。坎者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劳卦也，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劳乎坎。艮东北之卦也，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，
故曰成言乎艮。谨按第3章。自今本地出乎政治，万物出乎政，2节未闻。宣圣讲义。义之要领，权在太极。太极之气，本诸先天。先天无所谓气，名之曰气包。盖其为物，非气非意非故，亦无一物在也。但是鸿蒙一团而已。此一团元气，内息外张，忽然开合，乃为太极。太极之至精至意之发，是谓无上昊天太乙至尊之本体也。此本体居于至妙之境，非天上，非人间，又即人即天，而不在其有形之气，吾以明之。名之曰妙山也。此山自即太极所具之艮方也。真载由坎水而现，于艮方而出，过正方而来。故世人但见其出于正方，而不知其居于艮方，习于坎方，存于干方也。此真载将欲行方运化时，所有之方向卦位。故曰地出乎正，其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至义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艮也。凡言乎者，于之辞也。其或出或奇，或见或异，或说或战，或劳或成之者，则太一真载玄穹上帝行方之自然性能然也。即至正方而未出，至巽方而未齐，至离方而未见，至坤方而未易，至兑方而未说，至干方而未战，至坎方而未劳，至艮方而未成者也。此皆上帝之行方功用也。是以定其方曰：万物出乎正，正东方也。其乎巽，巽东南也。其也者，言万物之节其也。离也者，明也。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，盖取诸此也。坤也者，也。言对则万物皆所说而有则，收成之时也。故居正西，干西北方之卦也。言阴阳相保也，故曰战也。坎正北方之卦也，劳卦也。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劳乎坎。有所劳必有所休息，有所休息必有所开端起行。故艮居于东北，而成坎也。故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。故曰成言乎艮也。此等皆上帝玄功，亦即造化妙理。佛教所谓轮回，耶教所谓主能。所谓轮回，在海山之间，时极山则通气，对坎艮之功也。所谓主能，可以造成一切，即出其见义说战劳之意也。但名字不一，而传之者或有出入，所以分为各教。至今有门户之见存焉。其实五教皆此一脉相传，同本共源，无非真载玄功妙用所包罗也。说卦传。第4章。神也者，妙万物而未言者也。动万物者莫及乎雷，饶万物者莫及乎风，造万物者莫染乎火，说万物者莫说乎泽，润万物者莫润乎水，中万物使万物者莫胜乎艮。故水火相逮，雷风不相悖，山则通气，然后能变化，即成万物也。谨按第4章。自今本神也者，妙万物一节未闻。宣圣讲义。所谓神，即上玄昊天太一主宰行方之神。此神之主体，为太一之本身；此神之客体，为太一之分化。所谓五方上帝等谓是矣。
但神位不一，地分5位，神分6位。6位者正即此6卦之精能者也。然此6神，仍是大一之一气化成，并非有二。故西教又曰只有一位上帝，能妙造万物，正指此言也。不知吾中国早已发挥此理于易之中，亦由乾坤之运，发为6神之功。所谓神也者，妙万物而未言者也。此神自指本体言，下方指化身言也。所谓动万物者，莫及乎雷；饶万物者，莫及乎风；造万物者，万染乎火；说万物者，莫说乎泽；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中万物使万物者，莫胜乎艮。6神之能位极功用，于是皆见矣。故水火相逮，雷风不相悖，山则通气，然后能变化，既成万物也。此乃前所讲之理，不过反复发挥之而已。前先言山则通气，而后言雷风；此则先言水火，而后言山则通气者，因重造化之和气也。造化非水火不能和其气，盖水火即阴阳2气之实质也。必有水火之相逮，而后万物之气以胎，然后山溪泽之气而转轮夫造化之基轴焉。其成于对者，薄于前，归于坎而终于此艮山之西路，又开始于艮山之东路。其间主者，即艮山之神是也。世间所辞之东岳大地，主一切人类物命之生死者是矣。但儒者历代无能通此天人之学者，故弃未讲明之。宋朱熹作正义于此，但注曰未详，实因其未之故耳。此则一一谓之指明，泄天地之秘，漏造化之机，无非欲以行教救世，使用免灾劫者也。免体丘之为止，为斯是造福。恕乎无复此经。此章发明造化，即太一真主之神功，可谓至精至详，无以复加。故丘于明经学说中，特命各弟子将此旨提出以示于世，以正救世之心也。宗主附注：神妙万物章，重在山则通气，能变化继承万物一句。此中含有哲学，即所谓的文地直之学。兹谓发明之如下：盖天地出生，由先天气胞膨长分裂，而为日月的心之体，是以日含太一之至精，能以纯阳之气，生生不已，而吸收各地各星，顺行逆转于天界中。天文家谓之轨道，分远近而谓之赤黄各道的与群星皆运有日之